现代女高材生穿越成被抛弃的侯门千金，靠着一个神奇的空间，一不小心成为了古代首富。千金的身子，丫鬟的命，一定是你亲娘嫌你长得太丑，所以才不要你了。走开，给我走开！哎呦，大姐生气了，好吓人啊！鬼脸鬼脸！你们走开，给我走开啊！阿英啊，我的好女儿啊，前些日子从侯府回来的时候就伤痕累累，好不容易才养好了一些，今儿怎么好端端的又晕倒了呀？太太娘，可别哭了，大夫已经看过了，阿英她现在暂时没事了。是啊，娘，别哭了，妹妹会好起来的。伴随着女人的哭声，躺在床上的宋英慢慢的醒了过来。我这是在哪？我不是在实验室工作吗？宋英仔细观察着周围的环境，此时一些不属于她的记忆猛然涌进了她的脑海。我穿越了吗？还穿到一个同名同姓被抛弃了2次的侯门千金身上。宋英看了看眼前的3人，这正是原主的养父母宋金山和阮氏，以及哥哥宋寻。原主因为长了6根脚趾头，被视为不祥之人，一出生就被侯门父母送给了眼前的这对农户抚养。阿英，你终于醒了。娘，妹妹脑袋肯定不舒服，你要是再哭，她又要晕了。娘，我没事。原主也是悲催，刚出生就被抛弃，这才刚过15岁就被侯府接回去顶替大女儿嫁给一个50岁的老王爷，但这婚还没结成，老王爷就在春楼风流嘎掉了。当初他们接阿英去侯府的时候还是好好的，前些日子一回来，整个人都变了，脚趾头少了一个，脸也坏了。老王爷嘎后，侯府生怕别人知道原主是6指的灾星，克嘎了老王爷，竟私下偷偷将他多出来的脚趾头切了，还想用白绫吊嘎原主，最后还是原主用簪子冲自己脸上划了几道，跪地磕头苦口哀求，这才被放了回来。娘，家里的鸡还没长大，明天我找邻居买2只回来给妹妹补身子吧。要的，流了这么多血，2只怎么够？都怪娘没用，没办法让我的阿英每天都吃好的。看着眼前的阮氏，根据原主的记忆，阮氏什么都好，就是人如其性，性子特别软。娘，我会好起来的。家里这才刚分家，条件也不怎么好，不用为我花费那么多。女儿，你别操心那么多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身子养好起来。你在侯府受了这么多委屈，那一家为富不仁的畜生，自己不积德，凭什么都怪在你头上？爹娘，我没事，我以后永远都是你们的女儿了。侯府已经对外宣布我嘎了。什么？他们怎么能？你明明还好好的，他们干嘛说这么晦气的话？是呀，妹妹，从侯府回来后，你一直不愿意提之前的事情，我们也就没多问。既然现在事情都这样了，你就把中间的原委告诉爹娘，也让爹娘放心，可好？事情是这样的。随后，宋英将在侯府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3人。若非那边的老太太生病，怕晦气要积德，也不会要放我回来的。爹娘，哥哥，以前的宋英已经嘎了，因为侯府而嘎。侯府这帮畜生东西！爹娘，我没事，不就是毁了脸吗？不就是年纪大耽误假期吗？等哥哥成亲之后，我就分出去单过。阿英，爹娘不会让你分出去的，你哥哥也不会。是啊，妹妹，我们一家不会分开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就搬走，走得远远的，让那侯府找不到。娘，他们不会来找我了，我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。就是他们来找，我们也绝对不会让你认了。娘当初还以为他们是接你回去享福的。娘，都过去了，咱们以后会好的。我现在彻底撇开那层身份，以后也能安心过我们的日子了。最好如此。好了，孩他娘，阿英这才刚醒，我们先让她好好休息一下吧。对，阿英你先好好休息，娘给你做饭去。好的，娘。望着阮氏3人离去的背影，宋英都有点羡慕原主此刻得到的关爱。前世的自己，父母在他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最后只留给他一个祖传的凝露玉瓶。正想着，宋英眼前的景色突然一闪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是空间吗？这壶上的玉瓶跟我祖传的玉瓶一模一样，难道玉瓶也跟着我穿越过来了吗？宋英能感觉得到，这空间里的一切对他都并不危险。这湖水似乎是好东西，可以用来灌溉，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功效。宋英又看了看空间里的另外一样东西，那是一棵没有叶子的树，树上就单独结了一颗果，那果子金光闪闪，像是在诱引着宋英走过去吃掉它一样。好甜。金色的果子入口即化，一股力量涌入身体之中，宋英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，头脑清明，抬手一看，还能看到手心有一丝金光闪过。
这空间内的东西一时间也弄不明白，还是先出去吧，免得家人发现我不见了，也不好解释。宋英念头一想，就立马回到了屋内。虽然这张脸毁了，但还好有空间福利，同时父母健在，兄长疼爱，做个朴实的农家女也不错。吃了空间里的果子后，宋英就感觉浑身精神强健有力，所以就直接下床了。只可惜阮氏联系他，硬是不让他帮忙做饭。爹，我刚才出去一趟，找欺负妹妹的几个孩子问了问，金妹妹晕倒这事儿果然是有人指使的。是谁？李家那小子李进宝。听到李进宝这名字，宋英也想了起来。宋李两家原先是有意撮合两人的，当侯府把原主接回去的时候，李家以为也要跟着飞黄腾达了，可没多久就听说原主得罪了侯门，被赶了出来，还被毁容了。当初怎么没看出他李进宝竟是这种人？他不是才刚跟邻村的姑娘谈定婚事吗？怎么还找阿英的麻烦？以前我和他也不是太熟，虽然觉得这人人品有些瑕疵，但人无完人，却没想到他竟然这样。妹妹，是我对不住你。爹娘，哥哥，你们也别生气，李进宝就是个自私的人。虽然我在侯府发生了不好的事情，但如果没去侯府，可能现在已经嫁给李进宝了，这辈子也一样是毁了。现在这种情况反而还算好的。宋英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也不是那么好的脾气，这仇肯定要报的。阿英，你安心养伤，暂时别想那么多。爹娘，我整天待在家里也没事干，明我和你们一起下地去呗。不行，今儿你差点就……妹妹，你是觉得一个人在家无聊吗？家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又没事干，总是会忍不住的胡思乱想。这样吧，你在家里忍些日子，你爹后面也要扛包去了，你哥也要去县城那边找活干，今儿地里才种上庄稼，过些日子可能要除草，到时候你和娘一起去，行吗？听到阮氏这么说，宋英也不好再多说啥，只好答应了下来。好的，娘。接上集，宋英在家乖乖休息了2天以后，阮氏这才答应让她出门见见风。娘，我都在屋子里待了2天了，我想出门透透气。一直待在屋子里也不好，去吧。好的，娘。宋英刚来到屋外，就有个人冲她嚷嚷道：你怎么还没嘎呀？宋家有4兄弟，原主他爹排行老2，眼前这位正是自家大伯的儿子，名叫宋达，也是前几日害原主晕倒的帮凶之一。宋英嘴角冷笑了一声，便朝着他走了过去，抬手就是一巴掌。你居然打我！娘，你快来，疼死我了！宋达这一叫，不仅将大房姚氏叫出来了，连3房4房那边也凑了过来。小达，你怎么了？这是？娘，他打了我，疼死我了！二丫头，我家小达哪里做的不好，惹你不高兴了？你一个当姐姐的，就算自己过得不好，心里有怨言，也不能发泄在弟弟的身上啊！大伯母，我倒想问问他，我这个做姐姐的哪里不好，让他这么怨恨我？前2日拿了别人的好处对我动手，害我当场晕了过去，要不是有人及时发现，我这命可都没了。胡说，我家小达一向听话，怎么可能欺负你？指不定就是你看花眼了吧？那行啊，你就让他发誓，当时他要是对我这个姐姐动了手，那以后手口生疮，再也吃不了肉，吃不了糖。哼，谁让你出去丢人，还想去赖着李大哥？大姚是听到儿子这么说，脸面突然有些挂不住。宋家和李家的事，他肯定是比儿子清楚。你这小子哪里听来的胡话？二丫头和李家那儿子没任何关系。娘，你不要被他骗了，他之前还去见李大哥呢，看到李大哥的时候哭得可伤心了，就想赖着李大哥。大嫂，阿英是我闺女，你怎么能让她这般胡说？是呀，大嫂，您可得好好教教小达，都这么大也该懂事了，怎么能胳膊肘子往外拐呢？再说了，您家大儿小显哥现在能娶城里的媳妇儿，住城里的房子，那还多亏了人家阿英呢。听到这里，大姚是老脸一红，觉得没面子。要不是之前侯门来接宋英时给的那100两，他大儿子也娶不到城里的姑娘。宋达，你听谁说我私下里去找李进宝的？李大哥说的，村里的狗蛋哥也看到你找他去了。听到宋达这么一说，宋英也想起来了，那次是原主刚从侯府回来时，村里议论纷纷，原主便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养父母，于是就跑到河边想要自行了断。刚到河边就遇到了李进宝，谁知道却让李进宝误会了是去找他的。哼，你就是想缠着李大哥，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？你是李进宝养的狗吗？我从侯府回来后也就出了2次门，哪有那闲工夫去找李进宝？再说了，他李进宝1没功名，2没钱财，我看上他什么？这种自以为是的宠，就是送上家门，我也不会看一眼。是呀，大嫂，我家阿英是有见识的人，李进宝怎能入他的眼？你该好好教教小达了，不能让他被人牵着鼻子走。
若是耳根子软到也罢了。大伯母，宋达是拿了李进宝1块糖糕，这才跟着别人一起对家人动手的。哼，你又不是我们家的人，是吗？如果你觉得我不是你家的人，那就把当初侯府给我的钱还给我啊！一提到钱，大姚氏的脸色就变了。嘿嘿，一家人怎么不是一家人？阿英，你别听这臭小子胡说。小达，快给你姐姐道个歉。我不要，我才不要跟他道歉。见到大姚氏不帮自己说话，宋达气得又哭又闹。一时间，宋家这院子里乱糟糟的。宋英见此情景，也不想再多说什么，和阮氏说了一声，便出门透气去了。刚逛没多久，宋英就来到了自家的田地前。这就是爹娘分家时分到的那1亩地吧？正好可以试一下空间里的灵水，看看有啥功效。宋英意念一想，手上就多了一桶灵水。先浇灌1半吧，以防出现什么意外，正好也可以对比一下灵水浇灌后的效果。宋英，他怎么来地里干活了？前几天不是才晕倒了吗？怎么好这么快？不行，这一次我得让他彻底死心，免得以后还对我死缠烂打的。宋英，正在地里忙活的宋英听到叫唤，回头一看，哼，李进宝，我还没去找他呢，他还自己送上门来了，有事吗？宋英，我们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现在定了亲，年底的时候就要成婚了，你以后别再缠着我了。我缠着你，则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你什么意思？宋英，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现在脸毁了，心也跟着坏了。我记得我从侯府回来，也就见过你2次吧，我怎么就缠着你了？你还不承认？你上次不就是故意去河边找我的吗？呵呵，你的戏可真多，亏你还读过几本书呢。宋英，我真是看错你了，你要是直接承认，我或许是会安慰你几声，可你竟然如此，看来真和别人说的一样，你定然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，所以你亲生父母才会把你赶回这穷村子来。听到李进宝这么说，宋英目光冷了冷，径直的朝着李进宝走了过来。你想干嘛？莫要再靠过来，再过来休怪我动手。呵呵，你说我想干嘛呢？自从吃了空间的果子后，宋英就觉得力气比之前大了许多，更何况还是对付一个弱鸡一样的李进宝。你别乱来啊！哼，看你还敢对外说我缠着你吗？此时，在附近干活的村民听到了李进宝的惨叫声，也纷纷围了过来。小英呀，这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叔叔婶婶们，我刚才在地里干活，一转头就看到那个李进宝躺在地上鬼哭狼嚎的，吓死我了！他是不是有什么病啊？你们快看看他吧。宋英，哎呀，李大哥，你不用感谢我，都是一个村子的，我也不好见死不救，你好好养病啊。宋英说完就直接溜了，只留下躺在地上哀嚎的李进宝。阿英，你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什么呀？娘，我去捉了些蚯蚓，喂鸡崽子用的。你这孩子，你才刚好一些呢，怎么去干这些呀？瞧瞧你这手，脏兮兮的，快去洗洗。知道了，娘。宋英刚进屋没多久，李家那边就来人了。宋英，你给我出来！现代女高材生穿越成被抛弃的侯门千金，靠着一个神奇的空间，一不小心成为了古代首富。宋英，你给我出来！亏我当初还觉着你不错，没想到你这么黑心。我儿好歹也和你一起长大，你就这么没良心了？宋英，你给我出来！我儿要是有什么事儿，你看我不扒了你的皮！来人正是李进宝的亲娘刘三娘。刘氏，你来我家混什么？我混什么？还不是你女儿干的好事，她居然敢打我儿子！刘三娘这大嗓门一扯，周围的邻居听到声响，纷纷围了过来。刘三婶子，您说什么呢？刚才我在河边挖地虫，一转头就看到李进宝躺在地上嗷嗷直叫，可将我吓坏了，连忙跑去叫人，这才将他抬回去，算是救了他一命呢。你怎么反来怪我啊？你救了我儿子？不可能，他明明就是被你打倒在地的。我打倒李进宝，刘三婶子，虽然我年纪不算是个孩子了，但李进宝好歹也是个男人啊，我这怎么打的他？他是细狗吗？反正就是你打的他，你拧他捶他，要不是你，我好好的儿子怎么会那样？今天我才从宋达内听说，李大哥好好的日子不过，竟然在外头胡说我追着他不放，天地良心！我自从归家之后，只想着以后孝顺父母过日子，可绝对没想过嫁人。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大家也清楚，李大哥是什么样的人，这2年大家更清楚吧？围观的邻居听到宋英这样说，也纷纷点头。宋英一直都是个懂事的姑娘，而李进宝这2年确实是飘了不少。再说了，刘三婶子，我倒是想问问，您儿子莫不是有什么隐疾，所以连我一个女子都钳制不了，能被我打得满地乱爬？李三家的，你真是信口胡诌！你家李进宝一个青年，
甭说是宋二丫了，就是我家大孙子也打不过他呀。可不是嘛，都是邻里乡亲的，二丫出了这种事儿，你好歹也是个长辈，不安慰两声也就算了，竟然还上门找麻烦，真是没有良心。我看二丫说的没错，你家静宝啊，指不定是有什么隐疾，要不然这婚事怎么拖到现在？我们家静宝没病，就是被他打的。三婶之所以冤枉我，无非是怕我毁容赖上李进宝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当着所有人的面发誓，倘若今后我与李进宝有半点干系，我宋英肠穿肚烂，不得好嘎。你这个小丫头，不要以为发2句毒誓我就会信你了。你打我儿子，必须赔医药费。我与李进宝又无干系，为何替他付医药费？三婶子，你好生不讲理啊！刘三娘，你够了！你要是真担心儿子，还不快快回家看看，缠着二丫做什么？看看二丫，你也好意思欺负人家？以前对你也是客客气气的，虽然当时婚事没谈成，可也不能结仇啊。可不是吗？就静宝这不着调的样子，要是我也不会将闺女嫁给你家。听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，刘氏这老脸一时间也没处放，气得直跺脚，再加上心忧儿子的情况，只好气哼哼的走了。二丫头啊，你以后好生孝顺你娘，莫想那么多。三婆婆，我晓得的，我娘性子软，可我遇了事儿，她也知道站我前面保护我，我往后定会好好孝顺她的。好孩子。宋家的其他几房都在家的吧？这刘三娘都打到家门口了，竟没人出来帮腔一声。是呀，就算分了家，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。唉，走吧走吧，大家伙都散了吧。阿英，这李进宝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娘，没事，真是那李进宝莫名其妙的躺在地上嚎叫，我吓得转头就跑。吓着了吧？幸亏你当年没和他家到那谈婚论嫁的地步，要不然摊上这种婆婆，少不了搓磨。没错，所以娘，您可别想着让我嫁人了，我这样子谁家会满意呀？我的阿英真是变了，你以前呢温吞吞的，娘总害怕你受欺负，现在瞧上去比以前厉害了些，也是好事。娘，人总要长大的，我在侯府学了不少东西，以后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大夫，我儿怎么样了？皮外伤挺严重，不过幸好是没伤到筋骨，不碍事，躺2日，抹些散瘀的药膏也就好了。大夫，您看这是人拧出来的吗？是，就是宋英那个死丫头拧的。小哥可不能胡说，你这伤怎么也不可能是个丫头做的，这么重的外伤，怕是自个摔着碰着，或是遇到野兽了吧？一个丫头怕是做不到这样的地步。就是她做的，不可能。看到李进宝这样，不仅是大夫，就连同送他回来的村民也有些瞧不上他这行为。静宝，你可不能这么不讲道理。你躺在地上叫的时候，多亏了人家二丫将我们叫过去捏。我知道你就是怕有了这恩情，人家会缠着你不放。可人家二丫不是那样的人啊。可不是吗？我劝你们啊，好好给人家二丫道个歉。一个大男人非去冤枉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丫头，害臊不？众人说完就失望的离去了。躺在床上的李进宝有苦说不出，只能哀嚎个不停。不过好在李家这边还是有明事理的人，生怕别人以为李家其他几房都不是好东西，所以立马捉了一只老母鸡送到了宋家。王二婶子，二丫头的事真是对不住了，我们李家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，只好拿了只老母鸡过来赔罪，给二丫头补补一下身子。李大哥，这鸡我们不要，你拿回去吧。娘，干嘛不要？这是他们欠我们的。李伯，你放下吧。嗨，还是二丫头爽快，那我就放这，先走了。等李家的人走后，宋英便来到自家后院，又继续研究起了他的空间。这野菜干巴巴的，连小鸡仔都不想吃，用灵水浇灌试试看。浇灌完野菜后，宋英就搬了个凳子盯着野菜看。阮氏见状走了过来，阿英，娘去帮你三婶婶栽秧了，你自个儿在家注意些，要是不舒服就回屋歇着，知道吗？宋英眉头微皱，看了看阮氏手里的篮子。娘，三叔家的人现在都在田里吧？除了去帮忙的阿爷阿奶，他家6口人的吃食都要我们管吗？哎，娘总不好去你三叔的厨房里偷拿东西吧？娘，你替他们家干活，看在亲戚关系上不收谢礼也就算了，但万不能还赔上自家的东西。这些饼子虽然不贵重，但有一便有二，贪心可不能惯着。况且三房那边6口人，我们家也不宽裕，他家一顿，怕都够我们吃2顿了。阿英，娘也知道这个道理，只是如果只有你三叔一家也就算了，但你阿爷阿奶也在呀。我要是偷摸着去三房做饭，你阿爷阿奶岂不觉得我不孝，连点米面都不肯出？咱家还有白面的吧？
那边用白面给爷奶做些饼子，再去三叔家用粗粮给他们做，如此就合情合理了。阮氏听完后也觉得这法子可行，但还是怕三房那边不舒服，为了这点米面，弄得大家脸上难堪。宋英见娘亲一脸为难，叹了口气：“算了，娘，左右也就这2回，您要是觉得不妥，便听您的。只是回头干活的时候，也莫要太辛苦了，女儿会心疼的。”哎，娘知道了，以后会注意的。说完，阮氏便拿着篮子出发了。阮氏一走，宋英又继续观察起了那些野菜。这才短短的时间，原本干巴巴的野菜竟然变得绿油油的，不过并没有长大的趋势。难道空间淋水并没有催生效果，只能单纯的提高植物的质量？就在宋英疑惑的时候，院子里的小鸡仔以及李家送来那只老母鸡似乎也发现了好吃的，蜂拥而来，啄食着野菜。接上集，阮氏给三房他们送来了饭菜。二嫂，你亲怎么这么慢呀？可把爹娘都饿坏了。家里刚好有点事，所以耽搁了一下。饿着我们不要紧，可别饿坏了爹和娘呀。抱歉，这是今天的饭菜，弟妹你拿给爹娘他们吃吧。二嫂，今天的馍怎么这么辣嗓子？怎么不用细面做啊？家里只有这些糙面，要不明儿用老三家的厨房做细面馒头给爹娘吃。哎呦，二嫂，你现在连这一点米面都要算计吗？爹娘，不是我多嘴，我们年轻人吃点糙面倒是无所谓，可是爹娘你们上了年纪，干活累了还吃糙面的话，对身子可不好。宋老头和老太太平时就偏着三房那边，听到三房焦氏这样说，于是便开口说道：“是呀，阿英他娘都是一家人，怎么连这点米面都不舍得，还斤斤计较呢？娘，我……”阮氏还想开口解释道，就被宋老头打断了。好了，大家抓紧时间，吃完东西就继续干活吧。就这样，等三房一家吃完饭后，阮氏便一直帮忙干活，直到傍晚，这才回到家。娘，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是谁欺负你了吗？哪里会有人欺负娘？是不是三婶他们？怎么了你？阮氏知道自己女儿聪明，肯定瞒不了她，只好如实把白天的事说了。也不是大事儿，就是中午带着饭菜过去的时候，你三婶说了我几句，我一时冲动就回了2句嘴，你三婶便说我斤斤计较，明不敢请我干活了。娘，既然他说了不请你，那明儿你就别去了。您这般辛苦，不道谢一声，竟还欺负你，爹和哥哥要是知道了也会伤心的。那哪行啊，要是不去，你阿爷阿奶那不更不高兴吗？您就是去了，他们也不会感谢您半分，那何必这么操劳呢？阿爷阿奶对娘本就不满意，您做的太多，他们还是不满意的。与其上赶着被训，还不如在家里清静。宋老头夫妻俩是真的不喜欢阮氏，可能是因为其性子软，再加上生的子女少。好，娘明不去了，只是咱家地少，娘也不好在家闲着。娘就安心在家陪陪我，我在侯府还学了不少绣花的花样，明儿和娘探讨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呀。二嫂，赶紧走吧，再不走的话都晌午了，再晚些，这活今天就干不成了。三婶婶，您不是说今不用我娘去干活了吗？正好我也有时间，就让我娘在家教我绣荷包了。不去了。是呀，是您不让我娘去的呀。阿英，娘，没事，我来说。阿英呀，咱家地多，没你娘帮手，这活也干不完，你就行行好，等晚上婶婶给你煮个鸡蛋吃。那可不好拿三婶婶家的东西，如今已经分家了，我娘给您帮忙是情分，不去您家干活那也是应该的。我娘昨儿又是做饭又是栽秧，真是累着了。听到宋英这样说，焦氏知道阮氏今天不去地里帮忙，肯定是宋英的主意，再叫下去的话也没用。不去便不去吧。刚说完正想走时，宋老头和老太太也出来了。爹娘，二嫂昨儿累着了，今不想帮我家干活，就只能麻烦你二老多辛苦些了。阮氏看到宋老头和老太太就有些慌了，刚想开口解释，就被宋英打断了。阿爷阿奶，着实不是我娘不想干，是三婶婶要求太高了。昨儿我娘忙活了一上午，自己都没吃一口饭，就先给三婶婶送了伙食，谁知道还被三婶婶嫌弃饭菜不合适。我家米缸面缸都快空了，实在拿不出那么多好面饼子，我娘忧心的一夜睡不着，导致精神也不好。再加上是三婶婶自家的地，与我家也没什么相干，便麻烦三婶婶自己干了。听到宋英这样说，二老看了看宋英，沉思了一下，脸面上有些不太好看的说道：既如此，就让你娘歇着吧，剩下的活也没多少了，你也多和你娘学一学，女孩子家家的，不要有这么烈的性子。你三婶是长辈，你如此这般的咋咋呼呼，成什么样子？宋老头说完便往外头走去了。焦氏见状也不好多说啥，只好对着自己的孩子发脾气：都还愣着干什么？想和英丫头一样在家闲着啊？你们可没这个命，快走！宋英看到这嗤笑了一声，她可不是原主，面对这些情况，心里可是一点压力都没有。
要变天喽！老二家的这个离开2年，果真是不一样了。可不是吗？才病好2天，这嘴也利索了不少。等三房他们走后，阮氏便来到了后院打扫收拾。这是鸡蛋，阿英，你快来！娘怎么了？阿英，你看李家给咱们的这鸡怎么下这么大的蛋呢？宋英也被阮氏手上拳头大小的鸡蛋吓到了。这不对劲呢，李家送来的这只老母鸡压根就不可能会下蛋了，怎么突然下了3个这么大的蛋？嘿嘿，可能是咱家风水好吧。宋英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心里是知道怎么回事的。这老母鸡肯定是吃了他用空间灵水浇灌的野菜，才会下了这么大的蛋。阿英，你昨喂鸡了吗？对啊，我捉了好些地虫，这母鸡吃得又饱又撑，多下几个蛋也没什么稀奇的。听到宋英这样说，阮氏还是有点懵。正这时，门口传来了叫唤声：“阿英他娘，有人在你家地里打起来了。”大嫂子，您说我家地里怎么了？你快去瞧瞧，李家兄弟俩在你家地里打起来了。这俩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家才在的秧都被霍霍了。当阮氏和宋英赶到自家田地时，就看到李家兄弟俩正在田地里打架。地里刚种好的秧苗已经被踩得七倒八歪了。你们在做什么？这是我家的地。阮氏这一叫喊，打架的2人才松开了手。一个是李进宝的父亲，一个是李进宝的大伯。你们兄弟俩有什么矛盾，非得在这里动手？你们问问这个畜生，刚才想干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干。你不说是吧？你不嫌丢人，那我替你说。刚才我瞧着他鬼鬼祟祟的往这边来，就在后头跟来瞧一瞧，就瞧见他将1竹筒的虫卵往宋二家这田里放。我刚要训斥他，这小子就趟着水往那田里扑，我吓了一跳，怕他从水里穿过去的时候霍霍了秧苗，死活拦着了。可他倒好，说我挡了他发财路，导致他的人生不见了。都是邻里乡亲，我这当大哥的可不能看自己的弟弟做坏事啊！人参，李三，你莫不是疯了吧？那是稻田，你家稻田里能长出人参来吗？瞧你也不傻，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东西？李三叔，你在我家地里放了什么虫卵？可能是大马虫的卵。前段时间家里几个孩子调皮，四处搜集了许多虫卵，还夸他们懂事知道除害，谁知道今儿被老三拿过来用了。李老三，我家和你有什么仇？是当初我们2家确实有意撮合你家进宝和我姑娘，可当时我明明白白的和你家婆娘说清楚了，孩子还小，等他16了，若是自个儿觉得进宝那孩子合适，再做主给他定亲。后来出现意外，也和你家说了，2个孩子有缘无分，我家可没拿你们李家一丁点好处啊。如今我闺女回来了，也没想着再入你家的门，昨你家婆娘就来我家怒骂一通，今天你竟然背地里使这种担子，你们还要不要脸？什么虫卵我不知道，老子今儿就是喝多了酒，不心摔在你家田里了，不就是几个苗苗吗？回头我让婆娘过来，将你这些稻秧重新栽上不就行了？老三，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？这可怎么办呀？这道马虫不只是吃水稻的根，还吃其他的作物，要是在这里繁衍开来，我们的庄稼都被霍霍完了。娘，不急，我有法子对付这些虫卵的。宋英上辈子毕竟是现代高材生，对付这些虫子还是有一定办法的。娘，咱们先回家，等爹和哥哥他们回来再说。也只好这样了。宋英和阮氏回到家，就把田里发生的事跟宋金山说了。我去找他们，这李老三简直无法无天，真以为咱们家好欺负吗？说完，宋金山就出门去找李家了，留下宋寻安慰阮氏。娘，您别急，我们家的田不多，即便受害也损失不了太多。哥哥，我知道些捕虫的法子，你和爹爹不如试一试呗。妹妹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说来听听。目前想到的有2种，第一是视觉诱杀，简单来说就是这水田里的害虫一般对2种颜色会有些反应，就是黄色和蓝色。我的想法是，咱们可以在田里插上这2种颜色的板子，然后在板子上涂一些带些粘性的东西，这样虫子被吸引过来的时候就会被粘住。至于第2种方法，就是养鱼、养鸭或是青蛙。不过养鱼肯定不行的，咱们这水田附近只有1个池塘，用水紧张，只有那种上好的水田，排水方便，能挖深沟的田才行。青蛙也不好，四处窜跳，叨扰邻田，而且那东西不用养，田里也会有一些，倒是鸭子，我觉得可行。宋英听完也觉得有道理，这个时候的水田毕竟不如后世那样排水方便。你说的那个黄板蓝板真的可以吗？我也没用过，只是看过一本书上提到的。那就都试试。孩子他爹李家那边怎么说了？现在李家乱着呢，闹着要分家，村长都被请过去了，咱家这事儿插不上嘴。李家真要分吗？能分得公正吗？李家那婆子最疼李进宝这个孙子了。怎么分那是他们家的事，等他们分完家再找他们算账。果不其然，第2天一早就传出李家已经分完了家的消息。李大最终也没分到什么好东西。虽然都是李家的人，但当时也多亏了李大帮忙，
我们才能知道那李三儿干的事儿。于情于理都该谢谢他，只是咱家里也没有什么好东西。理当道谢的，李三一家不是个东西，但李大确实还不错。现在他们也分家了，以后咱们家便和李大多来往些就是了。对了，雪儿和丫头呢？璇儿一大早就出去了，说是要去集市上买鸭子，阿英应该也跟着去了。让她出去散散心也好。哥，你去买鸭子吧，我自个去杏山上看看。阿英，杏山里头很危险的。没事，我就在外围待着，不会走进去的。好，那你要注意安全，莫要走太远了。我买完鸭子就回来找你。等宋寻走后，宋英便来到了杏山。此时的杏山上面长满了绿豆果，这绿豆果不是很好吃，基本很少有人来采摘。不过我有空军灵水，浇灌过后应该会有不错的效果。宋英左右看了一遍，瞅着四下无人，便调出灵水浇灌了3颗，随后又挖了2棵不那么高大的果树，移植到了空间内。做完这些后，宋英便坐下来观察起了果树的变化。这灵水就是神奇，原本微黄偏红的果实，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紫红色。此时宋寻买完鸭子回来了。阿英，想吃野果子了吗？我上树给你摘几个甜的。哥，不用，看我的。宋英说完，就直接抱着野果树使劲地摇晃了起来，树上的野果就一颗颗地掉到了地上。阿英，你的力气怎么这么大？嘿嘿，我也不知道呀，每年这力气就会长一些。侯府那边的老祖宗不是个有神力的武将吗？或许我是得了祖先的神力呢。阿英，李进宝不会真是你打的吧？哥哥觉得我打他很过分吗？当时我在捉地虫，他言语冒犯，我一时没忍住就揍了他2下，但也没想到他这么不抗揍，几下就趴下了。哥哥没怪你，只是你毕竟是女孩子，万一别人相信了他的话，那对你就不好呀。哥，我已经这样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这次我对李进宝已经算是客气的了，如果还有下次，我就直接剁了他。李进宝这事，你之后就不要沾手了。如果不出意外，这2日一定会有人过来和李家退亲，以后李进宝是个废养子的消息会传出去，他以后就甭想娶妻生子了。为什么会有人来退亲？村里已经有不少人觉得李进宝是身患隐疾，所以才会突然发病了。我只是想了个法子，将这事捅到了邻村。那与李进宝定亲的姑娘也是父母掌中宝，怎会容许女儿嫁给这么一个人？宋英惊讶地看着宋寻，万万没想到，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宋寻，竟然还是个黑芝麻馅子。咱爹并非不想替你出气，只是爹为人实在，干不出这事来。你别怪他，娘性子软了些，也没办法替你出头。但阿英，你还有哥哥，以后我会保护你。谢谢哥。哥，你来尝一下这果子。这果子的味道怎么这么甜？以前吃的时候都是酸甜中还带着几分涩。是啊哥，就这3棵树上的果子长得好一些，其他的不行，我们赶紧摘，否则会被鸟吃光的。好。阿英，你们怎么摘了这么多野果呀？这咱们也吃不完呢。娘，我准备和哥哥把这些野果拿到县城去卖。傻丫头，野果子不会有人买的，这山上到处都是，谁家的孩子想吃，自个儿爬上山摘就是了。县城那边虽然没有这野果，但城里的人也不是没见识的，怎能瞧得上这个？娘，您先尝尝这果子，可甜了。现在这个季节能吃的果子少，只要有人肯尝一尝我的果子，一定会买一些回去的。您尽管放心。娘，妹妹说的没错，果子味道挺好的，应该能卖出去。我明带上2筐去城里碰碰运气。听到宋寻这么说，阮氏和宋金山半信半疑的拿起果子尝了尝。这绿豆果怎么这么甜？去年我还摘过不少做酱料呢，那时候味道还酸酸涩涩的呀。是妹妹眼光好，挑的3颗都不错。不过山上的其他果树就不太好了，味道我尝过，和以前一样，很是酸涩。看来得想个法子解释一下灵水的存在，不然一直能找到好吃的果实也不合理。娘，我就说这果子甜吧，明早我就和哥去县城卖，肯定能卖出去的。行，那你就和哥哥拿去县城卖吧。第2天一早，宋英和宋寻就坐上了去县城的牛车。妹妹，我们就在这里卖吧。好。宋英他们刚把野果摆好，边上的人看到就忍不住泛起几分嘲笑。这也不知是哪家的败家子儿，遍地都是的绿豆果也敢摘来卖。孩子不懂事儿，以为这县城里的人没见过这种东西呢。小伙子，你们这果子要是做成酱，指不定还能卖几个钱呢。这样直接卖，没啥人买的。谢谢大爷的提醒，不过我们这果子和山上摘的那些可不一样，你看看，是不是个个都紫红紫红的，味道可甜了。嗨，你这女娃还真会说话。卖果子喽，卖果子喽！好吃香甜的水果，不好吃不要钱，保你吃了一个还想再吃一个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阿英，宋寻见到宋英这么吆喝，一是害羞，二是担心宋英这么一吆喝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会对他的脸上的伤疤指指点点。
哥，卖东西当然要吆喝吆喝，何况我还戴着围帽呢，不会有人多注意我的脸的。宋英这么一吆喝，确实引得不少人往这边看过来，可一瞧是绿豆果，顿时都不感兴趣了。野果好久没吃这东西了，我拿2颗尝尝，反正山上到处都是的，不要钱也没关系吧？可以呀，大哥先买1斤，付了1斤的钱，就可以和我玩一轮猜拳游戏。如果大哥猜赢了，钱就退给您，1斤果子白拿走。哟呵，猜拳怎么猜？石头剪刀布，3局2胜，简单吧？还挺有意思。行，如果你输了赖账，我就将你这摊子擒了。这野果多少钱1斤？5文钱。什么5文？这5文钱都够我在这县城吃2碗阳春面了。怎么不敢来吗？来，干嘛不敢？你敢信？这个穿越到古代的女孩，居然凭借着剪刀石头布这个游戏，成功卖出去了2筐没人要的野果。这位大哥，您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开始吧。来，开始。剪刀石头布。嘿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这把我赢了。哼，再来。剪刀石头布。大哥，3局2胜，你输了。哟呵，再给我来1斤。可以，哥，你先替这位大哥将果子包起来。好。哼，我就不信了，还玩不过你一个小姑娘。剪刀石头布。随着口号一落，男人这次出的是剪刀，而宋英出的是石头。紧接着，对方出了布，宋英则是剪刀，宋英又赢下1局。这怎么回事？真特么的邪乎了！给我再来1斤。毫无意外，第3局宋英又赢了，宋英连赢3局，引得周边不少行人连连叫好。你这小姑娘手段可以啊，竟然连赢了我3把，厉害！被宋英连赢了3把，男人觉得脸上挂不住，说完便故作大气的走了。各位叔叔婶婶，今日我和哥哥在这里卖果子，虽是野果，但我可以给诸位尝一尝，这味道绝对又香又甜。若有意想和我玩游戏的，也可以上前来买果子，买2斤就可以玩1局游戏，赢了不仅免单，还额外赠送10文。宋英说完就抓了不少果子，给围观的观众挨个发了一个。好吃！这绿豆果怎么会这么香甜？是呀，以前我摘的都是又酸又涩的。姑娘，果真买果子玩游戏，赢了还给钱吗？大家尽管试试就知道了。我和哥哥都站在这里，还能赖皮跑了不成？而且你们这么多人，我也跑不了呀。来，给我来2斤，这么好吃的果子，即便不赢，10文钱买2斤回去也不亏。好，哥，你帮这位大叔打包2斤果子，我跟大叔玩游戏。就这样，宋巡负责称重、包装、收钱，宋英便站在那里，专门负责猜拳，连战数人，次次都赢。不过宋英也知道不能一直赢下去，便故意输了2把，送出了20文钱。众人看到真的送钱，便争先恐后买起了野果。让开，都给我让开，让我先来，我别跟我抢。哎呀，别踩我脚啊，是我先来的。当然，这个摊主倒是很有意思，赢的多输的少。普普通通的绿豆果竟然卖得如此火热，这才一回都快卖完了。此女眼力很厉害，此女能十分精准地把控输赢，证明她能清楚知道对方要出什么，出手会比对方晚一步。可因为出手的速度太快，所以看不出有不对的地方。只不过这声音倒是有些耳熟，像是在什么地方听到过。野果子呢？卖完了吗？大叔，已经卖完了。我记得你刚才不是才买了2斤吗？姑娘好记性，不瞒你，我买了这野果回去，被婆娘训了一通。她一生气，将这果子扔家门口去了。谁知道被隔壁家的孩子捡了去，又恰好我家的孩子去他家玩，只给了我儿吃了2、3个，馋得他又哭又闹。这不就想着再来买2斤。今日份的已经卖完了，大叔要是想买，明日再来吧。不过大叔一定要看准我家买，我敢保证，只有我家的果子才会这么甜。其他人在山上摘的那些，味道与我家的绝对没得比的。宋英知道，今日他卖了这么多果子，明日肯定会有人效仿，也来卖绿豆果的。阿英一共卖出去了102斤，5文钱1斤，便是510文，再减去送出去的90文，最终赚了420文。宋巡说完，自己也惊呆了。要知道，这绿豆果放以前可是没人稀罕的玩意。哥，待会咱们去集市买点东西吧。好呀。来到集市的宋英，先是去买了一些瓜果蔬菜的种子，回去准备种在空间里面。随后又买了一些糖、面粉和糯米，打算不久后用来包粽子。买完这些东西后，只剩下10文钱了。哥，不好意思，这次赚的钱都花完了。不过咱们家里还有许多绿豆果，卖完了我还可以再去山上摘，到时候再和哥哥分账。说啥呢？野果是你找到的，也是你摘的，更是你想法子卖出去的，我为何要分钱？况且，即便都是我做的，这钱我也愿意给你。你莫要再说这种生分的话了。哥，我这不是与你生分，而是为了以后着想。
哥哥你都17了，常人家这个年纪也该结亲了才是，可因为我的事一直耽搁了你。若是哥哥你连个傍身的私房钱都没有，多让人笑话。以后我会想很多很多赚钱的法子，到时候都有哥哥一份。若是哥哥遇到了可心的姑娘，也能有银钱买钗环礼物送给人家。嘿嘿，哥哥会赚钱的，不过一切听妹妹的就是。哥，咱们先回去吧，等明儿再继续来卖果子。等宋英两人回到家时，宋金山和阮氏见兄妹俩身后的筐里似乎还是满满的，便开口道：卖不出去也没关系的，丫头好久没去县城了，就当是去游玩一趟。娘，卖出去了，这是我和妹妹买回来的东西。卖出去了，得了几文？哪里是几文，是几百文才对。绿豆果卖得特别好，刚过50，我们就将东西卖完了，一共得了420文。不过我又买了些东西，将钱花完了。什么？420文？阿英，你将野果子卖到了几文钱一斤？5文钱。啥？5文钱？你可真敢叫价呀！今年米粮还不到5文呢。嘿嘿，娘，我问你，我们的野果好不好吃？自然，比梨子和甜瓜味道还要好。那不就得了？5文钱很值的。实话跟你们说了吧，我有独家秘诀。当年在侯府的时候，我遇到一个老道人，那老道人仙风道骨，教了我许多东西，算是我半个师傅了。前几日我心慌出门，遇到师傅过来找我，他怜我遭遇，便给了我一样傍身的好东西。你们等一等，我去屋里拿给你们瞧瞧。爹娘，哥，我师傅给了我许多药丸子，这罐子里面的水就是一颗药丸化成的，这水是专门用来给植物治病、强身健体用的。植物和人一样，都需要补品，这便是补品。补品？没错，我寻到的那3棵果树之所以不同，正是因为用了药水浇灌的缘故。果树只需半个时辰，便可彻底吸收这些药水，从而变得强壮，结出来的果子也肥硕美味。真有此物，那为何不推广万民？若是家家田里都用这药水，岂不是人人不用饿肚子了？爹，既然是好东西，那自然是不可多得。药丸数量有限，师傅也怕我身上有好东西会被惦记，所以给我药丸的时候，让我许下了毒誓，不可让家人以外的人知道，否则我死无全尸。不，绝对不能告诉别人。寻儿，你一定要记住了，以后就算是你娶了媳妇，也不能将妹妹的事儿对他人言，明白吗？娘，我知道的。阿英，那药丸子呢？爹，东西被我藏起来了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师傅也说了，不让我将药丸子藏身的地方告诉他人，否则……好，阿英你藏好就行。阿英，这药水真如你所说那样神奇吗？爹娘，哥，你们若不信，明一早我们先去一趟山上，寻一棵绿豆果树试一试就知道了。续接上集，第二天一早，宋英一家人就来到了新山上。爹娘，哥，你们看好了，现在这几棵野果树的果实跟之前一样，都是酸酸涩涩的，待会我浇灌这些水后，就会发生不一样的变化。说完，宋英就往树根处浇灌了一些水。刚浇灌完没多久，果子的颜色就开始变化了，慢慢的变成了紫红色，甚至还散发出一股果子的香味。这竟真有如此神奇的东西！阿英，你遇到的莫非不是道长，而是仙长？那道人只是与我有些缘分罢了。道长师傅一向四处游历，只瞧着我可怜才赏赐给我的。阿英，那道长可有治脸的宝物？道长并非常人，怎会在乎容貌外物？也是。爹娘，这回你们信了吧？信。对了，爹娘，我们家的水稻田里我也放了几颗药丸，今年长出来的稻穗一定十分饱满。还有那蔬菜地也是，用不了多久，咱们就要有好东西吃了。啥？你在那地里撒了药水了吗？咱家这地根本就种不了多少东西，所以我就随便撒了些蔬菜种子。哎呦，这么金贵的水，你居然浇了整块地！娘，再金贵的东西也是拿来用的，不然留着干嘛？也是，用了便用了，等待会摘完野果，我得看看那地一下，里头也不知道长没长野草。这么好的东西，要是都让野草吃了，就浪费了。好了，孩子他娘，先摘野果吧，免得待会被别人看到了。等摘完野果后，宋英一家就来到自家的田地，可这才刚到，就瞧见李三在田地里东张西望的。李三，你怎么又在这里？是不是又想往我家地里放东西？大家相邻相亲，你的心肠怎么能这么歹毒？李三，我宋金山自问没有愧对你家任何人，上次的事情我没与你计较，如今你竟还赶过来。哼，谁想动你们的地？上次我在这里丢了东西，只是过来找找而已。李三说完，便一副愤恨的样子走开了。这李三鬼鬼祟祟的，到底在找什么？不会真的像李大说的那样，是在找人参吧？李家怎么会出这样一个人？幸亏当初没和他家谈成亲，否则丫头岂不是掉进了火坑？丫头，过2日就把家里的鸭子送到这田里来，到时候你啥事儿也不用干，就坐在那边的树荫下看着就行了，也省得李三觉着我们家人口少，整日想着来占便宜。
知道了，娘。等看完田地后，宋英和宋寻又带着野果来到了县城。果不其然，今天多了许多卖绿豆果的摊位。你们俩来得太晚了，简而易早，来了10来个一样的摊子，他们相互竞争。如今这果子的价格都被他们卖成了1文钱一斤。多谢大叔的提醒，哥，咱们还卖5文一斤。但若是有人来买，便说咱家的绿豆果数量不多，最多只能再卖5天。从明日就开始涨价，再不买就再也尝不到这么香甜的果子了。好的。旁边的大叔听到宋英这样说，诧异的看了这兄妹2人一眼。姑娘，这绿豆果到处都是，你怎么就说数量不多了呢？而且你家的野果怎么就与其他人卖的味道不同呢？实话与您说了吧，这野果是我在山中一幽静之处寻得的，那处阳光充足，还有山泉灌溉，总共有果树20棵左右，结的果子数量有限，所以只能卖这么几天，再多真就没有了。原来如此。宋英他们刚摆好东西没多久，就有人围了过来。相比于其他摊位，宋英这里的生意依旧火热，最大原因还是因为果子比其他家香甜。宋英他们正卖着时，有人突然喊了一声：“宋兄！”来人名叫姜子仓，与宋寻一起上过私塾。早听晋宝兄说你们家如今情况艰难，没想到竟如此不容易，逼得你7尺男儿都要摆摊赚吆喝。你卖的这是野果吗？宋兄啊，你有手有脚，当初也跟着先生学过些本事，当时先生夸你很有天赋，怎么如今却只想着不劳而获呢？江兄说笑了，野果也要摘取，怎算不劳而获？况且赚钱养家也是应该的，不论做什么，只要来路正，宋寻都不会觉得丢人。这便是令妹吗？当年你我私塾上学之时，也见过令妹几眼，当时你我皆知晋宝与令妹有些缘分，未曾想令妹也即便凤凰，便弃了晋宝兄。江兄慎言，无媒无聘，我家与李家哪来的缘分？江兄要是无事，不要打扰我们兄妹做生意。宋兄生气了吗？莫不是心虚？当初先生总说你宋寻天资聪明，将来必有大作为，又说我与晋宝兄不思进取，枉为男儿。如今瞧瞧你，可怜啊，竟开始打起野果的主意了。不像我和晋宝兄，我家中父母给我在县城置办了像模像样的铺子，晋宝兄也即将成家，宋兄这心里应该很不舒服吧？江兄以己夺人的性子还是没变，江兄在此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意了，如若不走，那我就只能叫巡官过来了。哥，你这就不对了。江大哥一看便是个宽厚知礼之人，大老远的跑过来与你打招呼，定是担心你的前途才会这样说的，对吧，江大哥？自然，我也是瞧着宋兄自甘堕落，所以才会劝上几句而已。我想宋兄不会这么小气吧？我大哥不会生气的，难得江大哥过来捧场，我们高兴都来不及呢。江大哥要几斤啊？看在江大哥是我哥朋友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些优惠。这旁人要买2斤才能猜拳，江大哥的话，每买1斤就可猜拳了。不管江大哥买多少，只要能赢1局，那所有的果子都免费。另外每局送你50文。买东西可以猜拳？是呀。这宋寻、宋英兄妹莫不是傻子，卖个野果子还玩猜拳？既然你们要是送钱给我花，我又怎好将白得的钱拒之门外呢？既然宋姑娘这么知礼，那我便却之不恭了。那不知江大哥要买多少斤？江大哥既然在城中有不错的铺面，那定是贵人出身了。想必要不是因着我哥的缘故，也瞧不上我这东西，所以买我这野果回去，想来是犒劳家中下人用的吧？这样的话，少也得10斤起买呢。江大哥，您真是我家的大贵人啊！1文钱1斤，对吧？那就来20斤好了。宋兄，别说我不体谅你。等等，江大哥误会了，我家的果子分为2种，一种是平平无奇的普通野果，5文钱1斤，估计你也看不上。另外一种则是特级果，50文1斤。什么？你当我傻？都是一样的东西，价格能相差这么多？别人家的果子只要1文钱，你们倒是狮子大开口。江大哥，我们要是狮子大开口，也不会要多送您一些猜拳机会了。您若不信，大可以4周问问我家昨儿和今儿有没有赢拳送钱的规矩，这规矩是不是也为您破例了？没错，他家的果子有5文1斤的，买2斤可猜拳，赢了就会免那2斤的钱，另送10个铜板。现在送的铜板多些，果子贵些也是合理的。猜拳可真，不能作假，不可耍赖。我只需赢1局，这些果子的钱也都能免了。一定不会耍赖的，而且是我和江大哥比，还不是我哥。江兄，我妹受了些刺激，所以头脑有些不清晰。你怎么也跟着？宋兄，你这就不对了。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可不能反悔。你这里还剩多少斤？今儿卖的比昨慢，如今还余下80斤左右吧。江兄不会是想……没错，我全包了，毕竟要照顾你的生意嘛，多给你些也是应该的。80次机会，哪怕只有1半的几率，我也能赢2两银。续接上集，姜子仓一下子买了80斤野果，引来了更多人的围观。来吧，江大哥，开始猜拳吧。这个青年人真是见钱眼开呀！
从昨天到今天，别人都以为这姑娘只是赢的可能性稍微大些，可实际上这姑娘是想赢便能赢的，这青年人可要遭殃喽。果不其然，连续猜了20把，姜子仓都没有赢过一局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我今日的运气怎么这么好呢？我可是真心想给姜大哥送银子的，姜大哥你要多努力些啊！哼，还没猜完呢，急什么？来，继续。姜大哥你要加油呀，还剩最后10局哦。宋兄，我仔细一想，姜大哥不会是想耍赖了吧？我觉得你一定不是这种人，耽搁了我们这么久，要是不买的话，那不是诚心在这市集上找事儿吗？而且我这摊子上的野果味道绝佳，货品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大不了找巡官作证。听到宋英这样说，围观的群众也纷纷指责姜子仓，没办法，姜子仓只好硬着头皮比下去。嘿嘿，姜大哥，这80局都是我赢了，多谢姜大哥照顾生意。看在姜大哥买这么多的份上，这筐便送给姜大哥用着吧。宋兄，你我同窗一场，没想到你为零银子这么算计我，杀出杀到我头上来了。也罢，你家穷苦，我出些银子接济接济你也是应当的。你对不住我却不能和你斤斤计较。听闻令妹的脸毁了，容颜丑陋，想来这辈子也嫁不出去了。这钱就留给令妹养老用。至于这野果子，我与你可不一样，还没落魄到要用野果饱腹的地步，便也留给你好了。那就多谢姜大哥了。这果子我们已经卖了，再收回重新卖出去也不合适。这样吧，既然姜大哥如此大方，我便做主将他们都送给大家伙了，见者有份。宋巡，你这么能赚钱，那看来酒楼那边的账你也不想算了。既然这样，回头我和掌柜的说一声，就不让你过去了。姜子仓说完，便转头气哼哼地走了。哥哥，这个姜子仓和你干活的酒楼有关系吗？那个酒楼是2人合伙的生意，姜子仓的母亲是那2老板的表妹，关系不多亲近，但姜子仓却也还是要喊2东家一声表舅。不过没事，且不说2东家会不会听他的话，就算真的听了也无妨，少了酒楼的对账活计，我多抄些书就是了。更何况这城里店家这么多，需要账房先生的也有不少。但需要哥哥这么年轻的账房先生不多吧？嘿嘿，你这丫头现在可真是个鬼灵精了，以后我怕是骗不到你喽。没错，当初也是这酒楼东家急着要人，我好一番请求，他们才乐意用我。我若是被人赶出来，声誉多少会有些影响，不好再找同样的活计。哥，既然这样，那这活干脆别干了。想当初你也是读过几年书的，当时先生也夸你有份，为何不继续读下去？以前是阿爷阿奶拦着，如今咱们分家了，爹娘肯定乐意供你读书的。听到宋英这么说，宋巡平淡的眼中闪过几分光亮，但很快就沉寂了下去。我这年纪再去进学也不合适。70考童生的老头都有，你才17，怎就不合适了？况且哥哥平时给书肆抄书，什么书没看过没读过，若真正学起来，定比谁都快。你是不是担心钱的事儿？哥，我现在身体特别好，根本不需要吃药。你也看见了，我是能赚钱的，咱家的情况肯定会越来越好。算了，阿英，不说这个事，咱们收拾一下回去吧。宋英大概也知道宋巡在担心什么，考学要花的钱不只是笔墨纸砚，更多的是名家书籍以及名师指点。现在他们家一穷二白，若是再供个读书人，那日子就更难了。对了，阿英，姜子仓这钱不能给爹娘，爹为人敦厚，要是知道了，定让你还回去。还有你的脸，虽然不能根治，但省城有上好的药膏，让疤痕淡化些也是好的。所以这钱你好好攒着，不要乱花。4两银我不能全拿了，也知道哥你肯定不乐意要，所以给爹娘一些之后，这钱再分你一半，我先替你留着，等将来我要是需要银钱做生意，便用这钱搭伙分成，等赚钱了再一并给你。阿英，你要做生意，这生意可不好做，你还是攒起来吧。哥，我在侯府的时候，日子过得特别艰难，那时候丫鬟的阅历都比我多，我没钱疏通，更没钱给自己开灶，每个月有一半的时间都在饿肚子。你知道饿肚子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吗？那时候我就想，若有一日我能金银满屋就好了。现在我自由了，当然要努力完成自己的心愿。一提到侯府，宋巡也不好说什么了。那钱都给你，我不要。该我的我才拿，不该我的我也不能要。那好吧，我就只分1两，否则咱俩谁都别要，让爹将钱送回去算了。好，1两就1两。大人，您特地过来喝茶，不会就是想听这兄妹俩人聊天的吧？他们莫不是哪里来的惯犯？我看也像，尤其是这女子戴着围帽不肯露面，定有猫腻，还有那财权的手法，实在不像普通人。他们还提到了侯府，这姓侯的人家莫不就是被害人？大人，要不我把他们捉过来审问一下？只是普通人，无需多管。是，想不到当初延平侯那位已故的大小姐竟然会在此处，怪不得昨日听声音觉得有点耳熟。走吧，城西那边还有点事。是，大人。从县城回来后，天色还尚早，宋英就准备去看一下自家的田地。
可刚到附近，就有瞧见李三在自家田地里东张西望的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。有没有？怎么可能？难不成那长腿的人参跑到其他人家的地里去了？人参还长了腿，这李三莫不是真的疯了吧？当家的，你怎么像个游魂一样？家里都闹成这样了，你怎么也不给我们娘俩出个主意？进宝这婚事可怎么办啊？那姓方的忒不是个东西，竟然有脸找人来问进宝是不是有隐疾？都定亲了，他们几个意思啊？多大点事儿，不就是婚事吗？等我找到东西，什么方家，我还瞧不上呢。到时候咱们举家搬到城里去，给进宝找个城里媳妇。还城里媳妇呢？乡下的都要跑了。宋家那丫头可真晦气，自从沾上了他们家，我们进宝倒霉透了。如今她这身上是不疼了，可亲家竟然想退婚。当家的，你到底在找什么？难不成这田里还有金子？就是有金子，你妇道人家知道什么？算了，今儿就先回去，明你陪我一起过来找。等李三夫妻俩一走，宋英刚想过去查看一下情况时，就听到不远处的草丛里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什么东西？难道有蛇？这是我看花眼了吗？这人参怎么还长了腿？难道是因为我给这地浇灌了灵水，所以才把这人参吸引过来的吗？这金光怎么回事？上次吃了空间里的果实就见过一次。宋英正疑惑着，手心的金光就自动朝着人参射了过去。顷刻间，宋英觉得自己和这人参之间隐隐有些联系，下意识想让他不要动。你这个人类对我干了什么？快放开我，要不然我吃了你！你这人参不仅会跑，还能说话，嘿嘿，人参成精少也得几百年，应该很值钱吧？人参精听到宋英想要卖他，吓得一下子变成了人形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不要吃我啊！我花了1000年才能成精的，我好不容易才长这么大的。你居然还能化成人类的样子，不行，你快变回去，不然你这样子我还怎么卖啊？我不想要被卖啊！你们人类真的太狡猾了，你用的是什么法子，竟然将我捆住了？快把我放开！可你在我的田里偷灵水，我不卖你的话，不就赔本了？你骗人！那怎么是你的灵水？你就是个凡人，凡人才没有这么大的本事。如果我是凡人的话，怎么能将你捆起来呢？你难道是仙人？不可能，我都成精了，仙人都是善良的，不会吃了我的。难道你是大魔头？嘿嘿，我问你，你要认真回答。如果敢骗我，我立马就将你带回家炖了。如果你老实听话，我有的是灵水给你喝。看在你很有价值的份上，我没准还能养着你，用来当传家宝。哼，我才不要当传家宝呢！你是被我的灵水吸引来的吧？这灵水对你有什么作用？灵水是什么？我只知道这块土里有很多特别的气，只要我多多吸收，就可以让我尽快的长出头发来。你成精多少年了？有什么本事？山上像你一样的妖精多吗？你说的成精是生出灵智来，还是化成人形？我是人参灵物，要500年生智，1000年化形。至于我的本事，好吃算不算？就是你们人类说的补五脏、安精神、定魂魄、除邪气，久服还能延年益寿。还有吗？其他的没有了。我只是个植物，不是动物，当然没有特别的能力。我若是能上天下地、开山移海，那我就不是灵物，是仙人了。你还没说呢，这山里跟你一样的妖精多不多？你以为灵物都是大白菜吗？植物成精的特别少，需要年份和机缘的。那动物呢？动物生出灵智就比我们植物容易许多了，但是山里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。你知道控制你的金光是什么吗？那是你的东西，我怎么知道呀？刚刚这金光往人参精身上一打，身体的体力就感觉耗尽一般，看来这金光只能偶尔使用，不能常用。不过应该有强大金光的办法。只是宋英正想着，就听到不远处有人喊了他一声：“阿英，你在地里干嘛呀？快回家吃饭了。”我娘已经看见你了，所以你最好老实一点，装作是没人要的孩子。如果你原地变成人参精逃跑的话，之后所有村民都会知道山上有你这只千年人参的，到时候烧了山也会将你找出来。哼，你这个大坏人，我不敢跑的，你先把我放开，我动不了。宋英念头一想，禁锢人参精的金光就消失了，同时宋英还能感受到人参身体里残留的一丁点金光，这相当于坐标，以后也不担心人参逃跑。咦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？咱们村的吗？我怎么没见过？长得可真白嫩，脸蛋圆滚滚的，真可人疼。娃娃呀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家呀？娘，他是没人要的孩子，刚才已经和我说了，他的爹娘都死了，叔叔不要他，就将他扔到山上来了，正好被我捡到。什么？怎么有这么歹毒的叔叔？才这么小，瞧瞧这脸，可怜巴巴的，也不知道受了多少苦。
是啊，大娘，我好可怜啊！刚刚还有坏蛋想要吃我。是山上的野兽吧？不怕不怕，有大娘在呀，将所有的野兽都打跑。阿英，都这么晚了，他也没地儿去，不如今就带回家吧。我和你爹商量商量，再想着如何处置。带回家吧，应该也挺好养的。听话的话就给些水喝，不听话的话就喂兔子，卖了也行。你这丫头混什么呢？这么小的孩子吓着了怎么办？娃娃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没有名字。哎，这么可怜呐！大娘的儿子读过书，回头让他给你取一个好不好？好。等宋英和阮氏把人参精带回家时，可把宋金山和宋寻吓了一跳。出趟门居然带回了个娃娃，这孩子长得粉白细嫩的，看上去也不像是别人丢的。等他吃饱饭，好好问一问，万一是自个儿离家出走的，可怎么办？家人还不急疯了。我没有爹娘，大娘，你不能送我走，山上有狼有老虎，可吓人了。我要是回去，肯定会被吃掉的。好好好，不走不走。当家的，他这么小，咱们把他往哪送啊？不如这样，先留下住着，左右一个孩子也吃不了几口饭。这谁家要是丢了孩子，那不得来寻吗？最近你和寻儿四处打听打听，真要是找到了他的家人，再送走也不迟。暂时只能这样了。娘，今从县城回来的时候比较着急，原本想着给娘买个簪子的，这1两钱娘收着吧，下次我再给您买。怎么这么多？金不也才带了100多斤的绿豆果吗？金卖野果子的人多，但是别人家的绿豆果都不好吃，所以我将果子涨价了。这不合适，只是些野果子而已，虽然浇灌了药水，但咱们卖这么贵，不够地道。爹，我懂，不过这绿豆果我再卖5天就不卖了，现在卖10文1斤也不算过分，况且很多人来买野果的时候都是会尝一尝的，若是觉得不值也不会买的。这钱先让你娘帮你收着，等你将来需要的时候再给你。对了，还有个事，今儿个李家那边的婚事好像黄了，只听邻村那家人来问李进宝是不是真的有野疾，虽然李家不承认，但那家人未必会信，为了自家闺女的后半辈子，多半会退亲，这一退亲，李家怕是会恨上咱家了。他们家凭什么恨咱们？他们李进宝自个儿身体有毛病，却要怪在我们阿英头上，也忒不讲理了。就算阿英真的打了他，但想想他做的那些事儿，他不该吗？要不是他，那群皮猴怎么会对阿英出手？爹娘，没事，李三他们一家不敢干嘛的，就算想干嘛，咱们也不怕他们。哥，你给这批孩取个名字吧，他以后指不定要一直在咱们家住着呢，没个称呼也不合适。我取可以啊，只是他要是回去找他娘了，也不好用咱们给取的名字吧。哥，他肯定只能待在咱们家了，就算回去，指不定也要常来我们家玩，有个名字方便些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叫宋林吧，简单好记。宋林，我有人名了，谢谢大娘，谢谢大哥哥。真乖。阿英，你带他熟悉一下咱们家吧。走吧，我带你逛逛。等宋英带着人参精来到后院时，人参精看到地里的野菜都惊呆了。哇，这么大补的灵物为什么给鸡吃？我要吃，我要吃！这是给小鸡他们吃的，不许你跟他们抢。我要吃！你这个大坏蛋，给看不给吃，还不如炖了我算了。咦，怎么还剩这么多野菜呢？一只老母鸡和7、8只鸡崽子早该吃完了呀。宋英正疑惑着，就发现只有一只黄鸡蹲在野菜地里，而其他的鸡似乎都在害怕它，不敢靠近野菜地。这鸡不会也成精了吧？成精，想得美！哼，不论动植物成精都是要有灵台的，鸡崽子竟然还妄想成精，再给它100年，它也长不出灵台。你没觉得这只鸡仔吃独食有些聪明吗？那野菜是大补之物，谁都能看得出来，一般动物都会有领头王的，或许它只是有领头王的潜质。听到人参精这样说，宋英也觉得有一定的道理，毕竟鸡成精还是有点离谱的。以后你就是宋林，我们家的养子，偶尔你可以回山上，但大多数时间还是要待在我家，怎么样？你想让我当人类？你想不想喝灵水？人类想要吃好的喝好的，都要努力工作，这才能赚到想要的东西。你以后就替我工作，只要你做得好，每天都有灵水喝，怎么样？啥？每天？我不信，那可是大补之物，是好东西，不可能有那么多的。是吗？你看这是什么？宋英说着，便从空间里召唤出了灵水。人参精看到宋英手上的灵水，震惊的一下子说不出来话。哇，姐姐，我以后就是宋林了，以后我会孝敬干爹干娘，孝敬姐姐和大哥哥的。灵水真好喝，姐姐，我每天都想喝，这样我就能长出很多头发来了。好喝吧？以后乖乖听话，保证每天都有灵水给你喝。
正这时，宋寻走了过来。妹妹，阿爷阿奶叫我们过去一趟。阿爷阿奶找我们有什么事吗？还不清楚，先过去看看吧。爹，家里出什么事了吗？前几天李家分家的事情你们也都听了吧？李家大房因这没分这东西，便不愿赡养父母，不知道你们怎么想？这心里会不会也觉得我这个当爹的一碗水没端平，对我有意见？爹说的哪里话？我们家和李家不一样，李家是过于偏疼幼子，但我们家爹对我们兄弟4个都好。我听说你给李大家里送东西了。听说二哥送了拳头大的鸡蛋，二哥也不知道先拿过来孝敬孝敬爹娘，倒先送人家去了。不会是同情李大，觉得李大不管父母是对的吧？老四，我要是敢这么想，就让老天爷劈了我。爹，那李三不是个东西，往我家地里放虫卵，多亏了李大，我家才知道的。于情于理，我也该感谢人家，家里实在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，所以就只能将鸡蛋送了过去。李大帮你一把，是该谢谢人家。不过李大到底是个不孝顺的，为了咱们宋家的名声着想，以后还是远这些。阿爷是担心我爹学坏，还是担心别人说我爹和李大伯同病相怜，才会互通往来呢？阿英，大人在说话呢，你怎么没大没小的？不是在大户人家学了近2年的规矩吗？这大户人家怎么还不如咱们这泥腿子农户呀？我家大丫没出嫁的时候，可没像你这样啊。大伯娘，你还是老童生家里出来的呢，您家老爷子不也没教会您文绉绉的说话吗？好了，都别说了。老二，你这日子也不容易，英丫头养在咱家也算是缘分，即便不是亲生的，但都养这么大，也不在乎多养几年。不过女孩子大了还是要嫁人，我和你娘商议过了，最近给英丫头找个婆家，免得常留在家中有人闲话。爹娘，阿英才回来没多久，我还想多留她些日子。女孩子大了，留来留去留成仇，更何况阿英这条件本来就不好找人家，趁着现在年轻好生养，还有人要，要是再留下去，哪里还会有人要？可阿英现在这样，我想给她治好脸再说。听闻省城那边有上好的药膏，可以淡化疤痕。英丫头这脸上的伤都快能见着骨头了，得多贵的药才能治得好？你若真有那么多钱，倒不如给寻儿攒起来，她也该娶妻生子了。阿爷，我的事不急。至于妹妹的婚事，爹娘也不是不想让她出嫁，只是如今找不到合适的人选。若有那年轻上进又不嫌弃阿英容貌的，我想爹娘也会考虑的。真有那样的，怎么会看得上阿英？大嫂，你不知道阿爷阿奶准备给我找什么样的人家呢？你阿奶有个亲戚家的孙子，半边脸盖着红色胎记，腿脚也稍微不太好用。家中兄弟5个，只有他都30了还没娶妻。我们老俩口觉得这人虽然是有些毛病，但生儿育女没有问题。那人还有一手边框的好手艺，养活你也不是难事。我不同意。对，不同意。阿英只是毁了脸，我愿意养她一辈子，绝对不嫁给你们说的那个人。老二，你以为我们愿意做这个恶人吗？你自个动脑子想想，这闺女到底能不能养一辈子？听到宋老根这样说，宋英懵了一下，随后也明白了。说到底，宋英毕竟不是亲生的。宋英要是一直不嫁人，宋寻也一直不娶妻，时间久了，难免会有那多嘴多舌的人胡说。英丫头，想当年你亲生父母不要你，将你送到我家来，我见你粉雕玉琢，着实可爱，想都没想便留了下来。那时你娘才生养，我便将你给了她。这些年她待你胜过亲生。咱家这边，你大伯母、3婶子、4婶子，或许有些不地道的地方，但从前对你也是客客气气的，并无大错。寻儿就更不用说了，难道你要温将仇报吗？爹，你别逼我们，您老再清楚不过了。他们就是亲兄妹一样长大的，和别家兄妹也并无区别。我们自家人自然是没有怀疑过。二哥，寻儿为人我们都清楚，不会做出那混账事儿来。不过实话与你说了吧，寻儿兄妹俩这2日同进同出，租了牛车一起去县城卖东西，被那村口的包赖子看见了。他那张嘴什么样，咱都清楚，白的也能说成黑的。我今天遇到他，他便问我咱家什么时候办喜事，当时在场的可不止我一个，这左邻右舍的听到了，怎么看你这一对儿女？什么？我去找包赖子算账？你找他有什么用？你能堵得住全部人的嘴吗？老二，爹不是逼你，是劝你，女孩子总是要嫁人的，嫁了对谁都好。宋英见此情景，也不愿宋金山和阮氏再为他受累，于是便开口道：嫁人是可以的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妹妹，不行，别人怎么说我不管，咱们自己行得端坐得正就行。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，要是想要多一点嫁妆，阿爷也可以替你置办，保证不会比大丫出嫁的时候差。不是嫁妆的事，
阿爷的目的无非就是让我自个儿立出去，不住在宋家而已。那也简单，我朝规定，未婚子女父母上再不可单独立户。那您让我嫁给个无亲无故的坟头就好了，立户时有个丈夫的姓名不就行了？胡闹！你想结阴婚，绝对不成。你这脸虽毁了，可还是个黄花大闺女，让你一个大活人去结阴婚，我宋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况且那麻子虽然有些问题，可好歹还有口气，知冷知热有人照顾你，死人有什么用？等你嫁出去，难道要守着坟头过日子？宋老根是偏心没错，但他只是想着宋英赶紧嫁人，以免祸害他那些亲孙子的名声。可要宋英嫁给一个死人，他还是做不出来的。毕竟要是这样，宋英这一辈子就算毁了。阿爷，给我找个死人做夫，对您的名声是有些影响，可对宋家上下的子孙来说可是好事。现在要么选个死人，要么我就留在家里哪也不去，左右我哥也不怕我祸害。阿英，不能这样，咱们谁都不能嫁，要不然你以后怎么办呢？娘，我觉得这个方法最好，只是户头上多个名字而已。我如今这模样嫁人，肯定也不会幸福的。等我自己出去立户了，我便搬出去住。咱村不是也有以前留下的破屋吗？我寻个离咱家近的，先住着也行的。你还要搬出去？你这丫头，你是不知道村里那些旧房子都是什么样，那些地不干净，你一个人出去住，娘不放心呢。娘您放心，我这里还有些银两，将屋子修一修就可以住了。你要是觉得我没人陪会孤单，今不是捡了个娃娃吗？若是他的父母不来寻，那便将他挂在我的户下做孩子好了。如此一来，等我老了都还有人养呢。阿英啊，你怎么能什么都想好了呢？你这样让娘怎么放心的下呀？娘，阿爷说的也有道理，所以我现在这个方法是最好的，既能嫁出去，又避免所遇非人。倘若将来我这脸好了些，或是遇到个不错的人，也还是能改嫁的。英丫头，你可知道寡妇不好做？我知道。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一旦你自己立户，娘家最多给你些帮衬，但一日三餐都要你自己想法子。我有手有脚，能养活自己。哼，行，你自个不嫌嫁个死人丢脸，我也不拦着你。可你得记住，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，今后过得不好，别来埋怨你阿姨阿奶。当年阿爷将我带回来养，让我得到爹娘疼爱，这事儿我记一辈子。但婚姻大事，我自己做主，从此以后当门立户，绝不后悔。行，那明儿我就去问一问李正，给你找个合适的人选来。那就麻烦阿爷了。阿英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我是你哥哥，是男人，去县城过活没什么大不了，反倒是你平白无故成了寡妇，让娘怎么受得了？你哥说的对，左右我们二房已经分出去了，大不了爹带着你们全部搬出去，就算挨骂，那也是我们二房的事儿，和其他人无关。阿英啊，这可是大事啊，你不能就这么做主了。爹娘，哥，我是认真的，而且这也是好事。好事？哪里好了？娘，你也不能将我留在家里一辈子，我迟早都是要出去的。另外，我以后要是想做些生意，就不会连累咱家改农为商了，如此我哥还能科考。还有就是我自己也不喜看人脸色过日子，留在宋家，叔伯们多少也会因为我不是亲生的，对我稍有些挑剔，亦或是担心我连累他们。我走之后，大家都松快，你们也能抬起头来。哎，是爹没用，若我们家的人都能搬出去，爹搬出去又能怎么样？别人会造谣，不是因为咱家只有2间屋，而是因为我不是亲生的，再加上我容貌尽毁，大家都觉得我嫁不出去，定会贴着哥哥不放，所以这与住在哪里无关。宋英说的也是实话，宋老根作为宋家的大家长是偏心没错，但他也是为整个家族着想。当初原主被侯府送回来的时候，宋老根也没多说一句嫌弃的话，甚至也让原主放宽心，好好养病。若不是有人多嘴多舌，他也不会逼宋英嫁人。哥，剩下的绿豆果你带去县城卖吧，即便没有我猜拳，咱家的果子好吃，也照样能卖得出去。好。此时宋英一家的气氛十分低沉，就连站在一旁的人参精都能感觉得到。人类好奇怪，情绪怎么这么复杂？英丫头，你想明白了吗？虽然你不是我亲孙女，但你亲生爹娘也是咱宋家同宗同族的人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往火坑里跳。这几日我打听了一下，你要是不想嫁给那个麻子，还有其他人选，再不济放出风去，让媒婆上门。阿爷，如今能看上我的都是什么人，咱们都清楚的，所以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。好吧，你是个有主意的人，我也拦不住。我在李正那打听过了，3年内过世的后生，比较合适的有3个，你挑一挑。第一个是因病去世，身家清白，上无父母下无子女，不过有2个兄弟，若户籍上写了这人，只需偶尔与亲戚之间来往一下。我不想有什么亲戚往来，
这个算了吧。第二个是意外身亡，原配难产，留有一个7、8岁的幼子，家中还有个老娘，并有田产土地。若是选了他，那便是白得了傍身家财。最后一个呢？第三个是猎户之子，猎户死后，他便无亲无故，于是外出寻找出路，再也没回来过。此人名叫霍龙，每年都会派人给村里送些银子，用于铺桥修路造水车，名声极好。前些日子，李正得知其死亡消息，有人将其尸骨送回家乡安葬。这第三个无亲无故，再加上名声也好，正好弥补我这名声不好的，以后也少了许多麻烦。阿爷，我就选第三个吧。这第三个霍龙，李正感恩其每年照顾乡邻的恩泽，还想给他立个碑呢。如果你做了他的未亡人，往后在村里也会受些照顾。你捡回来的那个孩子，若真的一起带过去，那李正就更得谢谢你替此人延续香火了。这事儿好办嘛。李正说了，霍龙于村里有恩，若你愿意，便说你在离开杏花龙的那2年与霍龙相遇，定下婚约，只是不知他竟已经身亡。如今得知，仍愿履行婚约，如此名声好听，旁人也会尊你敬你。行，那就这样办吧。阿英，真要定了，就没有回头路给你走了。阿爷，定下吧。宋老根见劝不动宋英，也只好去找李正办理剩下的手续了。阿英，这簪子是你从侯府带回来的，你好好收着，实在缺钱，娘又顾不上的时候便当了。家中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就剩下这亩地和2两银子，你也拿着，以后过日子用。咱家就这1亩地了，娘自己留着吧。你爹码头扛包还能赚钱，你哥哥也有活计能做，以后还能攒起来的。宋英本不想收的，但是现在阮氏情绪不太稳定，只好先暂时收下银两和地契，等之后再有机会慢慢还回来。阿英，你有主意，觉得这样做好，那娘就信你，但往后要是委屈了，就记得回来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娘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最终，在阮氏的软磨硬泡下，除了一些衣物被褥和锅碗瓢盆外，阮氏还让宋英把家里的鸭子也带上了，还带了那只看上去比较聪明的黄鸡。这新家虽然破了点，但与宋家2房相比，宽敞多了。年久失修，这院子里还长出了不少狗牙根，这狗牙根晒干了能入药，可以卖几个钱。宋林，快过来帮我一起拔草。我可是灵物，你居然让我拔草！以后还想不想跟着我混？不好好表现的话，就没灵水喝了。我们一起把这些狗牙根全拔了，然后洗干净晒干，可以卖一些钱。这又不是我的同类，他们能值钱吗？你卖他们还不如卖我呢。我去泡个澡，洗出来的就是人参汤。人参汤，不错不错。你这么一说，倒是提醒我了。咱这村外往西走，便有条大河，那河通南北河运，每日有人在码头做工。往后你跟着我一起去开个铺子，每日参汤炖鸡，一定很美味，还能卖个好价钱。你还真打我的主意呀！我听话拔草还不行吗？你这个大坏人！按照户籍上的身份，你还得叫我一声娘呢。你们灵物修炼成人，总不能只求个外表，不修内心吧？听到宋英这样说，人参精一愣，想起了自己爷爷说过的话，他这样的灵物不能只晒太阳和吸收月华，还是要吸收人烟，这样才能长慧根、清灵台。娘，嘿，这称呼主要是叫给外人听的，咱在自个家里的时候，你要是叫着不痛快，就叫老大好了。好，老大，这个狗牙根有什么用啊？下山的时候山坡上多的是，能卖钱，不过值不了几个钱。我准备把后院收拾出来，移栽几棵果树，后院的位置比较好，旁人也瞧不见。你要是想晒太阳了，也扎在后院，前院不行，人多眼杂，万一瞧见了，能将你一身须子都薅秃了。我知道了。这狗牙根能入药是不错，但是靠这狗牙根赚钱不实际。绿豆果是不能再卖了，不过这个季节倒是可以卖粽子。这2天我做一些出来，等回门的时候带回去给娘尝尝。这2日娘也不好去找你，都不知道你过得习不习惯。那边的房子可还稳妥？你爹只打扫了一番，都没来得及仔细修葺。娘，我很好，这2天我可忙着呢，将家中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下。对了，娘，您尝尝我包的粽子，如果好吃的话，我还要请您帮忙呢。粽子。爹娘，你们打开尝尝。哦，这粽子味道特别好，芦叶的味道很清新，糯米甜而不腻。没想到丫头还有这么好的手艺，娘头一回吃这么好吃的粽子。娘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做的粽子味道不错，但就是卖相不好。您手巧，所以我想请您帮我包粽子，我负责卖。也成，是个合适的营生，娘帮你包。丫头，你这粽子和以前吃的不太一样，是在侯府学来的吗？差不多吧，是我看过的一本书上写的。娘，您先帮我包一些，我会去趟县城将馅料都买回来，做好馅料之后，
你要包的粽子可能就多了，到时候包一天，我给您100文，怎么样？真是的，娘帮你干活还能要钱？娘我整日霸占着您，让别人瞧见了也会闲话的呀。我给您工钱的话就不一样了。再说了，您辛辛苦苦干活，我不给钱那成呢？只是这粽子还没定价，我也不好给您多，一天100文，你将就收着。如果卖得好，我给您涨价，按照数量来算。100文太多了，你那点钱省着用，给个20-30文就行了。你爹扛包一天也才60-70文钱呢。娘，您非要和我这么计较呀？剩下的就当零花钱好了。闺女有心，你就硬着吧，给她攒起来，将来需要的时候再用就是了。爹，这5两钱你拿着，你有空就帮我寻摸些果树，我那后院足有1亩地大，种些东西，将来又能卖又能吃。用不了这么多钱，若剩了，以后还缺什么，我让爹帮我买，我这才搬新家，好些东西要添置呢。行吧，你那院子是不错，你之前只带走了1只鸡崽子，养起来有什么意思？爹再给你抓几只，同时还可以养猪呢。暂时不养猪，这后院要是养猪了，人参精还不得嫌弃死了。那就以后再说吧。从宋家回来后的第2天，宋英就进城购买了包粽子所需的食材。老大，你们人类做的东西都这么好吃吗？你还想吃啊？你们人参吃土就好了，这种东西不适合你吃的。我看见你准备的炉叶了，有一些是有灵气的，我要吃，我要吃。那是用来包特级粽的，卖粽子期间，这种粽子你一天最多可以吃3个，多了不行。耶，谢谢老大。阿英，你准备以什么价格卖这些粽子呀？今去县城的时候，我打听了一下，这种普通的粽子2文钱一个，肉粽3文。我们的价格也不能和别人差距太大，除了特级粽外，其他的粽子定价都在7文以下。这个价格也行，我们这粽子好看，卖的肯定比别人好些。明日就让你爹陪你一起去卖粽子吧。这一批粽子数量不多，我自个儿能卖，之后等数量多了再说吧。那也行，不过回来的时候还是要等你爹一起。你一个姑娘家带着孩子和钱，万一有那坏心眼的贼怎么办？好的，娘。等到第2天一早，宋英就带着几百个粽子到县城去卖。娘，那是什么？我能吃吗？那是糖葫芦，你眼神还挺好使，一眼就看出那东西好吃。好吃的，我要吃，我要吃。可以给你买，不过要干活。看到这粽子没？你好好卖，卖完了我给你10文钱工钱，能买10串糖葫芦。好，怎么卖？你站在这摊子前吸引顾客就可以了。如果来了人，多说几句好听的，让客人开心就成。吼，那还不简单？人参精说完就往摊子前一站，左看右看，开始学习起人类的模样。而宋英也没闲着，张嘴开始吆喝着：金黄粽，种黄金，粽香10里觅真心，快来买粽子啦！金黄的粽子数量有限，卖完就没有啦。宋英吆喝了一会，但未起到多大的作用。人参精倒是听话，有模有样的学起了人类。你干什么呢？只见人参精咧着嘴，笑成一朵花，手上还捻着兰花指，让人开心呀！娘，你看，你看。那个满脸须子的人笑得最高兴了，嘴都闭不上，所以我要学他旁边的那个。那是女人，你现在是个孩子，你不能学这个，你说吉祥话就可以了。什么是吉祥话？如果有人来买粽子，你便冲人家憨笑一声，祝他财源广进，事事如新便好了，绝对不能像刚才那样会把人吓跑的。可是那个须子人笑得可开心了，你就按照我说的做，要不然扣你工钱。哼，大坏蛋！什么黄金粽？难不成你家卖的粽子里头裹了黄金了？客官，您还真说对了，金黄的粽子可不是裹了黄金吗？今儿您是头一个问的，我就剥开一个给您瞧瞧，绝对是色香味儿俱全。宋英说完，立马拿出了一个粽子，将那芦叶剥开，只见那糯米色泽金黄，十分诱人。你这粽子的确别致，几文钱一个。今日只有蜜枣粽和30个特级粽，这普通的蜜枣粽2文钱一个，特级粽20文一个。特级粽有什么不一样的？竟贵了这么多？馅料都一样，不一样的是口感。我这普通的蜜粽口感软糯，入口香甜，特级粽的口味多了些清香，甜而不腻，独家秘方，别人绝对做不出来。宋英这话一出，不少人都对这特级粽感觉到好奇。不过这价格确实贵了些，好在普通粽子的价格并不过分，有不少人都表示想要购买。那先给我来5个普通的粽子尝尝。好嘞，客官。我也要5个。好的，您稍等。卖了一上午，普通的粽子差不多卖了多半，而特级粽只卖出了2个。看来想要卖出特级粽，还得去别的地方才行，毕竟这里不是集市中心，附近住的多半都是普通人家。宋林，咱们不卖了，剩下的这些咱们送去别的地方卖。可是这里人这么多呀，在这里卖不出去特级粽子，趁着现在天色还早，咱们早点将剩下的粽子解决了，
那我们去哪儿呀？先去药房称一称你的重量。你，嘿嘿，逗你的，我们去长乐街，那里生意好做。等宋英带着人参精来到长乐街，便向路过的大爷打听了一下情况。敢问大爷，这里哪家的酒楼口碑最好啊？自然是悦丰楼，那家的生意一向是最好的，也常常接济路边乞丐办好事，掌柜的最是讲理不过的了。好的，谢谢大爷。宋英之所以打听酒楼的情况，是因为知道如果靠自己贩卖粽子的话，一天最多卖200-300个，再刨除成本和人工，也赚不得多少钱，倒不如找个能销货的，这样就能卖出更多了。等宋英来到悦丰楼的后门时，便瞧见个店小二守在那里。你是来送货还是来卖货的？怎么不早上送来呢？小二哥，我是新来的，不知道卖货是什么规矩。宋英说着，就从怀里拿出了50文钱，给店小二递了过去。这可使不得，咱家不兴这个，让掌柜的知道了，我要吃排头的。我们悦丰楼是什么货都收的，山珍海味、西岸的新鲜的都要，但要求也高。姑娘，你送的是什么？送了些粽子过来，先让掌柜的瞧瞧，如果掌柜的看得上，明日开始我能多做一些带过来。粽子，姑娘，看你带着孩子不容易，我实话与你说了吧，从半个月前开始就有人往咱们家送粽子了，你来得太晚了。我家客量虽然大，但已经选定了2-3家，即便应下你，一天也要不了你几个粽子。我看你不如拿到街上自个儿去卖。多谢小哥提醒，不过还是麻烦您请主事的过来瞧一瞧，我家的粽子味道绝对和别家的不一样，是黄金粽，色泽好看，味道也更纯糯。这样吧，您先带一个粽子过去，让主事尝一下。见宋英态度如此诚恳，再加上还带了个这么可爱的孩子，小二哥见状多少也有些心软。行吧，那你在这等着，我拿给我们主事瞧瞧。赵主事，您看下，门外有个姑娘送了些粽子过来，说与其他家的不同。怎么又是粽子？告诉那人，粽子不收了。如今遍地都是的东西，有什么稀罕的？那姑娘瞧着挺可怜的，还送了您一个粽子让您尝尝，闻着还挺香，好像是和别家的粽子不太一样。听到店小二这么一说，赵主事只好将粽子拿过来打开一看，这粽子怎么是金黄色的？而且味道的确和别家的不太一样。赵主事说着就忍不住的吃了一口，好吃，糯米香软，入口甜细，这芦叶的清香味更重，也不知道是放了什么。那你要见见那个姑娘吗？将人请进来谈。是。别家粽子的味道基本都大同小异，最多也就卖相不一样，可这个粽子不同，味道奇真，色泽还如此特别。眼下正值佳节，若这粽子推出，一定很受欢迎。赵主事，这就是卖粽子的姑娘。姑娘为什么戴着围帽示人？我们悦丰楼有规矩，当房买卖都是要确认身份的。这一点并非赵主事为难，生意往来，若合作的人是个逃犯，岂不是有纵容罪犯之嫌？长期合作，定然也要签订契约，那就必须要确定身份和户籍。宋英也能理解，所以十分干脆地将围帽拿了下来。围帽一摘，赵主事被吓了一跳。姑娘无怪，在下只是没想到姑娘这脸。明白的，敢问阁下怎么称呼？鄙人姓赵，名怀志，是这悦丰楼的主管采购的主事。我娘家姓宋。宋姑娘。赵管事，不知道我这粽子还收吗？收呀，姑娘的粽子做的十分别致，正是我们酒楼需要的。不知道这样的粽子你带了多少个过来？我们都要了。若是方便，之后同样的粽子我们也都收，有多少要多少。赵管事，你刚才吃的是黄金粽里的极品，味道是最好的。我这里只有20多个了，往后每日也只供应100个。普通粽子今日还有100多，明日起可以加量。听到宋英这样说，赵主事眉头一皱。悦丰楼可是有着好几家分号，每日接待的客人数都数不清，这点粽子都不够塞牙缝。宋姑娘，这么好的粽子，数量太少的话也卖不起啊。管事，这粽子的数量不算少了，普通的粽子你要多少，我都能提供，个个也都色泽如黄金，软糯香甜。唯独你刚才吃的这种，带着独有的清香，这种好东西不可能遍地都是。宋英说着，就拿了个普通粽子给赵主事尝了尝。这普通粽子色泽也如黄金，味道比其他家的粽子更加软糯一些，算是粽中上品。姑娘，这粽子都什么卖价？明日起，我手里有4种粽子：赤豆蜜枣粽、蛋黄粽、鲜肉果粒粽以及极品的黄金蜜粽，价格也都不一样。零售价的话，赤豆甜粽2文，蛋黄粽4文，鲜肉粽7文，极品黄金蜜粽最低20文。敢问姑娘，其他口味的粽子也是如此色泽吗？自然是一样。姑娘，你刚才说的价格为零售价，我们酒楼都是按批收，100为一批，这又该算什么价格呢？赤豆蜜枣的每批150文，蛋黄粽每批300文，鲜肉粽每批500文，极品蜜粽数量稀少，
我拿分成，不论你们月风楼将它卖到多少钱，我都拿一半。要一半？姑娘很聪明啊，你这粽子在你手里，费尽心思也最多卖个30-50文一个，但有我们月风楼的招牌在，即便定价1两银子，也自有人敢买。可是你们掌柜的也不会将它卖得这么贵啊！数量虽然稀少，但你们月风楼风评很好，所以按照我的猜测，这粽子在你们手里最多卖200文一个。这姑娘看着年轻，但是十分聪明。虽然我们月风楼口碑好，但再稀缺的东西也会理智的卖。这个粽子的味道确实举世无双，不过说到底，也就是个粽子而已。不知姑娘每日最低能送多少批粽子来？你我写个契约才是。按照如今的时间算，我们最多可以卖1个月的粽子，特别是半个月后临近端午，需求量最大，又不知道姑娘能提供多少。娘包粽子的速度一天差不多是700-800个，如果跟酒楼合作的话，全靠我和娘肯定是不行的，倒是可以找宋家其他3房来做。再不济，村里也有不少人，这赚钱的活给谁都愿意干。明日的粽子数量已经定好了，普通粽子只有20批，也就是2000个。后日起每日可供50批粽子，只是不知道赵管事能不能受得了。若是不能，数量上我也是能降一降的。哈哈，姑娘不知，雍城一带的月风楼共有7家，甭是50批，就是100批，我们月风楼也能有法子将它销出去。月风楼大气，那赵主事，咱们就签契约吧。宋姑娘，在签契约之前，我可提醒你一下，我们家每日验收可是十分严格的，所以这粽子的质量可绝对不能有问题，否则甭管你这粽子有多好，只要这品行上有瑕疵，我们是一概不会再合作了。那是自然。对了，宋姑娘可否确定这黄金粽别人做不出来？赵主事放心，即便有人研究出粽子色泽的做法，也绝对模仿不了我那特级的极品粽子。有那粽子在，你们月风楼的粽子就是独一无二的。听到宋英这样说，赵主事满意的笑了笑，随后双方就开始签订契约。娘，我听懂你们说话，你卖了好多粽子，但今天剩下的粽子为什么都送给他们了？剩下的粽子也不多了，给他们用来做人情用的，让今儿的客人尝一尝味道，明儿来买的自然就更多了。酒楼赚得多，我才能赚得多。哦，这样啊。你还想吃好吃的吗？想吃。那待会咱们从月风楼的正门进去，然后点2-3道菜，吃个正经点的饭。大人，是那个卖野果子的姑娘，输了个妇人计，这才多久的时间，竟然嫁人了，旁边还有个孩子，看来十有八九是嫁给个丧妻之人了。之前有人去杏花村报丧了吗？是，大人以前说过，若将来你走了，便在杏花村为您立个衣冠冢。之前您出事，连尸体都被找出来了，所以便让人去通知杏花村的李正，那李正还为您掉了好些眼泪呢。大人，要不要将暗衣冠冢拆了？留着也不大吉利。留着吧，早晚要立的，既让李正伤心一回，就不要浪费了。您若活了，那李正该有多高兴？他们虽不知您身份，可您每年给杏花村的银子可有不少呢。从前这杏花村虽然不算偏僻，但路途坎坷，村中水渠也不多。如今托您的福，他们才能通渠造车修路。分内之事何须多言？是，那以后每年还送银子吗？以童谣名义资助便是了。今年过年的时候便没送，那改日我让人给补了去。等宋英和人参精吃饱喝足后，便接着去采购原材料。等买完材料后，宋英便去和宋金山碰面。阿英，你怎么买了这么多的东西啊？爹，这是我和酒楼谈成的生意，明日要给酒楼送2000个粽子。什么2000个粽子？你看，这是我和酒楼的契约。宋金山接过宋英手里的契约，仔细看了一番后，才相信这是真的。阿英，2000个粽子，而且往后每天是5000个，这可是大买卖啊！我们能做得完吗？能的，到时候可以请阿奶和婶子他们一起。再不济，村里也有帮手的，赚钱的活谁不想干？也是。爹，咱们先回去吧。等将材料运到家后，宋英便准备去找一下其他几方。娘，我们先去阿爷阿奶那里一趟，将大伯娘和婶婶们都叫来，好好商议一下这粽子的事儿。找他们商议。姑娘，这接的是大活，往后每日要5000个粽子，只有咱们2房哪里能干得来？阿英，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？这么多的粽子，万一咱们交不出来怎么办？其他几房也未必会帮着咱们干活呀。为什么会交不出来？娘，这是赚钱的活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更何况5000个其实也不算多。即便婶婶他们不乐意干，村里多的是人干。娘，妹妹说的不错，包粽子不是多难的活，村里的其他人都会做，即便自家人不帮手，也多的是外人肯干的。娘只是吓了一跳，还以为你就是和别人一样卖几个粽子完了而已。好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咱们早点去。老二，你说的大事是什么？爹，是鹰丫头的事儿，您让她自个儿说吧。二丫，什么大事儿？可是住的那房子有问题。阿爷，
房子没事，我主要是想请阿奶和伯娘婶婶们帮着干活。今日我和县城的悦丰楼定了生意，以后每日要给他们送最低5000个粽子，只是我和我娘忙活不过来。这么个事啊，可以的，这粽子也卖不了多久。如今春忙刚过，他们闲着也是闲着，帮把手无碍的。5000个粽子呀，那可不少嘞。我这一拼死拼活的包，恐怕也包不到500个呢。不像你娘手巧，可不是嘛，二丫头，咱们手慢，包的也不好看，你别嫌弃就是了。这可是大生意，我们做伯娘婶婶的帮两手也是应该的。二丫头回头赚了大钱，给你弟弟们买些糖吃就成。之前宋家其他几房有私心不假，但却也不算恶毒。在这么一个大家子里，谁不想为自己小家争一争？再加上前几日逼的宋英嫁给了个死人，宋家其他几房对宋英还是有些内疚的，所以说话也客气了许多。自然是不能让阿奶和伯娘婶婶们白做工的。什么意思？你还能给我们发工钱呀？自然的，虽然你们是自家人，但这活也不轻松，我哪舍得白让长辈们操劳。粽子馅料我会准备好，每日送到家里来，每100个粽子为1批，每包1批便是10文钱。10文，当真？二丫，你应该知道我们每日能包多少个粽子吧？你能出得起这么多钱吗？伯娘婶婶们绝对算是咱们村里最能干的了，从早到晚的话，少也能包700-800个粽子。若是早晨早些，晚上晚些，便是1000个粽子也能达到。可不是吗？这么一算，那你每天不得出400-500文钱？婶娘，您尽管放心，这包粽子钱是日结的，以后每晚上我会过来收，该多少算多少，绝对不会少算，也绝对不会不给工钱的。日结好呀，那我包，我也包，还有我。既然伯娘和婶婶们都同意，那有些话我也得说在前头。你今日来的确是好事，这包粽子还不是1-2天的活，若是干上10天半个月，个个都能攒个1两银子了。有什么要求也尽管提，应该的。要求倒也不是多难的，伯娘和婶婶们都是老实厚道人，我带来的粽馅有限，都是为悦丰楼准备的，做工期间不得自家拿回去尝，当然都是自家人，自然也会挑出几个好粽子给长辈们尝尝。你们都听到英丫头说了，你们包粽子归包粽子，谁要是敢将包好的东西放进自家的锅里，那就给我滚出宋家，我们家还丢不起这个人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往自家锅里放多费钱啊！给殷丫头带走，我们还能多赚几文钱呢。这粽子毕竟是要卖给悦丰楼的，若是卖相不过关，怕会退回来，所以用的棉绳上要做些记号，如此若是退了粽子，也能一目了然，知道是谁家包的。每日包的粽子多，出现寥寥几个有问题的，倒也无碍，但若是数量太多，那我就不敢请了，就是粽子钱也得要赔。还要赔钱？自然的，我这也是为了大家着想，毕竟万一有太多的粽子出问题，人家悦丰楼觉着咱们不地道，直接解约了呢。大伯娘，实话与您说了吧，这粽子生意我和悦丰楼定了1个月的，您若每天都包，等到1个月后，少也能有2两多银子进账了。但若是因为一个人包得太差，生意全部被毁，那这损失就是大家的了。还有别的要求吗？大问题没有了，只是还有2件事。二丫，你尽管说。哥，我知道你酒楼的对账活应该是没了，所以最近你帮我个忙，不要去抄书了，在家对账，负责监督以及记录。好。我知道我哥一个晚辈，监督长辈也不合适，但这主要是避免大家包得太快，出现争抢馅料的情况，更要避免会有人为了多流出粽子馅，出现少馅或是用自家糯米冒充的现象。因为我这馅是有秘方的，别的糯米包不出我这样的粽子。粽子还有秘方？大嫂，人家二丫是京城里的人，见过大世面的，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，有个秘方没什么稀奇的。疼，薰儿最是懂事，让她看着，定会不偏不倚。妹妹放心，我一定会仔细些的。最后一事便是要麻烦三婶子了，我这边还缺好些芦叶呢，想请您家的3个弟弟帮忙摘些，当然也不是白干的，按照芦叶的量来算，摘得好，摘得多的话，我也给他们工钱。等等，二丫头是不是忘了，我家小达也能摘的呀？大伯娘，小达年纪小还不懂事，这种活还是不要让他做了吧。二丫头，我家小达都10岁了，你三婶家小五也10岁呀，他都能做，我家小达怎么不能做了？大伯娘，小达要是懂事的话，之前也不会被李进宝3言2语哄骗来欺负我了。哎呀，二丫头，之前我不是揍了小达一顿吗？他已经知错了，以后也绝对不会听李家那个胡说了。若是知错，我怎么也没听到小达道歉呢？我这就让那混小子过来。大伯娘，都是一家子姐弟，我自然不恨他的，只是他宁愿相信外人，不信我这个姐姐，也难怪我心凉半截。我说几句生气的话也还合理吧？这是确实让二丫你受委屈了，回去我就好好教教他，这次的活不
不让他做也成。回头他瞧着哥哥们都有事儿干，唯独撇下他，也能长记性。好了，既然大家都清楚了，那就散了吧。当家的，你说二丫能给这么多工钱，那他自个儿能赚多少啊？你管人家赚多少，能给你捞些油水且就知足吧。咱爹之前将那丫头逼出去，如今二丫还能想着自家人，是个有良心的。我也没说他没良心呀，我这还不是为了咱们家呀。咱家3个儿子1个闺女，你呢又只能在地里刨食。要是咱们也有秘方，那日子不就好过多了？秘方岂是人人都有的？你要是敢去抢二丫的秘方回来自己做，老爷子肯定打死你。我也没这么想，别人赚钱还不许我羡慕一下了？二丫命苦，咱家虽然养大了她，实际上也没花几个钱，可她那亲生爹娘可是给了咱们家100两银子的，养几个她都够了。人家不欠咱们的，如今脸也毁了，为了下半辈子着想，也该多攒些钱。你可不能有那烟杂心思。当家的，你有没有觉得二丫回来之后都不太一样了？哪能和以前一样？毕竟是当过千金小姐的人，总不能还活个野丫头似的。可不是嘛，我觉着那通身气派挺吓人的。第二天一早，宋英给其他几房送去糯米和馅料后，便将今日份的2000多个粽子送到悦丰楼。宋姑娘，这里一共有10两，5两是今日的粽子钱，另外5两是明日粽子的定金。好的，那就多谢赵主事了。对了，赵主事，不知道这几品粽子的定价决定好了没？已经定好了，就按照姑娘之前想的那样，200文1个。昨儿您送的那些粽子，专门送去给几家贵客尝了。今儿一早就有人来挡，这粽子一到，立马就能卖光了。那就好，这几品粽子最赚钱，200文1个我能得1半，按照估算的销量，1个月下来，差不多能赚个300两。等从悦丰楼出来后，宋英就想着给新家购置点东西，可才走没多久，就碰到了姜子仓这个冤大头。娘子，上次你不是问我银钱花哪儿去了吗？这不就是他了。他哥与我一起读过几年书，如今日子可怜，我也不好不照付1、2呀。姜子仓话音未落，旁边的妇人直接冲着宋英走了过来。你再可怜和我家有什么关系？甭说只是个同窗妹妹了，就是亲妹子，也没有一口要4两银子的道理啊！今儿就算不遇着你，改日我也要去杏花村寻一寻的。快点将银子还来，借给你几日，还真当给你了吗？借可有借条，可有人证？空口白牙就想要钱，我是你爹还是你娘啊？我家子仓刚刚说了，你们家穷，所以我们特地接济你4两银子，你凭什么不认？你的良心去哪了？接济我家那日事情，你大可以去市集上打听一下，想来至今还有不少摊主记忆犹新呢。你开口问一问便知，是不是他心甘情愿买了我家的绿豆果？你骗谁呢？什么绿豆果能花得了4两银子？更何况我男人根本就没有带东西回家。我卖的野果是山中找到的山珍奇品，数量有限，价格自然高了些。而且当初也是事先说好的，是你家男人自个想占便宜没占成，最后恼羞成怒将东西全部送了人，与我有何相干？姜子仓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是给他了，我还能诓你不成？对呀，是给我了。可你自个的丈夫是什么德行，还能不清楚吗？他会和好好的银子过不去，拿过来孝敬我这个外人，不过就是和我打赌赌输了而已。我虽是买了他家的野果子，但他耍诈，我猜拳1把都没赢。我看你是被这狐狸精迷住了，你一个大男人，猜拳能输给他，还1把都没赢。姜子仓，你说这话我能信吗？你胡说，我娘才不是狐狸精，她是人，没有耳朵也没有尾巴，更没有道行。人家只是夸我有魅力。她是在夸你吗？可是狐狸精有什么好的？浑身是毛，还有一股子味，哪里像我，一丁点晦气都没有，浑身上下都是宝。是，你说的都对。娘子，你要相信我啊，他都毁了脸，我怎会对他有什么想法？是啊，我这容貌自然是配不上姜大哥，肯定不如那日姜大哥身边的姑娘呀。哎呀，我说错话了，嫂子可别当真。宋英说完就拉着人参精走了，只留下原地哀嚎的姜子仓。等宋英从县城回来后，就将从县城买来的布料送到了宋老爷子这边。阿爷阿奶，这是我给你们买的布料。才赚些钱，也该省这些花。这卖粽子的生意只是一时的，养不了你一世。这不你拿回去吧，我不要。阿爷拿了我的好处，以后才能帮帮我，否则我一个人没有3头6臂，家里的事情实在搞定不了。你那家里能有什么事儿？房子是有的住了，可也是要办契的。这事儿还是要阿爷出面才好，否则我定要多花好些银子的。另外，我那房子实在是破旧，等办过契之后，还要好好修缮。阿爷手艺活好，得请您和我爹一起帮忙。
只有你和宋林住，如今的屋子也是尽够了，怎么还要修缮？二丫头，你还是没将我的话放在心上。你这粽子是能赚几个钱，但卖完粽子呢？到时候你准备做什么？到时再说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胡闹！你这黄金粽是稀罕，短时间内旁人想知道怎么做的也难，但到了明年端午，绝对就不是秘密了。这一点你可知道？知道的，我也已经想好了，等我赚完这1个月，直接将做法告诉伯娘婶婶们。你有这心是好的，但之后呢？二丫，养个孩子不容易，那孩子虽不是你亲生，但以后是要给你养老的，该是要好好对他，咱的钱多用在他身上，等他大了，自是知道你的好。明白的，但是不妨碍我修房子。真是个犟种，罢了，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，爱怎么样我也管不着。还是那句话，自个儿不后悔就好。至于这步，我就收下了。你去瞧瞧你哥那粽子也包得差不多了。我是成精的灵物，所以才有名字的。他这个鸡崽子算什么呀？也要有名字吗？辛苦阿奶帮我干活，这是阿奶的，之后还要麻烦阿奶帮我照顾着家里的粽子呢。这是大伯母的。大房大姚氏这次足足包了1050个，而3房焦氏和4房姚氏也各自包了900多个，至于剩下的就都是宋寻和阮氏包的。娘哥，这是你们的工钱。阿英，我和你哥就不拿了吧？是啊，妹。娘，我们之前已经说好的，这是你们自己赚的，你们要是不拿的话，我明儿也不敢叫你们帮忙干活了。阮氏和宋寻见宋英一脸认真的样子，只好把钱接了过来。哥，做完这1个月的粽子，你和娘也是能攒些钱的。之前我让你考学的事儿，你琢磨的怎么样了？你还想让你哥上学？自然呀，哥哥现在才17，不是77。若他刻苦，什么时候都是不晚的。是啊，寻儿，这事我觉得丫头说的对。娘，儿子已经让你们劳累17年，怎么还好意思让你们继续辛苦下去？我若读书，家里的事情定顾不得多少了，反而还要拖累你们。你是我儿子，为你辛苦那不是应该的吗？哥哥不学也行的，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呢？我虽从侯府回来了，可到底还是那家的亲生女。当年他们就觉得我是个丧门星，出生第1日就害得侯府世子摔下马。以后侯府世子要是死了，说不定又会觉得是我害的，到时候送来1尺白绫将我勒死，哥哥1步1白身，侯府瞧着可怜，或许人家会一时心软，留我个全尸呢。呸呸呸，阿英你可不能胡说，万一成真了怎么办？妹妹是觉得将来必有和他们对上的一天，是吗？是，切指毁面之仇不共戴天，若有一日我有足够的能力，必要报仇。听到宋英这样说，宋寻似乎也暗自下定了什么决心。娘，等忙完这个月，儿子便去县城的私塾求学。好，寻儿你做什么决定，爹和娘都会支持你的。那娘哥，我就先回去了，还要准备明日的馅料呢。好，路上小心点。等宋英回到家的时候，就看到人参精在院子里玩耍。娘，我已经把鸭子从田里赶回来了。嘿嘿，待会奖励你喝灵水。宋英之前托宋金山帮忙买的果树，宋金山也全都帮他买来，并种在了院子里，同时还把家里的其他几只小鸡仔抓了过来。其中那只比较聪明的鸡仔看到宋英回来了，立马就朝着宋英跑了过来。宋林，你看这鸡崽子比你强多了，瞧见我的时候多热情呀！宋英说着就蹲下一伸手，鸡仔竟然直接跳到了他的手里。哼，小鸡仔而已。娘，要不咱们养只狗吧？狗生下来就这么聪明的，这鸡仔比狗差远了。过段时间会养的，你先别打岔，现在仔细瞧瞧，它到底成精了没有？哼，没有，就是聪明了一点而已。人参精可不想理会这小鸡仔，毕竟当初他没化形之前，可没少挨山里的野鸡啄食。这都不算成精吗？对了，你今日去田里赶鸭子的时候，没发现有其他的人参精吧？你以为人参是大白菜呀？我有很多同类在山上，但是他们都成不了精的，只有我运气好还聪明，所以才能化形。嘿嘿，有一变有二嘛，连鸡崽子都能变聪明，谁知道还会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？这小鸡仔比别的鸡厉害一些，咱们也给它取个名字吧。哼，我是成精的灵物，所以才有名字的。它这个鸡崽子算什么呀？也要有名字吗？就叫大黄好不好？以后咱家报时的活就交给他了。大黄，就叫大黄吧，我可是有名有姓的。哼，你这个小鸡仔就只能叫大黄。宋二婶子，锄头我给你还回来了。好的，你放那吧。二丫头也在呀，听说你家卖了好些个粽子，赚了大钱，是真是假呀？粽子而已，谁家都会包的，哪能赚多少钱呀？哎呦，我可听说你家是给县城最厉害的酒楼供货啊，那酒楼卖的不是你家粽子吗？
听说有什么极品黄金粽，要200文才能吃到一个嘞。那么贵的粽子，真想尝尝什么味儿呢？不成的，粽子都订好的，我们自家都舍不得吃一口呢。而且这也不是那200文的粽子。宋家这几日卖粽子赚钱的消息已经在村内传开了，所以有不少人都想上门瞧个一二，问这问那的。这不是那黄金粽吗？鹰丫头一大早便往县城送东西，咱们村的牛车可都给他租了，还能有假呀？鹰丫头呀，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呀，不会连个粽子都舍不得给婶子吃吧？咱家的粽子虽然不是那极品黄金粽，但的确也是月丰楼收的货。婶子想吃几个，我算您便宜点。还要钱啊？不就是些破粽子吗？瞧您这话说的，今儿送您一个粽子，您要是别人来了，我不送也不合适，那我这东西还卖不卖了？况且婶子你可是看着我长大的，您知道我日子过得穷苦，现在好不容易得了个赚钱的活，我要是不要钱，那不是打你的脸吗？一个粽子而已，不给便罢了。鹰丫头，你也忒厉害了。阿英，这才刚开始，你这方子可要捂好了。现在村里人人都知道这能赚钱，个个都等着你漏口风呢。除了粽子色泽，妹妹这咸粽的肉质也比较特别，这短短1个月，应该很难琢磨出来。娘没事的，你放心吧。鹰丫头，今日李正找我了。阿爷，李正找您有什么事吗？霍龙有个同僚又给村子送银子来了，这次送了100两。以往霍龙无亲无故的，这银子便由李正自己做主了。如今你毕竟是霍龙的妻子，所以这100两怎么用，必须要经过你的同意。阿爷，以往李正是怎么处理，如今便还怎么处理呗。说到底，我也只是挂名的媳妇，哪能真的用别人做好事的银子来填自己的荷包？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若有了这笔银子，你也不用这么辛苦的卖粽子，买房子修房子都不用操心的了。但人要讲良心，有些财不能贪。如今你亲口应了，那明儿我就给李正回个话。对于宋英嫁给霍荣这件事，宋老爷子多少还是觉得心虚的，仗着人家无亲无故还死了，便强行将宋英和霍荣绑在了一块。阿爷，那同僚还有说什么吗？李正说对方只是打听了一下你的情况，又说霍龙外头有个兄弟，要回去问问霍龙那兄弟的态度。霍荣不是无亲无故吗？怎么还有兄弟？应该是义兄弟。霍龙那孩子当年就只和他父亲居住在村子里，也许是有些远亲，咱们却不知道。不管怎么说，若有人来寻你，你定要对人家客客气气的。那人要是见你带着宋林替霍龙守着，应该也不会为难才是。放心吧，阿爷，若真有人来，我定好好招待。大人，属下有要事回禀，是有关杏花村的。何事能让你如此激动？大人，你有媳妇儿了？真的，都上了户籍，不只有个媳妇，还有个儿子呢。哎呀，我怎么忘了？应该先去看看您的媳妇和儿子长什么样的。只听那里正形容了几句，就着急回来找您了。细细说来。是您霍荣那个身份被人盯上了。李正村里有个可怜，没人娶没人要，偏又不是父母亲生的，未免被人怀疑与兄长过分亲密，便想将自个儿嫁了。可挑来选去，又不想嫁给那些个瘸子、麻子和官夫，便带着孩子嫁给您了。私结阴婚，名声岂不是会差一些？李正说，那姑娘正好在外地待了2年，便做主对外宣布您与那姑娘在外头订了婚约。如今人人都还要夸那姑娘十分仁义呢。倒也是个法子。大人不生气也不好奇嘛。户籍已定，何必多生枝节？此身份已入尘土，若还能做一番善事，也算死得其所。霍荣如今名叫霍兆渊，是这大定朝的武臣王，天下第一异姓王。虽平日里低调，只让手下喊大人，但这身份却比任何一个大人要尊贵。大人可用照顾一二，您让我送去的那100两，李正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。若是私下占了，恐对那霍宋氏不大公平；若不占，这霍宋氏又平白得了村子的好处。无需照顾，银子寄给了李正，随他做主，不用多管。是。对了，大人，我在雍城的时候听岳峰楼多了个极品黄金粽，一天只卖100个，我没买到，所以就让岳峰楼送了一些过来。大人要不要尝尝？这岳峰楼乃是霍兆渊好友产业，好友人在京城，而雍城又正好是霍兆渊的封地，便用2成利润换取霍兆渊照料一二。让厨房将粽子热一热端来吧。宋姑娘，这是我们的殷掌柜。姑娘，这黄金粽真的是十分特别啊！这粽子让我们岳峰楼的生意都好了不少呢。掌柜的过誉了，岳峰楼这么大，什么山珍海味没有，怎么会因为区粽子生意变好？是姑娘过谦了。李县虽小，可县内大酒楼也有不少家，竞争还是很激烈的。姑娘的粽子让我们岳峰楼的生意增了有2成呢。这殷掌柜一副笑脸的样子，不会是看到粽子卖的火热，想要买我的粽子秘方吧？姑娘，
这是50两银子，请收下。无功不受禄，不知道殷掌柜什么意思？姑娘且安心收着。前2日我们将这粽子送给二东家尝了尝，东家十分满意，便特地赏了100两银子，按照分成，姑娘可以拿1半。宋姑娘，这银子您且放心收着，莫要嫌少才是。那就多谢掌柜了。对了，听闻姑娘每日都要租牛车过来送货。是的。这样吧，往后我们酒楼亲自派人去取。姑娘毕竟是个女人家，我们岳峰楼要货的时间也早，确实不大安全。那就多谢掌柜体恤了。等宋英从岳峰楼回来后，便立即找到了李正，让他帮忙将房子过气。这么快便要过谢了？听你阿爷说，你日子过得不错，粽子卖得红红火火，看样子所言非虚了，不错不错。谢谢李正爷爷夸奖。你这房子早先已经丈量过了，有些手续便可免了。按照县衙的规矩，你这房子的价格应该在23两左右，再加上办红契的银子，只要25两便够了。宋英闻言，便直接将银子递给了李正。随后，李正拿来了一张纸，在上面仔细地写下了宋英的房子位置、面积以及户主信息。做完这些后，便让宋英按了个手印。明儿我就送去县城办理，你且在家安心等着就是了。谢谢李正爷爷。对了，李正爷爷，不知村里可有合适的良田出售？最好是离我原先那1亩的近一些的，我也方便照料。你想要买几亩？如今水田和旱田的价格是多少呀？咱们杏花村不比南边地价贵，最好的水田1亩也只16两，但那样的田少，你想买也是买不到。能买的田是有几处，水田价格在13到15两之间，旱田便宜些，也是要看位置的，大概8、9两银子1亩。那李正爷爷，您帮我留心着，我想买10亩水田，10亩旱田，也不急着买，有好的您帮我留着，等我卖完粽子再交易，可行否？英丫头，之前你夫家藤寮送来的那100两，我琢磨着，反正大家伙也不知道，干脆私下给你就是了。没想着你竟没要，如今又靠这本事赚了些钱，了不得！有好田好地，我定给你留着的。李正爷爷，不知道我家男人同僚是什么样的？外表略显粗犷，也姓霍，瞧上去可真不是一般人呢。气势汹汹的，还有几分吓人，瞧着有点像大户人家的府兵，但人很有规矩。以往霍荣让人来送银子的时候，大多也都是他帮忙，本想留他吃个饭的，可他说是身有要务便走了。听到李正这样说，宋英也很疑惑，府兵怎么可能有这么大手笔？不过宋英也没多想，将自个带来的一些极品粽和普通粽留下后，便回家去了。你干什么呢？你就是宋英捡回来的儿子？我是。你是谁呀？我娘捡回来的厨子吗？什么厨子？按照辈分，你得叫我一声奶奶呢。小子，就是你娘在这里，也得恭恭敬敬叫我一声三婶子。你是你娘捡来的，所以你要乖乖听话。你要是敢将今日的事情说出去，我就让你娘将你扔出去。你有这么大本事吗？我娘之前还让我老老实实的跟着她，在这山下吃香的喝辣的呢。虽然这里很好，但我偶尔还是有点想家的。你能让我娘跟着我离开这个破地方吗？这憨小子怎么就听不明白好赖话呢？你叫宋林是吧？三奶奶问你，你娘这粽子都是怎么做的？里头放了哪些调料？你清楚吗？你想偷师啊？你小孩子知道什么叫偷师吗？我是长辈，只是问一问而已。你要是将调料告诉我，回头我给你买糖吃。那你就是想拐小孩。我娘说过，陌生人给糖果就是想拐小孩子。算了，你一个小孩子能知道什么？你和你娘一样，一看就不是个好搭档的。人参精虽然涉世少，但还是能听得懂这是在骂他，于是直接朝刘三娘冲了过去。宋英刚回到家，就听到厨房里动静，过来一看，便看到刘氏正鬼哭狼嚎的，地上还掉了不少头发。宋林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娘，这是个坏人，他问我调料，还要给我糖吃。听到人参精这样说，宋英瞬间就明白刘氏是来偷粽子调料的。宋林，你刚是不是替你刘奶奶抓虱子呢？怎么这么乖啊？宋英，你这个哒哒哒的，都是邻里乡亲，你居然教你儿子下这么狠的手！刘三婶婶，你怎么不讲理啊？我儿子好心给你抓虱子，你怎么还骂人呢？赶紧给我走，不走的话就不是给你抓虱子这么简单了。你想干嘛？你可别忘了，我是你长辈，你还想打我头上来了？我倒是要找人评评理，咱们村里能不能容得下你这种哒哒哒的人？你算哪门子的长辈？我客气叫你一声三婶婶，真以为自己算跟葱了？刘氏，你倒是嚷嚷啊！最好让全村的人都知道你跑到我家来行窃。胡说，我偷你什么了？血口白牙诬陷人，没偷东西吗？
那你就是来我家报私仇的了，怪不得我儿子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。你还进了厨房，是准备放火烧屋吗？还是瞧见我儿在家想杀人灭口？我是来看望你的，当初好歹也是想将你嫁给我儿子的，如今见你守寡，我瞧着可怜，便来瞧瞧而已。哦，是来瞧我的呀。你若是关心我，也该拿出关心的态度来。你两手空空，这诚意未免太差了，说出去怕也不会有人信吧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只是想确定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而已。若是来看我，那就恭恭敬敬的对我儿子道个歉；若不是来看我的，那就是来行窃作妖的了。刚我才从李正那里回来的，现在可以再去一趟。你少拿李正来唬我。刘氏，我夫的同僚这才给村里捐了100两银子，你觉得李正会不会为我们母子俩做主呢？刘氏一听就回想起来了，今日他确实听人说了有这么一件事。嘿嘿，阴丫头啊，婶子真的是来看你的，我还备了1篮子鸡蛋了，只是来得及，忘了拿，下次给你送过来啊。咱两家离得近，来回也就几步的事。婶子既然要送，那就快点的吧。如果要是等久了没见婶子回来，那我就出门嚷嚷，就说不知道是谁闯进我家，坏了我1锅价值100两的卤水秘方。另外1篮子鸡蛋的诚意还是有点少，婶子好好想想怎么做诚意才够。听到宋英这样说，刘氏也只好暗暗磨牙忍了下来。行，阴丫头你等着就是。没一会，刘氏就从家里拿来了1篮子鸡蛋和1只母鸡，宋英毫不客气地收了下来。我们两家无亲，以后还是不要往来的好。刘氏，你以后离我家远一些，若是再让我瞧见你在我家门口晃悠，到时候真就要带你去找李正。哼，我也巴不得咱两家无亲呢。阴丫头，你有自知之明那是好的，你这么厉害的人，以后可别再打我儿子主意了，我可吃消不起。你这家伙下手挺狠呀！哼，我还没出力呢。如果我再有1000年的道行，就可以化成本体，用我的须子抽嘎他。你还有这种进攻方式啊，挺特别的。宋寻舅舅前2日给我讲了个鬼故事，故事里那女鬼就是用头发长嘎人，我就偷偷试了试，可惜我用尽了力气，我的须子也没什么效果。但如果再多有1000年，那肯定比女鬼厉害多了。你这头发好像是长了一点点，你们人参精的须子不是长得很慢吗？长了吗？我瞧着你这个头也大了一点。不可能呀，我是人参，又不是大白菜，哪有那么容易长高的？绝对长了，只不过不太明显。一定是淋水的缘故。娘，我嫡亲娘，我要喝水长高高的。不行，再好的东西也要定量喝，万一你喝的太多，长得比我还高怎么办？哼，大坏人！临近端午的前2日，宋家在外的人都回来过节了。在外当闸官的四房宋满山以及大房那边的宋贤也都带着媳妇回来了。二丫，你四叔叔昨晚说今要去和别人吃酒，可能要20个粽子。20个够不够？叔叔好歹也是个闸官，认识的也都是官僚的朋友吧，可别丢了面子，不如拿100个。朋友来往还是孝敬上司，我这粽子都不会给他丢人。那就听你的。二丫，你叔以前可没算白疼你呀，生意买卖而已。四婶婶要的多，所以我也给您批发价，您瞧着是拿什么口味的？啥？还要钱啊？不要钱也行，经大家伙的工钱，您帮我发了就可以。阴丫头，四婶婶也知道你不容易，这不是你四叔要送礼吗？咱都是自家人，若是吃自家的粽子还要给钱，那不是打你的脸吗？况且阴丫头，这钱你也没少赚，少几个粽子也不碍事。四婶，四叔他回来的头1天就已经拿了几10个粽子了。第一次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，毕竟大家这段时间很辛苦，但总不能一直让我这个嫁出去的侄女给你们买单吧。二丫，这马上端午了，大过节的，谁家不用送点礼呀？甭是你四叔了，就是我们也想借你几个粽子，送给亲戚朋友尝尝，也好让别人知道咱宋家的人多有能耐。行吧，婶子们说的也很有道理，只不过既然要我孝敬你们，那我这个做晚辈的哪好意思指使婶婶们干活呢？不如这样吧，干完今日，婶婶们就好生歇歇。为了感谢婶子们最近帮我忙活着，我给你们些粽子用作送礼也是应该的。二丫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不会就因为我们要几个粽子，就不想雇我们了吧？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村里的大娘婶婶这么多，多的是人想要找个活干，甭说一批粽子10文钱了，就是5文，他也会被人抢破了头。我肯给婶婶们高价，那是因为咱们之间的情分，可若是婶婶们用情分来压我，那我不如去找别人做活。傻丫头，婶子跟你开玩笑呢，你这粽子我是准备买的，也用不了几个，就从工钱里扣吧。二丫，其实我也知道这样不合适，只是你四叔他要是知道你连个粽子都舍不得，回头要找你麻烦的。四婶婶尽管和四叔说就是了，四叔要是不买尽管来找我，但若是四叔一生气毁了我的粽子，那我立马找别人，反正我家院子也大，请几个人弄个作坊都是成的，犯不着每天辛辛苦苦的将东西送到娘家来。
四房姚氏见宋英这样说，也不敢再多说什么，生怕宋英直接不让他干活了。二侄女儿，我要你几个粽子，你还不乐意了？有你这么当晚辈的吗？就不怕我揍你？有四叔您这么当长辈的吗？你一个大男人欺负我这个媒婆家的寡妇做什么呀？媒婆家什么意思？你嫁人了吗？早先和你提过，你怎么忘了呀？村里有人说3到4，所以二丫自个儿出去立户了，嫁给了霍荣。大善人霍荣不是死了吗？对，就是他。我爹脑子没问题吧？霍荣都死了，还让二丫头嫁给他干嘛？是二丫自个儿愿意的，不怪爹。阴丫头，你干嘛好好的活人不找，找个死人，图什么？罢了，这是你的闲事，我也懒得管。宋满山之前以为粽子是二房的，所以他觉得拿自个亲哥的东西完全没问题。但是现在宋英已经嫁人了，那就不能厚着脸皮拿了。哎呀，这样吧，我跟你买100个粽子，你给我挑最大的，我这是拿去送人的。好的，四叔。大嫂，你家小显人的，都成亲这么久了，怎么连个蛋都没下出来？早知道这样的话，当初就不该拿银子娶裴氏。裴氏多娇气啊，哪有邻村的桃花能生？人家桃花嫁人后，才进门1年就生出个双胞胎，都稀罕。谁说我儿子不能生？我正准备晚上吃饭的时候和咱爹说裴氏有血了，只是这胎没坐稳，所以不宜大张旗鼓。真是小显的孩子吗？老四，你说的什么话？裴氏怀的不是小显的孩子，难不成是别人的？你别喝了点小酒就胡咧咧的乱说话。大嫂，你生什么气呢？我这不是关心小显吗？四弟妹，你也不管他，那嘴皮子真是能气死人，整日不想着家里好。嫂子，我们家满山可是没坏心眼的。是，你家男人最好了。一时间，宋家上下鸡犬不宁，直到傍晚，宋老爷子从外面回来的时候，这才安分了下来。鹰丫头，这是房契，这是本来用不了这么久的，只是最近县衙事多就耽搁了，好在过节之前办下来了，要不然还得给些银子让李正帮忙疏通一下。谢谢阿爷。你住的地方临山，晚上要注意些。听李正说，有帮悍匪跑了，临考之前还烧了县衙那2间屋子，所以县衙才忙得要死。不过你也别害怕，咱们村离县衙虽然近，但也没那么巧，晚上关好门窗就是了。我知道了，阿爷。宋英拿到房契后，刚要准备从宋家回自家时，就被人叫住了。此人正是大房的大儿子宋显。阿英，刚才听我娘说，小达不懂事，陪着李进宝胡闹了，我在这里给你道歉了。这宋显怎么回事？他平日里可是个眼睛长在头顶上的人，怎么可能向我道歉？之前阿爷只和我提了一下你的事儿，我想着你嫁人只是权宜之计，将来总是要找个好人家的，便没回来。妹妹不要介意。没事的。阿姨，你的粽子我尝了一个，味道真的很不错，挺特别的，不知道是用什么法子做的，可好让我娘学一学。你也知道，你嫂子怀孕了，嘴馋得很，挺爱吃这个的。大哥如今是跟着大伯父一起在染坊里做事吧？是的，妹妹可是想要几匹好颜色的布，东家的库房里倒是有些染失败的布，我回头给妹妹要几匹。大哥说笑了，我若给大哥东西，必然是挑最好的，大哥又怎么会送染坏了的布给我呢？那我给你买2匹也行。不，我就不想要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不如大哥告诉我染坊的染料是怎么调的，我回头也自己调制一些，给自己染几匹。我们这些工与东家都是签了契约的，别说我这个学徒不知道如何调制，就是我爹这个叔公也不可能将调制的方法告诉你，否则要吃官司的。是啊，你签了契约，又怎知我没签契约呢？这包粽子的法子，我若是告诉了你，我也要吃官司的。嚯，二妹妹这口齿伶俐了不少，难怪没人要，所以只能嫁给了个死人。大哥这脸皮是镶了铁吗？要东西不成，还恶心起自家妹子来了。二妹妹，我对你也是客气了，你既是不想给方子，那这样吧，可否每日让人包1000个粽子送去我城里的点心铺，这可是帮你拉生意呢。不行，这粽子我只卖给月丰楼，每日也只卖这些。大哥的点心铺要是想卖粽子，还是找别人去吧。宋二丫，你连1000个粽子都不肯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找阿爷，让你这粽子卖不成？你脑子被驴踢了吧？我是嫁出去的闺女，我做什么生意卖什么东西，你们管得着吗？你居然敢骂我！宋显何时被如此骂过，顿时恼羞成怒，抬手就要向宋英打过去。我当你干什么去了呢？原来是在这里打家劫舍。你要是揍别人，我能赞你一声英雄，谁知道你欺负到了自家人头上了。我看二丫说的没错，你脑子就是被驴踢了，都踢出包来了。四叔，这里没你的事。你还知道我是你四叔啊？没种的东西，打女人算什么东西？看来我2年没教训你，你都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呵，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
买了那么大的房子都不知道请你四叔我去做一做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，就是欠收拾。四叔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房子是我们大房应得的，是宋家的财产，我们宋家养他这么多年，没有宋家他早嘎了，那点银子都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是给我一个人买房子了吗？四叔，你那炸官的活不是一样用钱买来的？你的房子用的是二丫的钱，我那炸官的活用的是我爹的钱，咱们不一样。你就是不讲理。四叔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二丫这粽子卖得好，如果他肯将秘方拿出来，咱们可以请村民们一起做，在闹市上卖，哪怕只有1天，也绝对赚了不少。到时候钱我们3个人分，很赚钱嘛？能有多赚？按照我的估算，咱们每人烧也能赚100两，这指不定都还是少的。听到宋显这样说，宋英嗤笑了一声，便朝着宋显走了过去，抬手就是一巴掌。宋二丫，你敢打我？大哥你好本事啊，都学会怂恿别人干骗人活了，你当我四叔傻吗？真有那么好的生意，还轮得到你们？再说了，我四叔是什么样的人啊？怎会和你这种人面畜生一样？他可是堂堂正正的好人，你就是拿着刀架在他的脖子上，他也不会赚这种昧良心的钱。他是好人，宋二丫，我看你疯了，你忘了他以前是怎么？我说了，不准你污蔑我四叔，你不就是想我四叔小时候抢别人东西吗？你知道个屁！那时候我和我哥吃不到好东西，四叔是见我可怜才这么做的。我四叔多委屈啊，这么多年一个人承担了这污水。以前我是不明白他的苦心，现在我全都懂了。如果他不拿我当亲侄女，现在会为了我揍你吗？宋显听到宋英这么说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他这四叔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只是没找到机会教训他而已。宋英倒好，竟然以为宋满山是个正义的长辈。哎呀，刚才那2巴掌算我的，回头他要是向老爷子告状，你死活不承认，看他拿你怎么着。四叔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哪能让你一个人承担啊？回头我和你一起，咱不怕他，大不了就是被阿爷骂一顿而已。阿爷总不好打出嫁的孙女吧？不错，你四叔我今日专门找了包赖子，并且揍了他一顿，替你出了口恶气。虽然得罪了人，但现在看来还是值得的。四叔，你去找包赖子了吗？是啊，包赖子趁我不在村里，竟然胡搞编排我们宋家人，我哪能和他善了？这宋满山眼神飘忽，还不敢直视我，所以他的话肯定不是真的。就算他真的打了包赖子，那肯定也不是为了我。包赖子传谣言的事儿，我本来也没放在心上。不过既然四叔都揍了他，那以后他就是我的大仇人。下次我要是见了他，我再补一脚。宋显毕竟是宋家人，打是打了，但是总不能将宋显扔在这外头不管。所以宋满山拽着宋显的衣服，将人拖回家。儿子，大郎，哪个天杀的打了我儿子？老四，你给我带路，我非砍了他不可。娘呀，就是四叔打的，还有二丫，他也动手了。什么？我家小显干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了？老四，你今必须给我个说法。你儿子不是个东西，欺负二丫，我这做叔叔能看着不理吗？我刚才路过，只瞧着小显一脸凶恶地威胁着二丫，让二丫将粽子秘方交出来。二丫自然死活不肯了。小显倒好，伸手便要去掐死二丫。我一看，可吓得不轻，为了二丫的命，这才一脚踹了过去。四叔说的一点都没错，大哥糊涂了。竟想着抢我的秘方，如果只是为了秘方，我也不至于下手的。可是大哥却想做出用黄金粽骗人，我们宋家农耕之家，朴实无华，怎能做这种偷鸡摸狗、偷蒙拐骗之事？我劝大哥好几句，大哥非是不听呢，更气愤如牛犊。为了让大哥安静下来，我之后就打了大哥2巴掌。阿爷，四叔的话不能信，我是有意向养二丫的秘方，但没逼他。四叔直接对我动手，一点都不留情。我可是家里的长房长孙啊。四叔打我的脸，不就是打您的脸吗？我这副样子，过完节之后可还怎么回县城见人？而且明日还要去裴家送礼的，要是让他们见了，胡思乱想误会我们家该怎么办？爹啊，我打了您的长孙，您打死我算了，但连我都知道宋显这事儿做的不地道，可见他做的多离谱。爹，您是不疼了我了吧？一听裴氏怀了您曾孙子，现在家里没我说话的份了是吗？阿爷，我一个出嫁的孙女是没资格打大哥，要不您让大哥剁了我，我死了。我的秘方他爱怎么用就怎么用。行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打人不对。二丫，你作为妹妹的怎么能打哥哥？传出去别人都以为咱家没教养，下次不许这样做了。老四，你给我在院子里跪着，瞧把你给弄的。还有你，宋显打秘方的注意，都是你这个当爹的不会教，过来跟你四弟一起给我跪着。小显，你不要以为有你爹替你挨罚这事儿就算了，回头你要是再敢拿咱家的东西补贴裴家，我还照死里打你。四叔，大哥孝敬岳丈是应该的，一点都没有错，也是我这个当妹子的不好，早先和岳风楼签订了契约，要不然就可以把粽方子给裴家的点心铺了。我们宋家没人了吗？
本家说白也有做生意的，卖给谁不好，要卖给裴家。宋贤简直就是个混账，自从去了县城之后，一年到头也只回来2、3趟，而且每次都是空着手回来。如今还想着拿外家妹妹的方子讨好岳父，真是气煞我也。可那是大哥的岳丈，甭说是一个方子了，就是成千上万的银子，咱要是有，孝敬几分也没什么的。更何况大哥常年住在县城，与裴家来往更近，裴家比咱们更会照顾大哥，日常吃喝上给了不少便利，换在别人家也只有上门女婿才能这般的，大哥怎能不该孝顺人家呢？宋英知道宋老爷子可以忍受宋显欺负弟弟妹妹，也可以忍受宋显和宋满山打架，但却忍受不了宋显胳膊肘子往外拐，所以才和宋满山唱了这场双簧。阿姨，我只是和裴家合作，哪里就贴补他们了？再说了，裴氏如今怀着我的孩子呢，我就是针对裴家好些，又有什么了？四叔至于如此小题大做吗？哼，你是我宋家的子孙，孝敬的也该是你爹娘，你爷奶，你也给我跪着。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什么时候再起来。鹰丫头，天色快黑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好的，阿爷。等宋英刚回到自家门口，就隐约听到屋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。该不会是阿爷说的那帮悍匪吧？糟糕，宋林不会在屋里吧？宋英慢慢的靠近房子，透过窗户的缝隙，就瞧见屋内有一个人戴着面巾，正在四处翻找着东西。这身板和穿着打扮不像是悍匪啊，而且这人的眼睛好像在哪见过，好像是李三，对，就是他。李三，你大晚上的跑来我家干嘛？白天你婆娘才来我家行窃，晚上又轮到你，果然是夫妻俩，干的勾当都是同一个。死丫头，你回来了，快说，你卖人参的钱放哪儿了？自从上次李三见过人参精后，就连续在山上找了个把月，但都没找到。直到前2天听说宋英居然要买地，所以就认为是宋英卖了人参才有的钱。这李三还真执着呀，都这么久了，还在找那人参。李三，你这可是入室盗窃，你可要想明白了。那可是我最先看到的人参，你这个死丫头卖了我的东西，我拿回来怎么了？快拿出来，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住的这地方偏，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过来的。呵呵，我正想试一下我最近的力气变多大了呢，正好你送上门来了。居然这么不经打，才这么一会儿就晕过去了，就这还敢入室盗窃，切！不过这人都晕了，怎么处理啊？报官绝对不行，别到时候被他反咬一口，说我勾引他。对了，把他扔到山里面吧，反正他最近一直在山里转悠。等宋英把李三带到山里后，便把他扔到了一个废旧的陷阱坑里，随后转身就走了。可这才走没多久，就瞧见了不远处站着5、6个黑影。这大晚上的，怎么还有人在山上？宋英刚才走路的时候没有特地隐藏声音，所以这几个黑影也注意到了宋英。完蛋，这次真的是遇到悍匪了。大哥，有人发现我们了，快追，赶紧抓住他，不然我们就暴露了。可是大哥，这漆黑一片的，不好抓啊。蠢货，那也得抓，不然他要是跑去报官了，咱们一个都跑不了。亮火把，速战速决。大哥，真要亮火把吗？万一要是被发现了，用最短的时间解决就好了。等处理了这个麻烦，立即转移。是。大人，西南方向有火光，一直在移动，围堵。大人，这么晚了，不如您去就近的村子里休息休息吧。不过几10个毛贼而已，我去抓就可以了。悍匪逃离威胁百姓，我为雍城之主，理当亲自出马。李正爷爷，若寻到人与我无关呢？如何处置刘氏？女子清白堪比性命，若是我羞涩不敢反驳，如今不是要被逼着去死了吗？若证明你是被冤枉的，自然是要惩罚刘氏的，杖打40个板子，赔银10两。10两怎么不去抢？刘氏，你不是很有自信的说我做错了事吗？若我真的干了那等天诛地灭的恶心事情，不用你说，我立马挖个坑埋了自己。若是你连这点惩罚都不敢应承，那便证明你是心虚，故意而为之。如此歹毒的心思，怎么能饶？打死你都是应该的。我侄女说的对，你要是现在不告了，那也成。我那活期假期也挺多，往后就常回来村子和你家儿子好生聊聊。刘氏听到宋满山这样说，便直打哆嗦。宋满山没去做闸官之前，在村里什么事没干过呀？要是宋满山整日去恐吓自己儿子，那还得了？所以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。小显，李正组织人去找李三，你也去瞧瞧，多个人指不定就能早些将人找到，好让那刘氏无话可说。二妹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，竟还要闹得全村皆知。你胡咧咧啥呢？二丫脾气是不怎么好，但怎么可能和李三好上啊？肯定是刘氏冤枉他的。宋英又非我们家亲生，他干的事儿和咱家人有什么关系？你要去你去，我昨夜一晚没睡，累得要死。你这孩子都多大了还不懂事？二丫就是咱宋家的人，分家归分家，但丫头是咱家的人要认，虽然娘也不愿意提，
但你盖房子娶媳妇儿的钱是多亏了二丫的，咱要是翻脸不认人，不得被人戳脊梁骨啊！娘，我是长房长孙，当初没分家，那银子是给阿爷的，后来阿爷给了我，那就是我的，和宋英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宋家养他这么大，不欠他的。这混账小子，儿大不由娘啊！另一边，李正组织了人将村里都搜罗了一遍，同时为了避免有人说三道四，还让几个婆子进到宋英家瞧了瞧，但是一点男人的踪迹都没发现。李正老爷，村里的各个角落都搜索完了，没发现可疑的痕迹。既然如此，那只能往山上找找了。大家把搜索的重心转移到山上，搜索的时候要注意安全。众人在山上找了一天都没发现李三的踪迹，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在坑里找到了李三。而此时的李三也仅剩下一口气了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当家的，你醒醒呀！你得将害你的人指出来啊！刘氏，你不会还以为是二丫害了你男人吧？人家二丫这小身板能将你男人扔到那陷阱坑里，要我说你就知足吧，没死就挺好的了，养个1年半载也是半个劳力。就是他，一定是他和我男人一起进山，后来我男人摔坑里去了，他害怕就跑了。呵，刘氏，你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？你男人没找女人，你还不乐意了是吧？好了，这事儿我心里有数。今我从县里得到消息，县城里跑的悍匪被抓住了，听说还是在咱们村附近的山上抓到的。李三平日便喜欢在山上闲逛，许是那日运气不好，遇上了悍匪打伤了他，将他扔在了坑里。那既然这样，是不是应该将刘氏拽去祠堂打板子了？李正爷爷，我爹已经这样了，我娘也是担心他，还请您网开一面。饶过刘氏，谁饶过我女儿？昨可是大端午，我家连节都过不好，若不是找到了人，我家丫头那不得一直被人指指点点了。说得不错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刘氏犯口业，必须要罚，不仅要打板子，那10两银子也得给。你们若是不满，便赶出杏花村，永远不许回来。刘三婶要是怕打板子，不如这样吧，打板子改为掌嘴，力道也不重，打完了还不耽误下地干活，银子照赔，如何？掌嘴还是打板子？刘氏，你自己选吧。我选掌嘴。你且把银子给鹰丫头，然后去祠堂受罚。大嫂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咱们宋家里头懂点事儿的人不都应该过来的吗？宋显人呢？小显那日跪着受了风，一直觉着头疼，就在屋里歇着了。家里还有谁在呢？宋显那个鳖孙可别趁着咱们都不在偷吃粽子。混小子，你骂谁呢？嗨，爹，我就是顺口。您孙子什么样您不知道啊，就是个人中败类。您瞧着吧，咱们都不在，他肯定使坏。你就不能想着点好的？从小到大，你闹的事儿不知道比他多多少，还有脸说？是啊，四弟，我家小显不会偷东西的。呵，你们就多向着他吧。等刘氏掌完嘴后，众人便都散去了。可宋家人才刚进家门，就看到三房的三丫正哭泣着。你这丫头哭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粽子馅都去哪里了？三婶有话好好说，三妹年幼，若有贼人来家偷东西，她哪能拦得住？娘，不怪我的，是大哥带着人来将粽子馅搬走了，我拦着了，他还推我，让我不要多管。什么？是小显干的？阿爷，您看这事儿怎么处理？我们赔。那粽子多少钱？我出钱先买了。阿爷，那您准备赔多少呢？你这粽子能卖多少，便赔多少。阿爷，我与月丰楼是签了契约的，契约上也写了每日保底5000个，若是到了时间没送过去，那便赔银100两。您觉得家里如今能赔得了这笔钱吗？100两，二丫如今色还早，你看咱们立马找人帮忙包可好？也成啊，只是我所有馅料都要提前1天准备好，大伯可能立即凑齐馅料，就算凑齐了，那馅料腌制时间少说也要等到半夜之后了。明日一亮就有人来收粽子，短短3个时辰，5000个粽子得要多少人手才能完成？爹，让大哥买馅料送去二丫那里，大嫂去和村里的人沟通一下，看看半夜之后有没有人愿意连夜过来帮忙包粽子的，多给些钱就是了。这点钱大嫂肯定出得起吧？然后我去找宋显。这糊涂东西，他是要将粽子送给裴家卖吗？可不是嘛，那天他打二丫送方子的时候便说了，想拿去裴家点心铺卖。我过去找他，指不定还能捞回来点呢。那你快去，不可闹大，若实在要不回来，也不可打架伤人。爹，我和四弟一起去。二丫，你二哥是个糊涂蛋子，回来我一定抽他。这粽子的事，你看能不能缓一缓啊？我现在立马去找人帮忙。大伯娘，
这3日您替我忙着，我心里感激，但一事儿归一事儿，粽子是与月风楼有约，我做不了主，让我再做一次馅料，我也不嫌麻烦。但大哥这事儿干得缺德，即便粽子补上了，也得给我个说法。对的对的，是要给说法的。等他回来，我让他好好跪，都是他那个恶婆娘干的事儿。我家显哥儿以前多好啊，谁知道这次怎么就猪油蒙了心呢？希望如此吧。若是大哥将粽子冒充成极品黄金粽卖出去坑骗百姓，我会报官。啥？报官？二丫，这都是咱自家的事儿，怎么就要去报官呢？这极品黄金粽是月风楼定下的，当初也说好了，只此一家。若是大哥将粽子借这名头卖出去，那月风楼肯定说我宋英不守信用，违背契约，甚至也可以将我告至官衙。到时候我的名声谁来赔？所以我只能先将大哥告了，告他偷粽子，冒充极品粽，这样才能让月风楼知道我是无辜的。鹰丫头，你能不能高抬贵手？小显他是要当爹的人了，可不能吃官司呀。那大伯娘是想让我吃官司吗？都住嘴，就按二丫说的做。粽子若是没卖或以长价卖，变动加罚，另外赔偿二丫损失。若是以极品粽的名义卖，二丫可告他盗窃。爹呀，小显要是吃了官司可怎么办？好了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，宁愿多出点钱，也得请人将这粽子补齐全了。另外，过完今日，二丫请别的人包粽子吧。咱家这些人没那本事赚这个钱。另一边，等宋满山和宋金山找到裴家点心铺时，粽子已经开卖了。宋显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趁我们不在家敢偷你妹的东西送月账，老子非打死你不可！宋老四，你干什么？毁了我家的生意，你赔得起吗？说话的正是宋显的老丈人裴家老二。哟呵，老子教训侄子呢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何时敢对我宋家的家事指手画脚？宋显，那是二丫的东西，你现在立即带着东西和我们回去。走过的路过的都来瞧瞧，这裴家丧良心的东西，竟敢怂恿女婿去偷妹子包的粽子过来冒充月风楼的极品黄金粽，大家可别上当了！你敢在我们裴家闹事？我闹了吗？我今儿来是请我大侄子回家见我家老爷子的。四叔，不就是个粽子吗？你何苦逼我？你这样还让我如何做人？你这么做又让阿英如何做人？抢了粽子，他根本没法和月风楼交差。宋贤，你走还是不走？你阿爷说了，你要是不回去，以后宋家就没你这个人。另外，让你爹将你县城的房子也收回去。女婿，你先回去，明儿我带着闺女去你宋家瞧瞧。爹，我们回来了。你不知道这个兔崽子胆儿多大，我说您毙了他都不乐意回，要不是裴老二松口，他都舍不得走。阿爷，只是些粽子，待我赚了钱，得了分红，自然会分给二妹银子的，而且肯定不会比他卖给月风楼要赚的少。你还好意思说？给我好好跪着，待二丫将家里的事情处理好，立马送你去见官。见官？阿爷你老糊涂了吗？我可是宋家人啊，你送我去见官的话，我们宋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闭嘴！你自己做错事还不知悔改？不就是几个破粽子，凭什么让我见官？我拿自家的东西有什么错？那是二丫的，你不问自取就是偷。宋英她就是捡来的，我们宋家给她一口饭吃，她就应该感恩戴德。得了个秘方还藏着掖着，压根就不将我们当成一家人。阿爷你是被灌了什么迷魂汤？难不成还指望这死丫头孝敬你吗？你真是气死我了！老四，把他给我绑住，让他好好反省一下。你放心吧，爹，我会绑好他的。由于宋贤把送去裴家的粽子当作黄金粽来卖，所以第二一早，宋英便让宋金山和宋满山把宋贤绑到了县衙。爹，县衙那边怎么说了？宣判结果已经出来了，罚宋显去挖矿3个月，赃款如数返回。如此便好。当日下午，大房姚氏便去找了裴家，可裴家却死不认账，声称不知道这是宋显偷来的，所以最后只能由大房这边自己来赔了。作孽啊！那裴老二就是个哒哒哒的玩意，明明赚了银子，却让我们家抵债，凭什么？我要替我儿休了这个丧尽天良的恶媳妇儿！行了，都这样了还闹什么闹啊？咱爹还病着呢，裴老二再不是个东西，那和儿媳妇儿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裴是怀着孩子呢，休了他，咱们还要不要孙子了？那这银子怎么办？裴家这次卖的粽子加起来都快100两，咱家拿什么给二丫？家里哪有那么多银子？我看要不将县城的房子给二丫吧。给房子，可小显出来了要去哪住呀？那你说怎么办？现在我们拿不出这么多钱，二丫要是再去县衙那边闹，到时候小显可就不是挖矿3个月这么简单了。大姚氏一听到宋福山这样说，瞬间也蔫了下来。那也只好这么办了，县城的房子正好值100两。最终，宋英将房子收了，这本该就是宋英该得的，所以他也不会拒之门外。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，宋英把和月风楼最后一笔账结算完后，粽子生意也接近了尾声。
娘，你给我买糖葫芦吃吧。你这个小馋鬼，待会就给你买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们得先去解决我们日常出行的问题。宋英现在每次出门都要租用牛车，但村里的牛车很少，有时候想租都租不到，所以宋英便想着自己买一头，以后出门就方便多了。可等宋英和霍林来到集市上时，却发现集市并没有牛卖。老板，这集市上怎么都没卖牛的呀？姑娘就有所不知了吧？这集市上的新牛犊子，第一时间都会被那些大户人家采购去了，哪还能轮得到散户来挑？原来如此。姑娘要不要考虑一下骡子或者驴呀？也行，我先挑挑看。在集市上逛了一圈后，最后宋英还是决定买了一头驴。娘，不要买这个驴好不好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它吃萝卜，我跟萝卜长得很像，指不定哪天它就把我吃了。娘，你看，它现在都想吃我了。要不今晚我们吃驴肉锅子吧？其他不比吃它香吗？你没听过内画本子里头的神仙都爱用驴子当做骑吗？骑着这驴子走在乡间的路上，谁瞧了不得羡慕的多看几眼。哼，大坏人，上次才养了一只小鸡仔，现在又养驴，而且我活了这么久，才没有见过骑驴的神仙呢。对了，霍林，你是我儿子，我这当娘的赚了这么些银子，理当送你去读书。正好，你舅舅也要去读的，咱家在县城也是有房子的人了，以后你和你舅舅就一同去学堂，怎么样？不要，娘，你要害死我吗？县城这么多人，我还要和舅舅住在一起，他要是发现我是人参怎么办？会将我炖了的。那你就在村里上学，以后给老娘考个状元回来。你要是不乐意去，那灵水就断了吧，毕竟你也没什么用，这么笨，是个人都能将你骗得团团转。万一以后来了个其他的妖怪要杀我，你却傻乎乎的给敌人开门，我岂不是亏了？人参精一听，眼巴巴的像要哭了一样，只好委屈的答应了下来。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，宋英又是买地又是修房，村里人见到都无不羡慕。不过有人羡慕，肯定也有人嫉妒，李进宝就是其中一位。宋英这个死丫头，拿着我家的钱吃香喝辣的，真是气死我了。自从上次刘氏把私房钱都赔给了宋英后，李进宝的日子就越来越难过。这宋英现在手里有栋房子，又有20亩地和房子。虽然说她现在嫁给了个死人，但以后她要是想改嫁的话，谁也拦不住她。我要是娶了她，那她这些东西不就都归我了吗？就在李进宝想入非非的时候，人参精正背着个奇怪的东西迎面向他走来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太难了，这三字经真的是太难了。夫子说考状元不只要看三字经，还要看别的书。天啊，我可能要成为灵物历史上第一个因为背书被气死的妖精了。霍林，你是谁呀？看着有点眼熟。你可以叫我李叔叔。哼，你的年纪该叫我曾祖父，简称老祖宗才对。你娘怎么教的你？瞧着也5、6岁了，一丁点礼数都不懂。不过没关系，以后你好好学就是了。这人是不是跟娘说的那样，脑子有什么问题？林哥儿，我问你，你娘待你如何？你问这做什么？难道你要和我抢娘？那不行，你长得像个大一样，与我不像是一家人。认你做曾孙子已经很委屈我了，绝对不可以认你做弟弟的。霍林，霍林的一句话直接噎得李进宝都想揍人了，不过一想到自己的计划，便只好忍了下来。我只是想问你娘对你好不好而已，毕竟你不是你娘亲生的孩子，她又年轻守寡，情绪定然有些糟糕。若是将气撒在你的身上，还望你体谅1、2。哼，你说我娘坏话，夫子说了，这样非君子所为，君子不能背后说人是非。昨儿背地里说我坏话的那个臭小子，就被夫子狠狠敲了一顿，看样子你也需要夫子好好管教一下。你是说学堂里有人说你的坏话吗？是呀，总有些不懂事的萝卜头说我没爹没娘，但夫子已经将他们的屁股打开了花。那你想不想让别人不这么说你？你有办法吗？他们欺负你是因为你没爹，可如果你有了呢？人参精一听，眉头一挑，似乎是在纠结。这不太好。为何不好？有个爹的话，就会有人教你读书，你会轻松许多。另外，你娘也不会被人指指点点，一家3口其乐融融。可是我娘说了，我爹已经死了，他就埋在那个山头上，你要去看吗？虽然有些困难，但我辛苦一下，还是可以将我爹挖出来让你瞧瞧的。我爹他都已化骨了，即便是挖出来也不够聪明，而且没有上好的机缘，我爹也不能用骨头行走。就算可以，那等我爹回来，那我娘就更辛苦了，每天都要给我爹擦骨头，还得经常晒一晒，免得受潮发霉长出蘑菇或是生了虫子。你竟敢耍我！
你这人好生不讲理，明明是你要和我谈爹的，我都要给你挖爹出来瞧瞧了，你竟然还来凶我，你这么坏，会遭报应的，我不与你谈了，你很讨厌，哼！李进宝看着人参精离去的背影，只咬牙切齿。等人参精走后，不甘心的他又找到村里那帮小屁孩。进宝哥，你好久没找我们一起玩了。是呀，进宝哥，你好久没来了。我听说你娘被打了，你别难过，我娘说那伤不重的，过段时间就会好了。我最近是有点事儿，不过没关系。珊珊，你和霍林熟悉吗？你是说霍大哥家的林哥吗？我知道的，我娘说他长得像是天上的仙童，特别好看。他是孩子，我比他大许多，所以没什么机会与他聊。不过我娘也说了，他是大善人的孩子，让我以后多多照顾他。什么大善人？不就是给村子里寄些零钱吗？装什么善人呢？对，刚我遇见他了，不过真不像是大善人的孩子呀。背地里说他爹的不是，还要挖他爹尸骨，我好心教训他几句，他竟还侮辱起我来了。我有心揍他，让他长长记性，可奈何我与宋英有些仇怨，着实不好下手，否则显得我有私心。什么？他竟然这么坏吗？进宝哥，你别气，回头我帮你教训他。那你们下手轻一些，只要让他知错就行了。最近我家里有些事情，等稳定下来再请你们吃糖。嘿嘿，没糖也可以的。你们不能欺负林哥，我二姐姐要是知道你们去了，我又没拦着，会打死我的。自从上次宋英只叫三房的孩子摘粽叶，而唯独没有叫宋达时，宋达就被大姚氏狠狠地揍了一顿。事后宋达也真心悔改，向宋英认了错。所以当听到其他小孩要欺负霍林时，宋达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选择挺身而出。宋达，你说什么呢？都这么大了还怕女人？你们不怕吗？你娘也是女人。我们才不怕。宋达，你要是不去，回头李大哥分糖糕的时候可没你的份。不行，霍林算是我外甥，他还那么小，咱们去会吓坏他的。你没事吧？李大哥不是说了吗？宋英根本不是你们宋家的人，所以霍林和你没关系。你要是敢欺负霍林，我就去告诉我四叔。你骗谁呢？你四叔现在去县城干活去了，而且你四叔最不喜欢你亲哥了，会替你来对付我们。牛珊珊说完就上前推了宋达一下，宋达气不过就跟牛珊珊打了起来。等回到家的时候，大姚是看到宋达鼻青脸肿的，连忙问道：儿子啊，这是谁下的黑手啊？娘，是牛珊珊，他们想明日去赌林根，我看不过，就和他们打起来了。大姚氏一听便愣了一下，儿子，你做的对。真的吗，娘？我还以为你会生气呢。是娘不好，我儿是对的，娘带你去找尖根儿，和你二姐姐聊一聊。大伯娘有事吗？今儿来找你是想让你看看我家达哥儿这伤。侄女儿呀，我可不是为了和你表功，也不是想让你给谢礼的。事情是这样的。随后大姚是把宋达和牛珊珊打架的事一五一十的和宋英说了。我这也是怕林根儿路上出个意外，所以就急忙过来跟你说一声。不过你也不用担心，我想着回头找你三婶家的弟弟们一起聊聊，让他们几个护着林根儿去上学，保证不会受欺负的。达哥今日的情我承下了。大伯娘，达哥之前有些顽皮，但最近家中发生了不少事，所以也懂事了许多。我觉得趁这个机会，您该多多督促他的学业。达哥儿有去上学的，只是他像个皮猴子，坐不住。我想着再学几年，字儿认得差不多就行了，到时候去县城也好找活干。实在不成，就跟着他爹一起做染工。大伯娘此言差矣，达哥还小，这要好好教。他一看便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如果能好好压着他读书学习，指不定将来可以考个举人进士。娘，我不要。阿英，你是不知道，这小子可不老实了。我这每日还要织布干活的，哪有闲工夫管他啊？他爹又经常不在家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家林哥整日都是自己写字，连个交流的人都没有。他们俩虽然不是一个班，但却是一个夫子教的，可以在一起温习功课。我也认字的，替您管管。不过您别嫌我严厉就行了。这感情好啊，林哥儿是个乖乖子，达哥儿要是能像他一样懂事，那也能让我少操些心了。大伯娘放心，有我在，绝对会让达哥好好学，以后替您争光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宋达，以后林哥儿和你一起上学，你要敢逃学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自从粽子生意没了以后，宋英便上山摘了不少花，然后晒干拿去县城的药铺卖。老板，您看下我这花干都值多少银钱呀？姑娘，这金雀花价格便宜些，一斤8文，而金银花则贵些，一斤20文。好的，这些都卖给您。好嘞。老板，你这里有陈皮和无患子肉皮卖吗？有的。那每样都给我来20斤吧。好嘞。等宋英从药铺中出来后，
接着又去了一趟瓷器坊，订购了一批普通瓷器。做完这些事后，宋英又去买了一些好吃的，准备拿回去犒劳一下人参精他们。大人又碰到此女了，她还买了好多东西，真不像是缺钱的样子。霍兆渊也没想到会如此有缘，只是闲来无事巡视一下周边情况，却没想到又遇到宋英这位大小姐。富贵出身，由奢入俭难，多花几两银子也在所难免，与你我何干？是。四相，那2个人是不是在跟踪宋姑娘？宋姑娘，奇怪，大人怎么会知道此女子的姓氏？难道他们私底下认识？不应该吧？那2人看上去的确不像好人。这姑娘独身一人，又买这么多东西，被人盯上也不奇怪。报官捉了，等他们动手再捉，如此才有人证物证。是，属下这就通知县衙。另一边，宋英正驾着驴车往家里赶，殊不知身后已经跟了2个毛贼。小毛驴，跑快点！买的虾饺和包子不经放。宋英话音刚落，小毛驴就像是听懂了一样，脚下生风，奔出一阵尘烟。身后的2个毛贼看到都傻眼了。那是驴吗？这驴怎能跑得这么快？大哥，怎么办？还追不追？追呀！不追的话，咱这马不就白租了吗？他不是和那瓷器店的管事说了吗？送到杏花村货架，咱到杏花村自个找，能花这么多银子买东西，指不定家里的钱更多。可是家里肯定有旁人在啊，咱们还能得手吗？你是不是傻？你看那驴，你见过这样毛色比咱这马还好，除了矮点之外，都快赶得上千里马了，少说也能值10几两银子。咱们偷过来，一转手都能赚不少。对呀，还是大哥聪明。当宋英从县城回到家时，一进门就看到宋达和宋武鼻青脸肿的，唯独人参精好好的。怎么回事？牛珊珊打你们了吗？可不是吗？那臭小子找了好几个人，我们只有3个，当然打不过了。不过林根很厉害，也挠得牛珊珊躺在地上嗷嗷直叫，头发都被拽了好多下来，够她疼好几天的了。不过二姐姐，我能不能在你这住几天啊？我这伤要是被我娘看见了，虽然她会替我做主，但肯定会骂我没有用的。你们俩连林根这个外甥都比不过呀，看样子还得对你们进行体能训练。啥？我会和你们娘说一声的，之后1个月你们就住在我这儿，我替你们改一改生活习惯。二姐姐，我们就在这里养伤就好了。你想不想以后将牛珊珊按在地上狠狠揍一顿出气？当然想啊，想的话就听话。从明儿起，你们卯时起床，戌时睡觉，我会给你们一张时间表，必须按照我的规矩生活，要不然我买的好东西没你们的份儿，还要和你们娘告状。人参精他们一听到每天要这么早起床，个个的脸上都跟苦瓜似的。不过当他们听到有好吃的时候，一下子就答应了下来。大黄呀，你要是能听懂我的话，明一早天渐亮，也就是外头有姑娘上山打猪草的时候，你就打鸣，将家里的臭小子叫起来。嘿，我就当你答应下来了哦。宋英也只是随口跟大黄一说，并未放在心上。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第2日一早，大黄居然真的飞到了院墙上，一声鸡啼声响彻天空。大黄这一叫，村里其他鸡居然也跟着叫了起来，一时间鸡叫声此起彼伏。宋英也被这鸡叫声惊醒了，急忙冲了出来。这怎么回事？百鸡共鸣！大黄，这不会真的是你干的吧？人参精3个小家伙也被鸡鸣声叫醒了，从屋里走了出来。娘，外头好吵啊！是啊，二姐姐，好吵呀！正好到点了，你们3个准备好，绕着村子主路来回跑3圈，跑完了我给你们做个金雀花炒鸡蛋，再蒸个大馅饼。3个小家伙一听跑完有好吃的，一溜烟就跑了起来。大人，昨日那2个毛贼已经跟踪宋姑娘到了杏花村，不过他们目前躲进了山里，似乎是在等待合适的机会。您说我们要不要直接搜山抓捕？区区小事，衙门看着办便是。不过那2人昨日为何没有半路抢劫？县衙派去的人说，那俩毛贼的马跑得有些慢，没追上那姑娘的驴。混账，说的是什么话？马跑不过驴？算了，这事儿你不用管了。我听文里县附近有一石头村内，接连有5、6人于同一处落水，这是何故？可查出来了吗？属下派人去问了问，那石头村出行不大方便，算是里县内最穷的村子了，几乎被山丘包围，淹死人那湖水是石头村唯一能用来浇灌的水源，所以常有村民去湖边饮水灌溉，才出现了这样的意外。你再去仔细调查，如若真是水源有隐患，便让人支些银子将那湖边围上一圈，都已淹死这么多人，岂可再不将人命当回事儿？是。对了，大人，属下上次去杏花村的时候，给宋礼正留了个地址，前几日便有信件送了过来，说是您儿子这会儿去上学了，夫子夸他自聪颖，如若能好生培养，将来或许也能出人头地。听到霍思相这样说，霍兆渊随即愣了一下。大人呐，反正您也没娶妻没孩子，这有个白送上门的，不要白不要。再说了，那孩子又不需要咱们出钱养着，又不吃亏，
思想你也有些年岁了，既有闲心操心这些，倒不如将心思放在成家立业上。即日起，若有人再给我下帖子，你便代替我去了吧。嗨嗨，大人，这不合适吧？石头村的事情紧迫，属下就先行告退了。女人穿越到古代，因忍受不了用草木灰洗头，于是便想着忽悠人参精去采摘制作洗头膏的原材料。霍林，何首乌和你算不上是本家吧？替娘去林子里捉一些来。嘿，不对，是挖一些来，那生了灵智或是有灵台的咱不要，行吗？只要何首乌吗？我能找到很多的。娘，这东西值钱吗？要卖吗？嘿嘿，只需何首乌就好了，其他的东西都比较常见，我自己便能寻到。娘，我还藏了好几颗人参，你要吗？啥？你还吃同类吗？才不是，我这些同类太惨了，有的干死了，有的涝死了，还有的被野兽踩死了。我只是替他们收尸留着做孽想，但他们毕竟已经不在了，也没有意识。如果娘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送给你的。人类吃人参没什么奇怪的。原来如此，不过这既然是你的朋友，那你便收好吧。我若是需要用人参，可以去药铺买。好吧。当日晚上，人参精就遁土回到了山里，帮宋英找来了100来斤的何首乌。娘，这些够了吗？我还可以再找许多。何首乌落地生根，不像我们人参生存的辛苦。如果娘需要的话，我就是找来千斤万斤都是可以的。嘿嘿，目前足够了，等以后要是需要的话再跟你说。好吧。对了娘，山里有人。有人？是啊，2个人，还有1匹马，他们还在说话，说什么动手，等不及了什么的。对了，还提了咱们家，说霍家。宋英一听，眉头紧皱。这悍匪不是都已经被消灭了吗？难道还有遗漏回来寻仇的？娘知道了，你先去休息吧。好。大哥，想必他们已经睡下了，咱们动手吧。应该是睡下了，待会动作轻点，我们只要把驴牵走就行了。放心吧，大哥。驴兄，乖乖跟我们走吧，这是美味的山萝卜，快吃吧。小毛驴看了看2个毛贼扔在脚下的萝卜，嫌弃的踢到了一边。大哥，这驴不吃山萝卜咋办？要不直接牵走，反正只是畜生，也许不会乱叫。你看他现在就挺老实的。也成，直接牵。你去开门，我领着这畜生出去。好，大哥，我这就去。去，快走！你傻站着干什么？快来拉我一把呀！屋内的宋英听到动静，急忙跑了出来，便看到2个毛贼正被小毛驴踩在脚下。这2人就是霍林所说山里的那2人吗？难道只是来偷驴的？偷驴不成，还被小毛驴反杀了？正当宋英疑惑之时，门外就走进来了几名官衙人员。我这不是还没报官吗？你们怎么动作这么快？姑娘打扰了，我等在这儿等了2日，得知他们今夜动手，便在屋外埋伏。如今这2人潜入民宅，欲图偷窃，证据确凿，我等这就将人带回去。原来如此。姑娘，既然毛贼已抓到，我等就此告退了。好的，辛苦了。小毛驴，看不出来，你不仅跑得快，连抓贼的本事也不小啊。来，奖励你吃大萝卜。真是奇怪，那2个毛贼这么壮，怎么会被小毛驴反杀呢？难道是因为小毛驴吃了灵水浇灌的萝卜的缘故吗？第2日一早，宋英把制作洗发膏的原材料准备好后，便开始下锅熬制，熬了1天1夜，才熬煮出了浓稠又晶莹的液体。闻着还不错，虽然比不上现代的洗发水，但加了鲜花枝，所以还是有股淡淡的清香。等洗发膏晾凉了以后，宋英将其一一倒入之前购买的瓷器瓶中。你们3个过来洗个头发，洗完了告诉我感想。二姐，我不想洗，我又不是女娃娃，要那么干净干什么？是呀，二姐姐，我这头发才洗10来天呢。才10来天，你也好意思说？赶快过来。娘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这是洗发膏，以后你们就用这个洗头，可不要不知足。就这一罐，我可是准备卖50文的。一提到钱，宋达他们几个就乖乖听话了，因为他们知道等这东西卖了钱，宋英肯定会给他们买零嘴吃的。感觉怎么样？二姐姐，这东西香香的，洗完之后也很舒服，比草木灰好用多了。是呀，娘，我的须子现在闻起来有一股清香味。宋英知道这味道其实并不算太好，尤其是比起前世那些洗发膏更是差得远了。但环境特殊，也不能要求太高，这洗发膏所带的淡淡清香也算不错了。二姐，这些东西会有人买吗？咱们这里的人从来都没有用过。还不清楚，明日我去县城找脂粉铺子寄卖。不过宋英对县城的脂粉铺子不太了解，想了想便去找宋家几房问问，顺便拿了一些洗发膏送给了他们。四婶儿，这东西可好了，你摸摸看我的头发是不是特别软特别滑，还有香味呢？你要是用了，等四叔回来一定特别高兴。哪还用你这个臭小子多说，二丫送的东西肯定是不会差的。
四婶，不瞒你说，我也是有事想求你。客气啥？你说。我想问问四婶，四叔每次从县城给你买的胭脂水粉都是哪一家的？用的怎么样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这洗发膏我准备拿去卖，却又不知与哪家合作合适，所以先打听一下，心里也好有个章程。你四叔这几年是没少给我买胭脂水粉，所以我对那些铺子的确是有些了解的。这最好的嘛，莫过于翠妍斋了。这家胭脂色正，抹在脸上也比较匀。只是这家的东西实在贵得紧，你四叔在那也就买过一次胭脂，便花了2两银子。2两银子确实不便宜，可不是嘛？听你四叔说，那翠妍斋生意虽好，但只对大户人家赔笑脸。你四叔去买的时候，听到价格高，本想离开，谁知道被掌柜讽刺了一番。他又是个爱面子的，这才将东西买了。自那以后，便没去过第二回。那其他家的呢？除了翠妍斋，我最喜欢的便是义军房的东西了。这家是老字号，东西卖的实在便宜，但许久没出过新货了，再加上一直被翠妍斋打压，所以只能靠价格来收拢客人，怕也撑不了几年。二丫，如果你要合作的话，还是找义军房要好些。你也知道，你四叔是个爱记仇的，如果你和翠妍斋合作，那不是让你四叔心里难受吗？四婶放心，四叔对我是够义气的，我哪能为了赚钱便打他的脸？明日我便去和义军方谈，如若谈不拢，我再想别的法子就是了。我家丫头就是厉害，你给娘的这东西真是好，闻着也香，只是你给我的有些多了，回头带回去一些吧，不是要用这些赚钱的吗？娘，我熬了很多的，这些就是专门给您用的，您放心的用着吧。那就好。对了，娘听说这几日你都帮着你大伯娘管着达哥，是不是很麻烦？若你不好开口，我去和你大伯娘说，你平日就够累的了，再多2个小子让你看顾，哪里忙得过来？倒也还好，达哥和五哥都算懂事。达哥懂事，莫不是你大伯娘逼你的？是不是显哥那事儿，你大伯娘还在怪你，所以私下找你的麻烦了？娘，您可别这么想，我说的是真的。我家林哥一个孩子总觉得无聊，家里有达哥和五哥陪着，他也能开心些。大伯娘知道我带着达哥上进，还颇为感谢我，前些日子还给我送了东西。你大伯娘给你送东西了？娘，大伯娘只有2个儿子，宋显听大嫂的话，重岳家不重父母，大伯娘心里岂能不知？如今我哥去县城读书，再不济也能混个童生回来吧。大伯娘向来心高气傲，当然不会甘心输给咱们二房，可她没时间管孩子，我又肯管，她自然是真心感谢我的。您用不着想太多。倒也是，不过你大伯娘向来看我不顺眼，你这心眼也不可太成了。我让着她些没什么，只要她不欺负你便好了。女儿这脾气您是知道的，哪里会被人欺负，放心着吧。和阮氏闲聊一会，宋英就回家去了。第二日一早，宋英便驾着毛驴车往县城而去，但在路上却被前2日来自家抓捕毛贼的官爷拦了下来。官爷，有事吗？宋姑娘，真是巧了，我们这是准备去石头村做法事，不知可否借用您的驴用2天？我只听过狗血辟邪，还没听过用驴血的吧？误会了，误会了，你有所不知，那日那2个贼回去之后，一直神神叨叨的说您这驴不一般，我便想着会不会有些作用。官爷，我去县城还有些事的，所以怕是不能帮你。是我魔怔了，姑娘请吧。官爷，我其实并没什么道行，那都是百姓一个传个的，可能没降妖除魔的本事。啊，对，我也是，我上个月不小心破了这，正准备还俗呢。哼，请你们去做法事，你们竟然不愿，别忘了你们都是收了钱的。你们找我们的时候也没说是石头村的事儿啊。不瞒您说，石头村我们是知道的，已经有人去做过一遍法事了，那道人还死了呢。什么情况？还死了人？他们说的是什么呀？石头村怎么了吗？你们都还不知道吗？石头村那边已经接连死了12个人了。一村庄1个月内接连有10几人相继溺水身亡，这中间究竟藏着何种秘密？这是大概是在1个月前吧。石头村有个醉汉不幸摔死在河里了，据说他死后化作水鬼，并且每日哭嚎，暗夜总能听到奇怪的声音。如今正值干旱，那村里有不少人都去河边提水，就被这水鬼缠了下去，接连死了9个人呢。不是说死了12个人吗？接连死了9人后，县衙那边就派人在岸边加筑矮墙，可就在做工的时候，又有一工人落水身亡。村长慌了，便请了个道人前来做法。谁知这道人做法的时候，脚滑掉了下去，一汉子见状去救，竟然也被拖了下去。12条人命啊！宋英本来打算走了的，可当听到村民这样说了以后，手心居然有些炙热，就如同上次抓人参精时那样。小毛驴，要不咱们去凑凑热闹，远远看着，
如果能帮上忙就帮，帮不上就跑。小毛驴听到宋英这样说，像是听懂了一样，点了点头。官爷，要不我和小毛驴一起去瞧瞧？姑娘也要一起去吗？这自然是可以啊，到时候不会让你离得太近的，放心吧。好的。姑娘也不用害怕，做法事其实只是为了让村人安心。如今那村中百姓都闹着要填了那湖，可那湖是石头村唯一的灌溉水源，怎能说填就填？所以县太爷说了，先寻人做法事，然后再派官兵仔细查探河底。也是，目前还没查明真相，只能先安抚民心了。我们县太爷连夜翻了好些记录，也想出这事的缘由，说大概是那湖边藏了不知名的致幻药草，发出诱人香气，所以使得人不小心落水。我们这次还请了2个老大夫，一定能查到原因的。宋英听了也觉得有些道理，只不过他觉得事情可能并没那么简单，毕竟人神经都有了，有其他妖魔鬼怪也不算稀奇了吧。宋姑娘到了，你且站远一些观看。好的，官爷你忙你的。大夫，你们先看看这里的草到底有没有问题。村长，船安排好了吗？过一会儿还会有熟悉水性的捕快过来打捞。已经安排好了。官爷，这都是普通的野草和水草，并没有任何能致幻的东西在，只是这河水倒是有些奇怪。如何奇怪？这水颜色似乎微微有些绿，还有些味道。那有可能是这水里有毒了，这样的话也不好派人下去捞东西。这样吧，其他人先给王者做法事，2位老大夫便先随我查验一下水中到底是何种毒，尽快找出应对的办法。这水里头似乎有东西在游来游去的，手心的感觉更加炙热了，是要准备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正当宋英疑惑之时，耳边传来了落水的声音。只见2位大夫此刻都掉到了水中，几个捕快见状想去救人，但就像是撞了邪一样，一个接着一个，竟全部掉了下去。这也太诡异了吧！就在此时，宋英手中射出了一道光，那光就如同一条绳索一般。那怪鱼奇丑无比，样子十分瘆人。这鱼不会是妖怪吧？这怎么会有如此奇怪的鱼？莫不是成精了？怪鱼被红光拉上岸后，宋英便感觉到那怪鱼身上似乎有个什么东西闯入了他的空间。正当宋英沉浸在空间里头的时候，霍兆渊也来到了现场。村人落水的原因可都查到了吗？好像是水的问题，只是刚才2位大夫取水查验的时候，却都不小心栽了下去。我们几个也是一样，所以这会儿还没能验出水中到底有什么。现在赶紧查验一下。大人，属下这就去。大人，这水应该是无毒的，闻上去到有些像是里头掺杂了蛙类粘液，只是不明白为何会如此多，但因为溶于湖水中，所以一般人也瞧不出来。只是如此吗？正是。你们刚才都落了水，可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？我觉得脚下像是有什么在缠着我。我也是，刚要浮上来，就感觉脚下有一股吸力将我拉了下去。不过这个怪鱼被甩出来之后，那力道立马就没了。霍兆渊见几人的供词都一样，顿时眉头紧锁。来人，将这水底仔细打捞，就算是块石头也给我拽上来。是，大人。宋姑娘，你为何在这里？大人，是我请宋姑娘过来的。之前有幸见到宋姑娘的驴神器捉贼，便觉得十分与众不同，因此特地请这驴过来，也许能辟邪。糊涂，身为官职人员，怎可如此捕风捉影？相信这等子虚乌有之事。是，都是小人糊涂。大人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这位官爷也是为了村中百姓着想，如若妖魔古怪、仙人神明这些都是子虚乌有，那朝廷不是每年都举行各种祭拜吗？听到宋英这样说，霍兆渊看了他一眼，但也没说啥。毕竟也不好在大庭广众下反驳朝廷祭拜这种行为不好。不一会儿，下水打捞的捕快便打捞上来了不少尸体，并且还打捞上来了不少尸骨，只不过这些骨头大都比较小。按理说，前些日子才落水的人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化成骨头了？而且这些骨头一看就是小孩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还不快快招来！大人饶命，饶命了！这些都是村里养不起孩子的人家丢的娃娃。什么？虎毒不饲子，怎会有人会丢了孩子？是真的，我们村穷，有的家里生孩子太多，尤其是女娃娃，生了又不想养，就扔在这溺死了。正当村长交代事情真相之时，人群中冲出来了一名村妇。娘没用，是娘不好，竟连你们都认不出来了。这里有你的孩子吗？大人要替我女儿报仇啊！我3个女儿都被那该死的扔到了河里啊！细细说来。民妇是王兴家的，我嫁给我家男人5年，生了3个孩子，都是女娃。家里只有几亩旱地，我男人还有婆婆不想养，就将孩子全扔了。王兴那个没良心的畜生，有钱买酒喝，却没钱养孩子，我恨不得他死。那日趁他喝醉，便将他推了下去。村妇口中的男人正是第一个落水的酒鬼。大人，我杀人我该死，
可如果不是我婆婆逼着王兴，我的孩子们也未必会死啊！求大人给我一个公道。思想，立刻查明村内溺杀孩童的人家，务必将这里所有尸骨全部核实，数目必须对上，之后将名单交予我。是，大人。另外，此村除却无知孩童，人人有罪。今日起，将村中12岁以下孩童全部带走，由官府教养。大人呀，将孩子带走的话，那我们不都断苗了吗？你们本就善于扼杀孩童，如此安排有何不可？你等既不想要孩子，那不论尔等有罪与否，10年之内，石头村新生婴孩全部由官府接手。霍兆渊此等做法也是想着利用10年的时间来掰正这些孩子的思想，以免其受到父母的影响，如此恶性循环下去。但凡杀人与怂恿者，每月前往县衙服刑1次，每次杖刑50，刑期5年。大人饶命啊！每月都要打，那还怎么种地呀？哼，还想种地？此地虽是旱地，但用来养畜生都好过养你等恶民。本官给了你们一条生路，撑过5年，本官既往不咎；若是没撑过，便是你等杀人偿命。一旁的宋英原本以为霍兆渊最后会统一打一次板子便罢了，毕竟这年代负杀子罪过都不算太大，却没想到霍兆渊看似没拿起刀子，实际上却是折磨类的刑法。大人，我觉得是不是同时需要传播一些正能量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需要弘扬真善美，不如寻个说书的，写一些有道理的话，每个月过来宣读，免得有些人宁顽不顾。你说的对，我会让县衙那边加派人手过来，对他们进行教导。除了说书的以外，我觉得可以成立一个妇联组。妇联组，也就是一个妇女组织，负责保护妇女和孩子，可以定期家访，疏导女性心理健康，也可调节夫妻矛盾。宋英刚说完，便突然意识到这年代可没有男女平等这一说法，所以他这建议恐怕没什么用。甚好，回去之后我便着人去办。啥？这大人居然这么好说话吗？还有何不妥吗？没了。对了，大人，虽然这村子有些问题，但杀害其他11人的凶手还没有找到，你有何想法？宋姑娘觉得呢？我觉得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宋小姐相信鬼神妖怪之说吗？我只是觉得，若是冤魂索命，倒也能让那些恶人心头留一丝忌惮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但若世上真有鬼，那做了亏心事的，他再也不敢开门了。河中水草疯长，一旦落入水中，必缠上脚踝，的确难以脱身。那个酒鬼死有余辜，至于其他无辜者，我会着人安抚。大人，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，那民女就回去了。天色渐晚，你独身一人着实有些不便，我让2个捕快送你回去。多谢大人，不过我一妇道人家，身边也无同伴，让2位官爷护送不太合适。宋姑娘已经嫁人了吗？是呀。可是为人所逼。霍兆渊之所以这么问，也是因为据他所知，宋英从侯府传出死讯，也就几个月前的事，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嫁人了？姑娘家总要嫁人的呀，我朝规定，女子若非守孝，19不嫁，父母要论罪的。我如今已经17了，自然要找一如意郎君的。多谢大人关照。好吧。被石头村的事情耽搁了1天后，第2日一早，宋英按照计划来到了义军坊门前。姑娘想要买香粉还是口脂？这一款是我们义军坊卖的最好的脂粉，您要试试吗？我是来和老板娘谈生意的。找我们谈生意？姑娘没走错吧？我们是义军坊，不是翠妍斋。老板娘，我真的是来谈生意的。这是我自己熬制的发露，用来洗发效果特别好，我想放在你们义军坊寄卖。姑娘，我们义军坊对寄卖的东西要求挺高的，您尽管试试。听到宋英这样说，老板娘便接过发露闻了闻。姑娘，你这东西的香味虽然不浓，但也是恰到好处，用起来也算方便。只是不知道这东西，姑娘准备如何卖的？一种是添加人参叶的，100文1瓶；另外一种是普通的，50文1瓶。姑娘的东西是可以寄卖在我们这里的，不过您这东西是只找了我们一家，还是也找了其他人？我们得看情况定价的。只找你们一家。听到宋英这样说，老板娘疑惑地问道：姑娘，你这东西应该也不愁卖啊，即便是翠妍斋的人看见了，应该也会同意寄卖的。他们那里的生意可比我们这儿好多了，而且可能还会将你这东西卖得很贵呢。没办法，我就是个乡下泥腿子，我四叔从前买翠妍斋的东西，却被他们讽刺过几句，因此与他们不太对付。姑娘的四叔可是姓宋？是啊。原来是宋姑娘，你四叔的确常来我们这里买东西的，每次都是挑最好的送给自家娘子，像她那样的相公可着实不多呢。这样吧，宋姑娘既然找上了我们，那这发露我们会放在显眼的位置，也会极力向客人介绍。那就多谢老板娘了。至于抽成方面，我们都是以定价来算，这2种发露每卖1瓶，人参味的我们得5文，普通的我们得3文，可好？可以，就按老板娘说的。发露这名字虽然直白，但不太雅，可否再取个合适的名字？不知道花掌柜有没有好的建议？倒也不用取太复杂的，不如就叫青丝人参膏如何？可以，我这第一批带了个近200瓶过来，5日之后我再来看看卖的如何。
也好决定是增还是减货，怎么样？当然可以。随后，宋英便和易军方签下了契约。宋姑娘，真没想到你这东西会卖得这么好。这5日内，人参膏一共卖出了43罐，青丝膏则是卖出了90罐。好卖便好，花掌柜觉得以后我如何送货合适？姑娘若是信我的话，以后每7日送1次货。数量的话，人参膏按照现在来，但普通发膏的话增加1倍。按照现在的情况，之后姑娘这发膏肯定会越卖越好的。如此甚好，花掌柜，不如我们重新签订一个契约吧。什么？姑娘是对之前的契约有什么不满的地方吗？那倒不是，只是鉴于目前的青丝膏的销量情况，我觉得可以将合作更深入一些。姑娘请说。这青丝膏能在李县受欢迎，那在其他地方应该也不差，但我一个人想要将这生意做大不容易。但您义军方应该认识不少往来商客吧？若是将青丝膏卖给他们，那赚的自然就更多了。可是姑娘一个人怕也生产不出来这么多青丝膏吧？除非姑娘办个作坊，买些人手。没错，只是我到底不似花掌柜这样铺子有信得过的工人。再者说，这青丝膏的方子别人未必琢磨不出来，尤其是翠妍斋，也许2、3个月，这青丝膏的生意就被别人抢走了。但花掌柜您就不一样了，我若是将方子告诉了你，凭借你义军方的底子，必定能在短时间内大量生产和销售。只要你试试抢翠妍斋一步，以后客人提到青丝膏，自然也就先想到义军方了。什么？姑娘的意思是要将青丝膏的配方告诉我吗？是的。如若姑娘信任，这是今日便可敲定。我义军方虽然门面不太行了，可底蕴和人脉绝对不比翠妍斋要差。以后姑娘若需要药材，我着人给你送去，外人绝对看不出来。另外，即便这外头的生意由我义军方来忙，但分成方面也绝对不会亏了宋姑娘。那花掌柜觉得李县之外的买卖能分我几成？药材、工人、人脉全部都由我义军方提供的话，我可以给姑娘利润的3成。好，那便分3成。这3成利润虽然听着不多，但要知道宋英给了个方子之后就万事不管，只等收钱了。那我这铺子里的青丝膏生意还按照之前的契约算，李县之外的生意才按照新的契约来算。行。随后宋英便和花掌柜重新签订契约，签好之后，宋英便将自己的方子交给了花掌柜。姑娘虽然只拿分成，但也算是我们义军方的二东家了，以后也不用客气，叫我一声花姐姐便好。好的，花姐姐。这青丝膏竟只是寄卖吗？可打听出是和人做的发膏。我们翠妍斋可是李县最好的胭脂铺了，那人怎么可能不选我们，反而选义军房？是不是你们之中谁将那寄卖的人拒绝了？没有，虽说那东西瞧着也不是个贵重的玩意儿，但毕竟也挺稀罕。若真的来寄卖，我们肯定是先要让掌柜的长长眼的。那就是这寄卖的人没见识了，听闻是个乡下姑娘，想来消息落后，并不知道义军房如今没落了。这样吧，派个管事找过去和他谈谈，让他将这东西放在我们铺子里寄卖。如果能让他卖了方子，那就更好了。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，宋英也不用急忙熬发膏，便将时间放在了他之前购买的田地里。瞧瞧这无污染的粮食和空气啊，这可都是朕打下来的江山啊！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青蛙？你别过来啊！你要是过来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宋英毕竟是女孩子，对青蛙这种动物多少是有些害怕的。见那青蛙一动不动后，宋英拔腿就跑。等跑回到家后，便见到任申金在家里玩着。宋英咧嘴一笑：“嘿嘿，儿子，你过来一下。”任申金看到宋英一脸坏笑的看着自己，还以为是自己做的好事败露了呢，于是便开口道：“娘，我没有偷喝萝卜地里的灵水。”你说什么？我也没有替699抄作业换他的点心。呵呵，你还会替宋达抄作业了？我这不是没说吗？为什么娘会知道我偷喝灵水和帮抄作业啊？说谎会掉1000根须子哦。就抄了2回。哼，2回也是抄，回头必须要狠狠罚你们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先陪我出去一趟，咱家地里有个大青蛙。娘，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事儿啊？不然你以为呢？我以为你是在怪我偷偷吃了你藏起来的糕点呢。娘，儿子陪你去看大青蛙好不好？那可是大青蛙，你就不怕那青蛙喜欢吃人参？当然不怕。走吧，我只是找你壮壮胆，等快到的时候你躲远些。好啦，你就站在这里看着。宋英说完，便拿着篓子来到了大青蛙面前。可才刚看到大青蛙，宋英的手心又开始发热。难道又是妖怪吗？前几日才来个鲶鱼怪，现在又来个青蛙怪。正当宋英疑惑之时，田里的大青蛙居然幻化成了一个青年。前辈，宋英被眼前这幕吓得僵在了原地。上次在石头村多亏了前辈帮助，小生特地过来报恩的。什么？在石头村，我有帮过你吗？
当时小生藏于水中，但多亏了前辈出手，这才将那鲶鱼制服，否则用不了多久，小生肯定也要被鲶鱼鲸吞了。小生一路跟着前辈的气息而来，结果发现这村中竟有如此美味的稻田，便寄宿其中，养了几日，将之前亏损的气血都补回来了。我记得当时落水的几个人纷纷都说自己是被什么东西顶上来的，难不成是你？正是小生。既然当时你也在水里，那石头村村民落水事情的始末，你应该都知道吧？我原本便是生活在石头村那湖里的青蛙，湖中能成精化形只有我和那鲶鱼，但那鲶鱼在修炼过程中不小心误食了村民扔下来的人，毁了正途，便对村中百姓心生怨言，但凡靠近湖边之人都会被他拖下水。他道行比我高，我不好直接与他作对，只能偷偷吐出粘液，致使湖面泛绿，想将村民吓跑，可惜湖水太多，颜色不甚显眼，并无作用。宋英听到青蛙怪的叙述也惊呆了，没想到这水下居然还发生这种事。那你找我就是为了感谢吗？当然不是，小生那日在湖底瞧见您发出的那道光刻制住了鲶鱼，可见您是个高人，小生愿追随高人修行，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别，我不收徒的。小生与那鲶鱼不同，从不敢害人。早些年鲶鱼不吃人的时候，村中若有人落水，小生还会先将人推上岸去，因此也略攒下些功德，修炼上也稍有些天赋的。这不是天赋的事情，你我毕竟不同族。前辈放心，小生也知道自己不过就是青蛙，万万不敢做前辈的亲传大弟子，只要前辈准许小生在您身边修行便可。好吧，你可以捉虫是吗？小生十分精通，度量也大，可以保护此处的农田少受虫害。你脚下的田地就是我的哦，怪不得虫子如此美味。我还有几块田在别处，也是一样的美味。既然你善于捉虫，不如都交给你了。竟有如此好事儿，多谢高人师傅。不知你如何称呼？小生给自己取了个名字，叫青莲。那需不需要我给你带路去认认田？师傅放心，小生认得出来的。师傅的田与众不同。行吧，你若有事儿，可去那边那栋房子寻我。只是你毕竟脸生，寻我的时候还是以本体过来吧。小生晓得的。就在宋英和青蛙怪对话的时候，人参精也走了过来。人参精一过来，便盯着青蛙怪上下打量着。青蛙怪也是如此。哇，我还以为这附近只有我一个妖怪呢，没想到还有同类。可不是吗？从前我也以为附近只有老鲶鱼，却没想到山中竟然还能生出你这样的灵物。蛙哥，你以前生活的地方好玩吗？还有没有别的妖怪啊？我以前有个爷爷，不过他命数到了，这些年这个村子附近就只剩我一个灵物了。师弟，我之前认识个鲶鱼精，但他被高人师傅收了，本体都被埋了起来。虽说老年修行不正，但这些年我也就认识他一个，他死了，我心里还挺伤心的。对了，师弟，你日子过得如何？要不咱俩一起在这田里度日？蛙哥，你都不知道，我过得好生辛苦啊！怎么？可是有人欺负你？我见你身上的气息，这段时间应该都和人类生活在一起吧？你可是灵物啊，小心有人抓你炼药呀！对呀对呀，就是我娘欺负我，我与我娘住在一起，她要求我和人类一样，天还没亮便要起床读书，每日又要跑圈又要扎马步，我娘一不高兴就打我手心，你瞧瞧，我这人参皮是不是都快被抽掉了？你娘是何人？竟然如此欺负师弟？难道是个万年老树精不成？对了，有高人师傅在此，你可不用怕，师傅他一手道光可厉害了，前几日那老鲶鱼就是被师傅勒死的。她就是我娘。师弟啊，不是我说你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读书识字可是好事啊，你看看我，对读书人最是向往了，做梦都想满腹经纶呢。师傅，师弟顽皮，可需要小生替你教训一下。蛙哥，你有何本领呢？小生会得不多，跳得很高算嘛。对了，小生还有一项本领，便是身上可以分泌出止血、消炎、排毒、消肿的液体。我记得蟾蜍身上会分泌毒液，小生和蟾蜍也算一家，所以成精之后也有这本事。只是小生不喜害人，便不想用毒液自保，免得不小心害死了人类，身上沾了孽债。人参精听到青蛙怪会这么些本事后，突然觉得有危机感，于是便跑过去拉着宋英的手。娘，便让青蛙在这里守田吧，我还要回去做作业呢。不对，我们还要上山找小毛驴呢。呵呵，刚才不是还叫人家蛙哥吗？毕竟不太熟，也不知道这蛙是好是坏，还是要防着些的。人参精说完，便硬拖着宋英走了。娘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扎土查看一下小毛驴在哪里。好，你试试。娘，我们往那边再走走就能瞧见小毛驴了，不过它好像受伤了。什么？
受伤了，我们快过去看看。等宋英找到小毛驴时，便看见李进宝站在小毛驴的旁边，而小毛驴脚上还有一个捕兽夹。李进宝，你在干什么？阿英妹妹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刚刚瞧见你家的驴受了伤，正想将它牵回去给你，可这驴有些犟，实在不好靠近。你给我走开！我家小毛驴是如何受伤的？你为何又在这里？阿英妹妹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我之前是不好，误会你了。如今我负重病在床，我心煎熬，越发觉得自个儿以前做的不好，但想着我还年轻，如今改过自新也是来得及的，因此便每日上山采些野菜野果，也能缓解一下家中困苦。今日也是巧合。我家的驴伤了，我自会处理，不劳你费心了。霍林，你去请青莲过来一下，告诉他我需要止血药。好。阿英妹妹，之前都是我不好，我在这里向你道歉了，对不住。既是道歉，那不如拿点诚意出来。那边便有块石头，拿起它，冲着自个儿脑门砸几下，见血了再停。宋英这个死丫头，等我骗到手后，你就知道错了。阿英妹妹，我昨日专门请好友从县城买了一罐你做的青丝膏，洗了头发，果真是柔顺极了。阿英妹妹真厉害，何必如此糟蹋好东西？你这脑袋不过就长了这么少几根干草毛，甭说是用青丝膏了，就是用神仙膏也挽救不了你要秃的脑门。阿英妹妹真会开玩笑，妹妹要等的人几时来？你毕竟是个女孩子，定是害怕，我在这里陪你。李进宝话音刚落，人参精就带着青蛙怪回来了。这小子是去哪里找的人？也太快了些吧！而且他领回来的这个男人又是谁？这么快又勾搭上别人了？这宋英也太不守妇道了吧！阿英妹妹，这是谁？与你何干？不要妨碍我，否则我一脚送你回家，信不信？师傅，抹了粘液，小毛驴的伤应该问题不大了。多谢你了。师傅客气了，都是自己人。师傅，他叫你师傅，难道你将纵方子交给他了？你怎么还不走？看来是不把我的话当回事了。宋英说完，便朝着李进宝走去，二话不说就给了他一脚。哼，在我面前演戏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看你这德行，指不定我家小毛驴的伤就是你干的。宋英，你给我等着！李进宝撂下狠话，便气急败坏的下山去了。哟，进宝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摔跤了吗？我不小心看到了阿英妹妹和一个青衣服的男人在山里，不对，是我看花了眼，不小心绊着了。宋二丫怎么了？怎么会这个时辰和男人在山里？是呀，就在那边不远，只是大家还是别去看了，不大好。咱们去瞧瞧吧，要是在这山里出事就不好了。二丫，你这驴怎么了？没什么大事儿，吃草的时候不小心被捕兽夹夹住了，刚刚止住了血，我正准备带它回去呢。就你和林哥在呀。宋英一听村民们这么问，就知道肯定是李进宝又胡说了。不是啊，我这不也是刚过来不久吗？来的时候正瞧着李进宝拿着藤绳要绑我家的驴呢，我好生吓唬，才将他赶走了。你们没瞧见他下山吗？什么？李进宝要绑小毛驴？为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我家小毛驴踢了他一脚。不过叔叔婶婶，你们也知道，我家小毛驴很有灵性的，村里孩子经过，他甚至都会屈膝让孩子们骑上来呢。怎么会轻易踢人？而且咱们这一带按理说也不该有捕兽夹啊。李家小子不会是看上小毛驴了吧？这小毛驴这么灵性，确实值不少银子。那小子真是黑了心了，和他爹一个样。二丫呀，你这驴怎么样了？要不要咱们下山找个木板车过来？不用了，叔叔婶婶们，小毛驴涂了药，应该能自己走的。那就好，那赶紧下山吧，天色也不早了。我说进宝啊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可别和你爹娘似的，整日不干正事儿，就知道说人是非。是啊，我们杏花村和别的村儿可不一样，咱们村的长舌妇可就你娘一个，你娘才被打了嘴，怎么着，你也想走你娘的老路啊？你们胡说什么？你敢做还不让人说了？前段时间我就看见你盯着二丫家里，这二丫那驴出了事儿，在场的可就你一个人，二丫还说你要拿藤绳绑驴，这可有假。我知道，你不就是想说你那是帮着宋英收服驴吗？你这话骗骗丫头还成，想骗我们吗？你瞧见驴受伤，为何不先去告知二丫？那驴腿都被夹了，走也走不了，你拿藤绳绑住又有什么用？那一带是我们常去的，怎么这妖桥有个捕兽夹？咱们村的猎户都是老实人，你可别想着往他们身上泼脏水，那捕兽夹肯定就是你放的。这些都是宋二丫和你们说的，她的话你们也信？我刚才看到她和野男人在一起，她气急败坏，所以胡说的。野男人？我说进宝啊，做人可不能这么不地道啊！刚才我们去的时候，什么影子都没看见。他上山时间也不长，那时间都用来挖菌菇，还有照顾小毛驴了，哪来多余的心思去见什么野男人？真是笑话！
你们，咱们走，李老三这家算是都彻底坏完了。阁下便是宋娘子吧？我是翠妍斋的管事，姓袁。袁管事好。宋娘子不好奇我来找你做什么吗？为什么要好奇？今日过来是和宋娘子谈谈你那青丝膏生意的，可否让我进去细谈？青丝膏那生意现在我已经做不得主了，都和易军方谈好了，所以和你也没什么好谈的。我家中连口像样的茶水都没有，便不委屈您了。我是翠妍斋的。管事已经说过一遍了，我听见了呀。宋娘子还没细听我的话吧？我是翠妍斋的管事，这次过来是专门想要购买你青丝膏房子的。你若不愿意卖房子，也可将青丝膏放在我们翠妍斋寄卖。我们翠妍斋和易军房可不一样，能带给你的利益绝对更高的。可是我已经安排给易军方了，说再多也没什么用。宋娘子，不知易军房给你什么样的好处了？我们翠妍斋可以翻1倍。另外以后宋娘子若是想在我们翠妍斋买东西，也都可以给你打折扣的。多谢袁管事高看，不过做生意也要讲信用，我已经和易军方谈好，便绝对不可能再转去别家的。宋娘子难道不知道自己的青丝膏卖得多么好吗？那易军房着实没有本事，将能卖1两的东西卖成了100文，宋娘子难道不觉得心疼吗？袁管事，翠妍斋那么多新品，一旦我这青丝膏真的放在你家寄卖，恐怕最多受宠3个月，3个月之后青丝膏就凉了吧，到时候您家也琢磨出方子来了，再将我踢一边，我还能赚什么？所以您请回吧。姓袁的男人贵为翠妍斋的管事，何时曾受过这种气，脸上顿时有些挂不住，便开口骂道：你也知道我们翠妍斋是能仿制出来东西的，今日来找你也是想让你占些便宜，你若蹬鼻子上脸，那可别怪我们翠妍斋不客气。等我们翠妍斋琢磨出方子，你什么都捞不到。呵呵，各凭本事吧。几日后，宋英又给易军方送去了青丝膏。花姐姐，和李县之外的商客谈得怎么样了？我爹在世的时候就有好几个关系不错的朋友，我一跟他们说明情况以后，他们都表示愿意收一些青丝膏卖试试。卖了多少？我都是按缸卖的，一缸大概能分成500小罐，他们4个人都各自拿了1缸。如果卖得好，到时候一次就不是这个量了。等确定销量之后，如果卖得不错，那花姐姐是不是要扩招人手了？可不是吗？易军方最近这些年没落了，所以无奈之下只好辞了一些工人。不过幸好都有联系，等我腾开手来，得了那边的信，就将大家伙都找回来。那就祝易军方这一次旗开得胜了，哈哈，还是亏了阿英妹妹啊。等宋英从易军方出来时，花掌柜送给了宋英几套胭脂水粉，宋英也用不上，便拿回去送给了阮氏和其他的几个婶子。阿英，过几天就是你阿爷的60岁整寿，你阿爷还专门找到你爹，说让你当天也回来瞧瞧呢。好的。阿英，你可是怪上你阿爷了？也没有，你要是怪他也是应该的。这些年我们哪里对不住大房了？你哥当初本来也能好好读书的，却也被显哥毁了。我还没怪他们呢，老爷子也是偏心。娘，我真不怪他，阿爷是长辈，该我孝顺的地方，我肯定会孝顺的。阿英，这次办宴，裴家那边也来。上次你将显哥送去县衙，他们这心里肯定记恨你。你阿爷也是担心裴家那边不给你好脸色，所以交代我和你爹，让你到时候待在他身旁，这样你就不会受委屈了。娘，我知道了，你女儿的性格你是知道的，不会让人欺负的。阿英，等会你和我一起去阿爷那里待着，不要乱跑。我知道的。阿英，这是我给你买了个银镯子，我抄书赚钱挣的，你带着。哥，怎么你又去抄书了？你现在的心思应该是考学，赚钱这种事用不着你，而且之前我也将分成给你了。那笔钱我想留着用，我抄书也不影响学业，你姐放心。况且我这等岁数，又不是10来岁的孩子需要家人供养，我有手有脚，哪里有知吃不做的道理？正当宋英和宋寻聊天之时，宋满山也走了过来。我的乖侄女，你太会给老子长脸了。四叔，乖侄女啊，我都听你四婶婶说了，听说翠妍斋那些个不要脸的东西，还专门找上门让你将货给他们家呢。我就知道你这丫头最重义气了。这次替你四叔，我气死那翠妍斋的老狐狸们，我得请你吃酒。今不就是吃酒的好日子吗？哪里还用得着四叔请呢？也是，刚才老爷子找你呢，过去瞧瞧吧。再过一会儿，这正席就开始了。哟，这就是你们家那个能干的宋二呀？怎么面见长辈还戴着围帽呢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说话的是宋显的丈母娘，而旁边的老妇人则是裴家老婆子。皮嫂子，我这侄女脸上受过伤，戴着围帽也是怕见风。所以说这做人呐，还是要有良心，没有良心是要遭报应的。真不知道这丫头前世是做了什么孽，这辈子没脸见人不说，还得守个死人。听说连儿子都不是亲生的，这日子还能过吗？可别等老的时候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。
裴家的，你要是不会说话就回去。今是给我爹庆寿，你张嘴闭嘴死人。宋忠的，是诚心想和我家过不去是不是？亲家母，今日我们也没有招待不周的地方，你为何这么咄咄逼人呢？亲家，你也该知道，我也不是诚心的啊。我们裴家可是真心疼爱你家显个儿的，平日里舍不得打骂一句，对他比自家亲儿子还亲厚，可结果被这丫头送去衙门了，我这心里着实难过啊。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还提他干什么？将来显哥儿回来，自会改过自新，都是自家兄妹，不会记那仇的。你们宋家可真够团结的，可我瞧着一个真心对显哥儿好的人都没有。皮氏，今日是亲家老爷过寿，说那些做什么？亲家老爷，我瞅着二丫这年纪轻轻的也不容易啊。也还好吧，这丫头能干。之前粽子赚些钱，买了20亩地，如今又卖起了青丝糕，养家糊口不成问题。呵呵，女孩子家家，平日里缝缝补补，做做浆洗织布也就成了，如此抛头露面，于名声不好吧？没那事儿，这丫头出门戴着围帽，规矩得很。二丫，老身也是头一回见你，觉着甚是喜欢。之前那事儿，你大伯说的对，都过去了，不用总提。往后咱两家还是要多多来往。你这年岁也不大，就打算这么替你男人守着吗？就没想过回娘家再嫁？我家阿爷平日没少教我规矩，我虽然是头回嫁人，但也知道守心如一的，万万不会学着那些不懂事的姑娘，拿婆家不当一回事儿。宋英这话明眼人都知道是嘲讽裴家的，今日可是宋老爷子60岁大寿，宋显的媳妇居然都不露面。我那孙女害口重，非想吃她娘做的饭，所以不得已这才在娘家住着，等迈胎坐稳了，自该让她回来孝敬公婆的。到时候哪怕她公婆教她立规矩，我们裴家也绝无二话。现在嘛，都是为肚里的孩子着想。亲家，您说是吧？呵呵，我们宋家不缺人，立规矩也轮不着他。他若是觉着在娘家过得舒坦，可接儿得住，就是住上一辈子也不在意。亲家公说笑了，我瞧着你家的孙女怪可怜的，虽脸毁了，可年纪轻轻，真守一辈子寡卖不是造孽吗？不若这样，我给这孩子做个媒。我家隔壁有一子，长得也算周正，只才20来岁，正缺个管家的妻子，可让二丫相看相看。不用了。呵，这丫头是该学学规矩了。长辈说话嘛，晚辈插什么嘴？那也轮不着您教。裴家老太太，你要是想摆谱，就回自个儿家。今日可是我爷大寿，您觉着我无礼，那我便无礼好了。您可记住了，我和您那孙女婿还隔着一房呢。您算我哪门子的长辈，到我这里来指手画脚亲事了？您觉着我可怜，我还觉着您这日子过得惨呢。自家儿女难道都不搭理您吗？竟让你有话没处说，跑到我们宋家面前来叨叨了。你这个丫头！还有，当初我大哥偷粽子，那可都是你儿子怂恿的。若非他袒护岳丈，您觉着被告上衙门的会没你们家人吗？我看您家是当小偷当上瘾来了吧？之前偷粽子，现在又想过来偷宋家的孙女了。听到宋英这样说，裴老婆子气得怒目龇牙的，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。您老人家这样子，真像是上了年纪脑子不中用了，要不然怎么能说出那么可笑的话来呢？要我说，您若是年纪不成了，那就别出门了。我这会儿都不敢和您说一句重话，生怕您豁出老脸往地上一躺讹上我呢。一时间，宋老爷子和众人都愣住了，简直不敢相信这些话是宋英说出来的。二丫，胡说什么呢？亲家老太太哪是这种人？你小孩子家家的，虽然话不中听，但亲家老太太什么场面没见过，还用不着躺地上这一招。请裴家奶奶宽恕些个，我家妹妹向来耿直，都是有什么说什么的。至于当初宋大哥去县衙，那也是我们自家人商量的结果，我们自家人也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对妹妹有所怨言，所以就不劳烦裴家上心教导妹妹了。对，就是这个理，我们自家的事儿，关起门来说。你们当初不乐意裴粽子的损失，那就别管了。宋老爷子听到自家子女这样对裴家老婆子，心里面可就别提多爽了。你们亲家老爷，你家这些晚辈真是……哎呀，亲家老太太，不说这些了，马上要开正邪了，您放宽心，多吃些。好了，你们该跪的跪，跪完拜完了也好吃饭，可别把亲家老太太饿着了。裴老婆子还想开口反驳的，可一听到宋老爷子这样说了，也只好闭嘴了。正席开始前，宋老爷子的4个儿子都送上了各自准备好的礼物。大房送了2匹布，2房送了一杆狮头拐杖，3房送了一张逍遥椅，4房送了春夏秋冬的衣服各1套。爹，我也没啥钱，买的东西不贵重，但绝对最有心。我就祝爹年年穿新衣，不饿着不冷着。哈哈，大家送的礼物我都喜欢，都好，都好。等大人们送完礼后，接下来就是孙子孙女送礼了。宋寻送了一个牛角鞋拔子，其他孩子有送鞋子的，有送汗巾的，
也有宋字的写的字的，而宋英则带着人参精一起给老爷子贺礼。孙女祝阿爷日月昌明，松鹤长春，笑口常开，天伦永享。曾外孙霍林祝太爷寿比大人参。宋英说完就送上了2坛酒，而人参精送的礼物则是用一块布裹着。哼，二丫，你这么赚钱，就给你爷送口酒喝。我是晚辈，自然不好越过各位长辈的。裴家也不才送了几块糕点吗？爹，啥时候我陪你喝一杯啊？二丫送的酒，我觉着应该挺贵的。这可是醉仙酒啊，3两银子1坛呢。宋老爷子听到这1坛酒就值3两，也被吓了一跳。要知道，其他几房送的东西可没有一件是超过3两的。哈哈，二丫懂事。不过往后这银子也别这么花了，都攒着，将来给林哥儿娶媳妇儿。我这半截身子怎配合这么好的东西？不是浪费吗？阿爷头一次做寿，孙女应当的。太爷，我的礼物你还没看呢。行行行，这就看。老爷子说完便开始打开被人参精包了好几层布的礼物。什么好东西呀？这里3层外3层的，3岁看到老，瞧着真是一点出息都没。提示话都还没说完，就被眼前的礼物惊到了，其他人也是如此。这难道是紫灵芝？宋英瞪了人参精一眼。之前宋英交代过人参精不能送人参或者其他太贵重的东西，不然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人参精是听进去了，送的东西也不大，也不是人参，但却是灵芝，不过还好不算大。爹，你给我瞅一眼。别动，弄坏了你赔得起吗？爹，这紫灵芝至少也得值起10两银子吧？林哥儿，这哪来的？这东西可贵着呢，你不能随便拿家里的东西送人，拿回去让你娘收着吧。太爷，这是我在山里找到的礼物，你是不是觉得小了？瞎说，哪里小了？这么大个儿呢？等等，你说这是你在山里寻的，外山肯定没这样的东西。你这的孩子是不是去深山了？是不是不要命了？阿爷，是我带着他去的，当时不小心走得深了，我也不知道林根还摘了这么个东西。不过反正也是林子里白得的，他要送给您，您就收着吧，自个儿吃了也好，卖了也成。不成，太贵重了。这是孩子的一片心意，林根得了这东西之后就一直藏着收着，连我都瞒着，如今特地拿出来孝敬您。您若是不收，他这心里肯定伤心的。况且您觉得这东西贵重，但林根只知道它好看好吃，其他的不大明白，所以您就只当它是普通的菌菇，收了吧。是呀，宋老爷子，收着吧，您的福气还在后头呢。瞧瞧这儿的孙子孙女都这么孝顺，连成外孙都如此懂事。可不是嘛，这物件贵不贵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心诚。您家这丫头养得好啊，瞧瞧林格尔这孩子，跟那菩萨身前的童子似的，长得分真，以后铁定有出息。听到客人们都在夸自家孩子好，宋老爷子也很是欣慰。行吧，你将孩子教得好，这东西我给你收着，等将来林格尔长大要娶媳妇的时候用。这宋老头子莫不是傻了？这么好的东西不留给长房长孙，居然想着留给一个曾外孙。好了，开席吧，大家都吃好喝好。阿英妹妹，这是这次的分成，一共18两。花姐姐辛苦了。阿英妹妹，有个事得跟你说一下。您说。之前那几个里县之外的商客，是因为交情，所以才帮我们卖青丝膏。虽说这段时间他们也赚一些钱，但每趟进货装了一大缸青丝膏后，他们便不好再装别的货物了，所以他们是想着能不能由义军方来承担损耗和人力。确实如此，毕竟他们不只是做青丝膏这一种生意。他们也说了另外一个办法，那就是义军方自己在其他县开分店。可是你也知道，义军方才刚靠青丝膏把名气打回来，现在主要的目的还是发展胭脂水粉，所以姐姐是想问下你有没有想法。开个铺子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我这边人手方面确实是个问题。宋英话音刚落，就看到他四叔宋满山大摇大摆走了进来。这么巧，二丫也在，正好给我来一套玉面桃花，帮我带回去送给你四婶。好说好说，宋兄弟这几年一直照顾我家生意，这河粉给你6成折扣。哈哈，花掌柜客气。四叔，你那炸官的活还好干吗？怎么不好干？整日无所事事，偶尔沟渠放个水就成了。凡事还有别的人管着呢，我就混混日子。那四叔这活做得开心吗？还成吧，你四叔我也没别的本事，除了会处朋友，其他的活一概不通。如今康格尔都3岁多了，我这当爹的也不好还像以前那样无所事事，怎么着也要努力一番，将来还有存银给康格尔娶个媳妇儿。四叔说的对。不对呀，你怎么突然关心起四叔我的情况来了？我也是想问问四叔有没有想法帮我干活。卖青丝膏。没错，青丝膏生意不错，符合普通百姓们的需求。如果去别的地方开个作坊贩卖，生意一定不错的。
而且有之前几个客商帮忙打下了名头，开起来也会轻松许多。只可惜无人帮手。怎么不找二哥？我爹性格耿直憨厚，不适合这种生意。也是，二哥傻得像头牛，这种事情交给他，即便不会赔，也能将他愁得睡不着觉。这活怎么个做法？如果我帮你，怎么分？四叔你想做呀，可你那炸官的有卖青丝膏赚钱多吗？你一个丫头，身边连个帮衬的人都没有，自然是做不成大活的。可你四叔我就不一样了，穿一条裤子的兄弟不知有多少，这些人脾性我也都了解得清楚，只要招呼一声，多的是人想给我打下手。确实，四叔认识的人多。你还没说呢，这好处到底怎么分？有2种分法，第一种就是和义军方一样，我只提供方子，其他的比如银钱和铺子都由四叔自己来，赚来的钱我分纯利润的30%。第二种呢？第二种就是全部费用我出，四叔只做个简单的掌柜，负责管理铺子的盈亏，按月拿工钱，工钱肯定比你做炸官的时候要多。另外每半年根据生意的好坏发赏银。哎呀，四叔我也说一种方式，要不你听听，就是银子你出，其他的我来，包括人手方面都由我做主，但我只做掌柜，只是这工钱嘛，一成分成。宋英听到宋满山这样说，干笑了一声，这1成的利润听着貌似不多，但若是生意好的话，1个月没准有几10两呢。四叔，如果按照你的方式，那可是要和我签契约的，毕竟这方子我也要交给你，保证你将来不能带着方子走。肯定要签契约的呀，你若同意，就按照我说的做，将来甭管你赚多少，我就拿1成。哎呀，我知道你操心什么，不就是人手问题吗？我找的兄弟绝对没问题，比你请的工人好不知多少。况且这掌柜还是我这个自家四叔，你承担的风险还小了许多。宋英自然也知道宋满山的优势所在，要不然也不会找到他了。行吧，四叔你要尽快。花掌柜说了，4个客商最多还愿意替我们卖2个月的货，我们得在这段时间内将铺子开起来才成。2个月是有点急，不过应该也没问题。对了，你有多少银子？目前有200两。这丫头还真是厉害啊，竟然攒了这么多钱，而且还有20亩地和1处大房子呢。200两也不少了，贤妻也不用买房子，租个地儿就成。雍城那边我去过，也知道租在哪里合适。你这青丝膏卖的不贵，原料肯定也不是特别贵，有这些银子足够应付的了。有四叔这话我就放心了。走，此等大事，四叔必须带你去悦风楼喝一顿。宋英和宋满山这才到悦风楼，便又碰到了霍兆渊，他也在悦风楼吃饭。哎呀，隔壁那桌东西瞅着还不错，咱们点跟他一样的，然后再上一坛好酒。好的。好巧，居然又碰到了这货大人。你这帷帽也摘了吧，丑是丑了，但与别人没什么关系。再说了，这悦风楼的菜色可好着呢，个个都吃着饭菜，谁有空看你？霍兆渊听到宋满山的话，抬头一看，也看见了宋英，顿时有些眉头轻蹙。你的银子什么时候给我？我这身上只带了一部分，剩下的那些等咱们回家再说。宋英说完，便拿出了一些银票递给了宋满山，可此行为却让霍兆渊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珍宝呀，这悦风楼的菜果然好吃，我先去找兄弟们聊聊了。这胭脂水粉你先替我带回去送给月娘。宋小姐，怎么？哎呀，你认识啊？怎么不早说？早说的话，咱就坐一桌了。宋小姐还是要有些防备心才好，贴心之人怕也不如金银可靠。谢谢霍大人提醒。宋小姐，你虽毁了容貌，但才的品性不缺。天下男人不尽是看脸的，莫要委曲求全，还是要对自己好一些才是。这霍大人怎么回事？好像很了解我似的。你不用怕，倘若你想和离，我会让人替你去官府办理，另外让人给你找一处宅子，此人必不敢叨扰。霍兆渊刚听到宋英和宋满山聊天，还以为宋满山就是宋英的丈夫。这宋满山不仅向宋英要银子，居然还让宋英帮拿胭脂水粉给别的女人。此人，大人，您是在说我四叔吗？四叔，哎，正是小人呢。宋满山瞧见霍兆渊如此关心宋英，便直接开口道：大人莫不是瞧上我织女了吧？这也不是不可以，大人应该也没有家室吧？别看我们是乡野之人，但我这织女实际上却也是大家出身学过规矩的。大人如果真心恋慕的话，还是要尊重些个。我们家二丫不做妾，更不做外事的。四叔别闹，就算大人没有家室，我也有啊。也是，大人也听着了，我家织女是嫁过人，不仅如此，家里还有个儿子呢，所以现在是万万不会嫁二夫的。宋小姐这等条件，竟做了田房吗？我啥条件呀？难道这货大人知道我侯府的亲生父母？谢大人关心，我四叔话较为直接，还请大人不要责怪。对了，我不是田房，是正经的原配妻。霍兆渊听到宋英这样说，便也不再多说啥，只是突然想起那日石头村的事，便开口问道：对了，宋小姐，那日在石头村，可瞧见有什么特殊的之处？并无瞧见，
中元节那日，我想请姑娘来雍城普华寺一聚，可否？普华寺，普华寺要进行一场法会，那里的大师想邀请姑娘前去一馆。霍兆渊之所以邀请宋英，是因为那日宋英从石头村走后，霍兆渊便令人将鲶鱼仔细查看了一番，便发现这鱼肚中少了一块东西，于是派人咨询了普华寺的高僧，高僧却说那鱼肚中少的是妖丹。霍兆渊自然不信，于是又问了那日在场的捕快，捕快们都说那日只发现宋英略有异常。好的，到时候民女会去的。如此甚好。这大人什么来头？瞅着还挺吓人。我也不知，应该是雍城那边的官，常来咱们李县。不过长得虽然冰冷凶悍了几分，但心却是善的。这等人不是咱们能惹得起的。阿姨啊，我知道你对那家有恨意，但可不能为了报仇就卖了自个啊。放心吧，四叔，谁会有好好的活路不走，走死路呀？我可是费了牛鼻子劲才回来的，再傻乎乎的寻回去，才不傻呢。那成，你心里有数就好，我先走了，你吃完夜早点回家吧。等宋英吃完饭，刚要走出酒楼时，就被店小二拦了下来。姑娘，请您结一下账。我四叔不是结了吗？没结，旁边那桌也是您的朋友吧？他们也没结。好吧，那就一起结了吧。糟了，大人，刚才属下忘记结账了。嘿嘿，属下就是一时忘记。不过大人，那宋小姐也许会好心帮我们结呢。赶紧将钱送去，若是宋小姐付了，那你便将银子送回村里。是，大人。对了，顺便打听一下那宋小姐的夫君是何秉性，若不是个老实的，敲打一番。是。阿英啊，你可回来了，你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林哥他亲生爹娘找来了，带了好些个打手，将人带走了，娘没用，实在拦不住啊。什么？您是说我儿子的亲爹娘来了？是啊，来的那人口口声声说你是偷孩子的，我自然不会带你认了。可他又说，若是咱们不交人，就去告官，说你是个拐子，你爹不在家，我只能找你阿爷还有大伯娘他们帮忙，可咱们拦不住。您别着急，先和我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吧。来的人是对夫妻俩，男的长得很是圆胖，女的倒是面黄肌瘦的，还带着6个家丁。他们说孩子是家里原配嫡子，是算命的说有大劫，就放在庄子上养着，谁知道出一趟门就被拐子拐跑了。娘没事的，您别哭了，我们先报官。报官？可是那孩子本就是我们捡来的。娘，我与林哥相处这么久了，他有没有爹娘怎会不与我说？我问过他许多次，他都说爹娘早就不在了。再说了，如今他是刻在我户籍上的孩子，甭管是谁，不与我说上一句便将人带走，那就是拐骗，理当报官啊。对，那我去请村里的人帮忙跑一趟。对了，你阿爷他刚才为了拦着他们，还被推了。什么？阿爷可还好？摔的倒是不重，只是气得不轻。我们先去找阿爷他们。二丫，你回来了。阿爷放心，林哥肯定没事的。刚才听娘说您摔着了，可有大碍？我不要紧，一把老骨头怕什么？可林哥儿可怎么办呀？二姐，一定要将林哥救回来啊！二丫，我们是不是要报官啊？娘刚才已经找人帮忙传话去了。那就成。我刚才坐着的时候，瞅见一个青衣书生，那书生还挺面善，问了我2声，我这一时没个章程，便和他说了2句，那书生便直接追去了。我想着就算不将人带回来，起码也能知道那些人往哪里去了。阿爷，我知道了。二丫，老头子，我对不住你，这么大的孩子，在我眼皮子底下，我竟没看住。没事的，阿爷，您先回屋歇着。正当宋英准备扶宋老爷子回屋时，不远处便传来了马蹄声。宋小姐，我家主子让我将饭钱给你，刚才小人一时失神，所以忘了付钱。官爷，您来的正好，我家刚好遇到了人贩子。什么？竟有人如此找死吗？雍城一带今年严查拐卖孩童之人，若是抓住了，那是要掉脑袋的。宋小姐，可是有孩子不见了？我儿子被偷跑了。宋小姐放心，我一会儿便调人马将人寻回，只是还请小姐说明一下孩子的特征，也方便辨认，最好也将你相公的情况表述一番，届时遇到了公子，也好与公子相认。官爷，我儿子大概5、6岁这样子。至于我夫君，乃是村中大善人，年前过世，年轻无后。我与亡夫曾在京城相遇，相许相知，回来之后自愿嫁给他，并收养一儿，为他延续香火。霍四相听到宋英这样说，顿时傻眼了。这村中能被称作大善人的，除了霍兆渊，还能有谁？宋小姐，你的亡夫叫什么名字？乡野之名不值一提，恰好与大人同姓，姓霍，名荣。霍荣，真是大人的媳妇，那被偷的不就是大人的儿子了吗？霍夫人，我现在立即快马加鞭赶去县衙，您莫要担心。
哎呀，这官爷瞧着挺靠谱的，而且对林格尔这事儿似乎格外上心。你万万放宽心些，指不定明儿一早这人就被送回来了。知道的，阿爷您先回屋歇着吧。大人，不得了了，您儿子丢了。想好了再说话。就是您村中那霍荣身份的儿子丢了。那家人可有报官？报了，但是大人，你那个霍荣身份的妻子，居然就是之前咱们瞧见的那个宋小姐。宋英，正是她。上次李正说的不明白，而且咱们当时也不认识这姑娘，所以没联系到一处去。将孩子寻回便是，县衙自有人去做。大人，那宋小姐还说她与霍荣情深意重，会为霍荣守节一辈子。霍兆渊闻言心头一震，这宋英莫不是疯了？守节一辈子的话，岂可随意说出口？而且他霍兆渊也就当初在侯府做客之时，远远见过宋英一回，何来的情深意重？大人，您要诈尸吗？你这么闲吗？闲的话便去找孩子，协助雍城几县的县令将这一带的拐子给我一锅端了。是。等等，大人，宋小姐可还好？宋小姐，她好着啊，瞧着不大伤心，说话条理清晰，不像是受了大打击的样子。行了，去吧。宋英之所以不担心人参精的安危，就是因为知道人参精的逃跑本事大得很，几个凡人肯定困不住他。这不，一到夜里就回来了。娘，师傅，怎么样？没有受伤吧？没有，我还以为他们很厉害呢。要不是娘说当着人面不能露出原形，那他们压根就抓不到我。我本体跑得可快了，幸亏没现原形，要不然现在你就回不来了。即便回来，也会被官府的人抓起来的。对了，他们带你去了哪儿？那个圆胖胖的男人叫胡赞，女人不知道叫什么，男人喊他崔娘子。他们没带我进城，将我带走之后，分给了那几个家丁一些铜钱，然后他们就各奔东西了。我被那胡赞带去了一个隔壁的镇子，那里有一个怪婆子。那是人贩子，胡赞和崔娘子冒充父母，将申弟卖给了那人贩子。我怕白天的时候有意外，所以等到天黑才让申弟跑的。不过师傅放心，跑之前我故意弄开了窗子，不会有人怀疑申弟是挖地跑的。娘，那些人真是太坏了，我记得他们在哪儿，要不咱们找回去，我可以趁他们睡觉的时候挖个大洞，将他们活埋了。你们妖怪若是杀了人，要沾上因果的吧？师傅说的没错，我们这些妖怪千辛万苦才能幻化成形，若是不沾因果，化形后做些好事儿，或是多修炼些年岁，也有半点成仙的可能。但如果沾了人命，将来就算有望成仙，可能也要死在雷劫之下。遭雷劈这么惨吗？若对方是坏人，也不能杀吗？好坏不是我们定下的，而且人乃万物之灵，生受眷顾，每个孩子一出生，便是许多灵物奋斗都无法达到的终点。你们修行不容易，尽量不要破戒。娘，那现在怎么办呀？这样吧，你们俩先去山上待几天，等可以回来的时候，我会给你们个信儿。那我和申弟去田里待几日吧。如今田中庄稼也长高了许多，遮掩得住。好，最近田里如何？师傅的田里有许多虫子，但都被我吃得差不多了。另外，我又召集了许多子孙后代，趁着夜色的时候，专门去村人田中觅食。今年村中田地收成一定会比以前要好一些的。辛苦你了。2日后，村民们看到霍林还没有被找到，于是都纷纷聚在了宋英家的门口。二丫，你先别着急，霍林肯定会没事的。是啊，二丫，谢老爷肯定会找到霍林的。就在众人安慰宋英的时候，人群中走出来一个媒婆子。二丫姑娘，我来找你讨杯茶喝，你万事要想开些呀，指不定那孩子就是被亲生父母接去了呢。姑娘养他也才几个月，幸好感情不大深。若是姑娘真想要个孩子，我看不如生个亲生的，谁也抢不走。喝茶就免了，你这个时候来，莫不是来做媒的吧？二丫姑娘，你也别怪我说话直，这毕竟不是亲生的，养着也不踏实啊。这不，隔壁村刘货郎托我来说媒，说只要你嫁过去，家里大事儿都由你做主，银钱都交给你管。他家上无婆母，下无孩子，家中也有些田地，算是十分殷实了。喷！隔壁那刘货郎年轻时被几只野狗撕咬，浑身上下被咬得没几块好肉，一双腿脚也不中用了。要不是有点家底，早就热死了。他都有40了吧？这等人家怎么能配得上二丫？虽是腿脚不中用了，可还能生啊。那刘郎也想要个孩子，可不是一拍即合吗？况且刘郎身残，二丫姑娘也是毁了面容的，若嫁给别人，她也不得宠爱啊。媒婆的话音刚落，李进宝就从人群中走了出来。住口！阿英妹妹虽然脸毁了，但却也还是皎皎明月般的人。你说的刘郎不过就是个废物，怎么能配得上她？你不要再胡说坏阿英妹妹的名声。她脸都成这样了，还是个寡妇，怎么还挑啊？不是我说大话，这天底下
能看中她的不是刘货郎的那样的废物，那也是别样的废物。正常些的人家自然想着正常的姑娘啊。你放屁！我就喜欢阿英妹妹，我与阿英早就定下终身了，你休想再用刘货郎那种人羞辱她。小伙子，你当我是傻子呢？你说定下终身，那就是定下终身了吗？无凭无据的，可别胡说。我没胡说，我可是有证据的，你们看。李靖宝说着，便从怀里掏出了一张手帕。宋英一看，这手帕还真是他的，不过这手帕是原主没去侯府之前绣的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跑到了李靖宝的手上。连定情信物都有了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忠贞不移的女子呢。算了，这样的人我也不乐于做媒，免得祸了人家好儿郎。你这后生娶这种不安分的女人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不劳您费心，阿英自是最好的，我们两情相悦，情不自禁，她才不像你说的那样。二位的戏唱得真有意思，恐怕这媒婆一走，回头我与你李靖宝的亲事，那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吧？答应，我知你怪我说出这些实话来，可我若是不告诉大家咱俩的事情，以后还会有媒婆来的，他们会说这些侮辱你的话，我怎么能忍呢？呵呵，用不着你来帮我出头，这手帕确实是我之前绣的，只是不知道怎么到了你手上。答应妹妹，这就是你送给我的定情信物呀。呵呵，我从京城回来之后这几个月，手里用的手帕远比你手上这个好。既然是定情信物，那自然得送贴身或是珍贵的东西，没道理自个儿用着好的，却将不好的东西送作信物。这是你去京城之前送给我的。哟，你这姑娘还瞧不上这么个小伙子吗？不会是攀上了什么高枝吧？你从刚才走出来后就一直对我污言秽语，你这般得罪我，还敢说是来说亲的？你今儿要是不说是谁请你过来的，我就将你这一排牙都抽掉了去。来人啊，来人啊！你们杏花村这是要杀人了？哼，现在有2条路给你选：一，你毁我名声，反正我也活不下去了，不如当场抽死你，黄泉路上有人陪我；二，你老老实实说清楚是怎么找上我的，若说的有理有据，这5两银子就是你的。答应妹妹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婆子嘴碎你已经教训过了，再这么欺负她，万一她家人找过来可怎么办？你要是不想赚银子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大家伙也能替我作证，今日是你主动上门辱骂于我，就算告到官府，县太爷也会择情处理的。我说了，你真会给我银子吗？那是当然，这么多人在呢，我能说谎不成？是他选我来的，他给了我500文，让我介绍个男人给你。那刘货郎也是他选出来的，他还让我多说些坏话。李靖宝，你是不是该解释一下了？答应妹妹，我是真心想要爱护你，所以才会出此下策。我知道我有很多缺点，但我保证，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嘿，爱护我，你分明是见我有生前之术，所以心生歹意。答应我。就在李靖宝还想开口狡辩时，不远处传来了马蹄声。霍夫人，贵公子有消息了。大人请说。您先别激动，是这样的，我等已经抓到了带走贵公子的人贩子，也从人贩子那里得到了供词，幕后黑手也查了出来，只是那人贩子说贵公子已经自己逃出去了，或许会自个儿寻回来。幕后黑手，官爷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咱们怎么听不明白呀？正要说呢，请问李靖宝家是在何处？那胡赞已经招供了，是此人指使人贩子拐走贵公子的。李靖宝，你怎么敢做出这种事？官爷，我儿子可是个好人呢，连鸡都舍不得杀，怎么会卖孩子呢？是不是查错了？是呀，我孙子不是卖孩子的，而且那孩子也不是宋二丫的亲生娃呀。对，肯定是宋二丫想害我们，她一直就看我们家不顺眼，肯定是她自个儿将孩子藏起来了，是她找那人贩子帮忙诬陷我们的。官爷啊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都闭嘴，你就是李靖宝吗？官爷，我李靖宝读过书，知道拐卖人口是什么罪，所以瞬间就吓尿晕倒了过去。哼，就这点出息，还敢做拐子？带走！不能带走啊！你们凭什么抓我儿子？都是他，都是这个丧门星害我儿子的。家人一道带走，知情不拦者同罪。李靖宝3人被官府带走后，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李氏族内，族内长辈担心会被连累到，所以立马将李家3房从族谱中划除。凭什么划除我们家？哼，娘若不是为了你家的靖宝，也不会干出那么缺德的事情来。幸亏早些日子与你分家了，要不然真被你们害死。三弟，你儿子做了拐子，拐跑了宋英的娃娃，听说那娃娃还是要卖做奴仆的，连契约都签了。这几日官府肯定要审案，到时候你想法子去看看吧，能看一眼是一眼，指不定以后再也瞧不见你那儿子了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你这个当爹的不正经，儿子才会跟着学。靖宝小时候也是个乖孩子。
如今这样你也怪不得别人了。以后你不是我们一族人，但看在从前情分，等审案那日，我们会寻人将你送去县城瞧瞧的。若你娘没事儿，等她回来，你好好养着她吧。年纪一把还要走牢狱之灾，都是你这当儿子的不尽心。另一边，李进宝在被送去县衙途中也醒了过来。当然，灵，你们救救我！改卖人口为奴是死罪，我不想死啊！我的儿啊，现在还怎么救你呀？如今咱们都被抓了，早知道这样，就不该让你娶那宋英，那就是个丧门星。当然是你让我这么做的，你替我顶罪，一定能行的。你以前还说等我老了孝敬我，嘿，你就是这么孝敬我的吗？还想拉我去死？灵，娘也想替你顶，可刚才那官爷不是说那些人供出了你吗？娘顶了罪，他们也不会饶了你啊！你们都见死不救，我现在要死了，你们满意了？你这个龟崽子，你说这话不是扎娘的心吗？娘什么时候想让你去死了？就是你，我小的时候你就告诉我，宋英亲生父母有钱是大户人家，你让我和宋寻交好，让我讨宋英喜欢，将来好娶她过门。可结果和你说的根本不一样。宝儿，我读书不如宋寻，是你告诉我，既然比不过，那就让宋寻不要读了。所以我和姜子仓才会在宋爷爷面前说他坏话，都是你让我这么做的，都怪你。我生你养你，你就这么想娘的？我就你一个儿子，我什么都给你了，都是为你想。要不是你，我现在也不会坐在这囚车里。你竟然还和我说这些，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！我让你生我的嘛，你就是个泼妇，泼妇也配当我娘。你要是没生我，指不定我就投生去做了别人家的孩子。刘氏一听，气得直接抓着李进宝打。李婆子见状，也一起打了起来。一时间，囚车内哀嚎连连。由于此案件被县太爷重视，所以第二天便开始审理。案件最终宣判，李婆子和刘氏教养不力，判罚银100两，一半充公，一半补偿给宋英。至于主谋李进宝以及胡赞和崔娘子拐卖人口为奴，按照律法处以绞刑，秋后行刑。阿英，这是官府从李三家中搜出的18两银子补偿款，以及10亩旱田。李正爷爷，钱我就不要了，不过这田我就厚着脸皮收着了。只是如今我儿还没个踪影，所以我愿意将田里5年的收成拿出来给他祈福。村里不是有几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吗？用来给他们做口粮，您看可好？好，我替那几个娃娃谢谢你。今儿这事儿是县太爷判的，你也不要心怀愧疚。李进宝做错了事情，理当受罚。以后谁敢在你面前嚼舌根，你与我说，我来罚他。谢谢李正爷爷。第二天一早，人参精在宋英的安排下，也顺利的被县衙的捕快找了回来。几天过后，宋英从李正那取得录影，便准备动身前往雍城。去雍城表面是为了青丝糕的事，实际上则是去应那货大人邀约的。阿英，你要一个人去雍城，那么远，你四叔也是，该来接你过去才对，要不让你爹送你过去吧。娘，我是和县城花掌柜家的人一起去的，不会有危险。你四叔真的可靠吗？以前在家的时候，他整日也不干正事儿，要不是你爷得了银子阔绰了些，哪有那本事给他买闸官做？如今闸官也没干2年，这又停了，白白浪费那银子。四叔也是帮我，别的不说，四叔这人够义气，坑谁也不可能坑自家侄女。四叔他也是要脸面的。这倒也是，不过马上中元节了，这事是不是该往后推？这个时候到处走可不好。娘没事的。和阮氏道别后，宋英便驾着驴车出发前往雍城，可这才走到半路就被人拦住了。这位姑娘，可不可以给个方便，捎我们一程？来人是2个姑娘，说话的这个姑娘给宋英一股怪异的感觉，但又想不出哪里不对。送到雍城吗？每人10文钱。我们没有钱，您看能用这个代替吗？这是牛角珠，能辟邪的。以我们的脚程，本来也不用坐车的，只是运气不好，不小心摔着了，脚也伤了，想进城看大夫。那坐上来吧，牛角珠也不用了。那不成。受伤的女子说完，便把牛角珠塞到宋英手里，然后二话不说跳上了车。另外一个姑娘则扭扭捏捏地爬上来，眼神中似乎对驴车有点嫌弃。小毛驴，咱们走吧。怎么了？太重了吗？嘿嘿，可能是我刚才吓到她了。那姑娘一说完话，小毛驴果真就动了。什么情况？不会又遇到妖怪了吧？就在宋英疑惑之时，手心又开始发热，并且金光闪闪。那说话的姑娘肯定是妖怪，而且还是一只大块头的妖怪，要不然也不可能压着小毛驴走不了。另外一个姑娘看着倒不太像。你放心，咱们坐着这驴车，用不了多久就能到城里了。你送我去看大夫，然后我送你回家，挺好的吧？谢谢妹妹。不用客气，
任谁遇到这种事情都会帮一把的。姐姐，我的事情你不会多说的吧？不会，我不会的。我相信你的，你长得这么水灵，一看便是个善良之人。没多久，三人一驴就到了雍城。姑娘，这牛角串你可别当了，那是好东西，真的可以辟邪的。好的。仙色方，想不到四叔这等粗人会取这么个仙气飘飘、目下无尘的名字。哎呀，你来了呀！我正想着等你来了，和你商议点事儿呢。什么事呀？进去再说，小毛驴交给店小二就行。哎呀，你也看到了，咱这铺子只卖青丝膏是不成的，你看再加点什么好？只是方子不好寻，咱也没钱买，咱们初来乍到也不好贸然找别的铺子搭伙。四叔，你肯定有想法吧？我认识些货郎，他们有路子进货，只是入远要费些功夫。不过咱们现在才开业，费功夫也不怕，等咱们青丝膏的名声打出去就成了。你今儿来得巧，我正准备这2日大办一场，你瞧着吧。这2日要到中元节了，城里要热闹呢，到时候我买通几个人宣扬一下咱家这青丝膏，保证好卖。早些宣扬不好吗？刚开业那会，周围的铺子都伸长脖子瞅着呢。那2日若是办得太热闹，让人家不舒服，我歇他2日，他们瞧着开业的时候冷清，心里就看不上咱了，对咱们也就不大上心。况且开业的时候找人显得假，那些个客人都精明着呢，不大信的。开业几日后再闹，人家便觉得是有人买了用了，才觉着好。还是四叔你厉害。那是。四叔你也别急，您先卖这青丝膏，最多1个月，咱手里又多个东西卖了，到时候有得赚，就怕你数不过来。嗨，哎呀，你先给四叔透个风儿，你又要做啥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四叔也不要抱有太大的期待，只是些日常所需用品，我尽量制造出几种不同味道，到时候也能让咱这铺子显得充实一些。行，你办事我放心。那四叔没啥事的话，我就出去逛逛一下了，熟悉一下雍城。好的，去吧。听说徐家小姐遇到妖怪了，这妖怪就在宁山堂里呢。妖怪？徐小姐莫不是看花本子看多了？青天白日哪来的妖怪啊？那可不好说，前几日徐小姐上山进香的功夫，人就不见了，今儿才被寻回来，据说是被一个女妖怪抓去了。不远处的宋英听到人们在议论着妖怪，不用想也知道，肯定和他今儿送进城的那2个姑娘有关系，于是便走上前一看究竟。何方妖怪？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！哪来的妖怪？我认识这个姑娘呀。你认识吗？你可别胡说啊！徐小姐只认她是妖怪，说她力比牛大，头上还有角。我早上进城的时候拉了2个姑娘，一个就是她。这姑娘腿受伤了，挺可怜的，她说话做事都特别活泼懂事，她怎么可能是妖怪？她若是的话，你们也抓不住吧？妖怪不是都会飞的吗？眨眼功夫就飞不见了。我不会飞。你看这姑娘多傻心眼儿，指不定就是2个姑娘闹矛盾吵架了，胡说而已。几个捕快听到宋英这样说，也似乎觉得有些道理，毕竟妖怪这种事太过荒唐。既然你不是妖怪，那你是何身份？可是本地人，家住何处？我叫牛大力，家住在山里的。你看。捕快接过牛大力的身份证明，仔细查看了起来。身份不假，不过徐小姐丢了几日，与你有何关系吗？许姑娘被坏人追，我正好瞧见，就将坏人打跑了，之后收留了她几天，送她下山的时候没注意，我摔进陷阱里头了，就顺便过来看大夫。还是救命恩人呢？许小姐是不是担心自个儿丢了几天名声不好，所以惊慌失措扯谎说是人家妖怪？好了，没事了，都散了吧。徐小姐怎能这样？答应了我不乱说话的。你再乱说话，真就要被抓起来拷打一番了。你那户籍身份证明是真的吗？真的呀，我家长辈办的，还能有假？你来这城里，如果只是为了治伤的话，如今买了药就早些回去吧。我没钱买药，徐小姐说回家拿银子，我才在这里等着的。没钱太苦了，想吃点好的都不成，我还想在城里找份工呢。你要找活做呀？想找什么样的？要多少工钱？经过这么些事，宋英大概也能确定这姑娘应该是一头牛怪，人傻呵呵的，心眼也少。我饭量大，要是能包吃的话，工钱少些也行的，1个月给我半两银子就成，我什么活都能做的。你会耕地吗？耕地应该会的吧？那你给我干活吧，我家一共有几10亩地，有人帮我捉虫，但买不到牛。你活若是做得好，我不仅包吃还包住，1个月给你1两银子零花。你要是力气没处使，咱村地多，你帮着耕，村人也能给你些钱，也能攒些家底的。真的吗？我早先干过不少活，可人家看我是个姑娘，给的工钱特别少，工钱多的活却要将自己卖了，可那样就不能回家了。我给你干活，不会也要卖身的吧？用不着卖身。那成，
你家在哪儿啊？我好寻你去。李县杏花村，靠山，你想回家也方便。宋英说完，就从怀里拿出一个瓶子，递给了牛大力，里面装着的是青蛙怪的粘液，可以止血消炎。这要给你，你把它糊在伤口，会好得很快的。谢谢姐姐。你先回杏花村等我吧，我在城里还有些事要处理。好。爹，你要相信我，他真的是妖怪，他头上能长出牛角来，一脚就将追我的人踹晕了。而且正常人受了那么重的伤，怎么可能跑跑跳跳的呢？妖怪之事纯属无稽之谈，这话不要再提了。最近便在家中好好养身体，幸好那姑娘没记恨你。若她在大庭广众之下诬陷你没了清白，我们许家就是有100张嘴也说不清。霍夫人，我家大人早让我过来等着了，您请。霍大人之前说要包了我10宿，可还算数？大人的话自然是算的。那就好，一共5两，是官爷给还是霍大人给？啥？多少？5两？这么多？就是这么多。你看，我还让客栈掌柜的给我写了个凭据，你可以去打听打听。总共也没见您几回，这都掏了2回银子了。多谢官爷，那咱们走吧。大人，宋小姐带来了。霍大人好。宋小姐来了，请进。几位高僧已经等待许久了。宋英刚进到寺庙大堂内，便瞧见其中还有其他5位姑娘。宋小姐勿怪，霍兆渊之所以还请了另外几位姑娘，就是想验证一下那日高僧们的说法，看看是否能在众多姑娘中看出宋英的特殊之处。诸位大师，可否观一观这几位姑娘的面相？这样吧，大师们且慢点开口，我给予你们纸笔，若有那身负正气、不具邪魅之人，还请你们写下来，我且看看你们写的是否是同一个人。几位高僧闻言便开始观察了起来，随后都各自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答案。大师们的意思是，其他几位姑娘的面相都平平无奇，只有她与众不同吗？这姑娘并非是有大功德之人，面相看上去也并无特别，但气象庄严，能镇妖邪。另外，这姑娘腕上手串也是好物，牛角之阳，鬼祟之阴。姑娘若长久佩戴，对身体极好。所以那日的情况极有可能是这姑娘可镇邪祟，所以将那鲶鱼吓死了吗？几个高僧听闻，便用略有些诡异的眼神看着霍兆渊。他们是人不是仙，拥有的本事只不过是能推演面相，算出些普通命理罢了。而唯独眼前这霍大人他们，却怎么都推不出来。几位大师如何证明这世上有邪祟？等正午时分，我等念经超度亡灵，届时天色会变上几分，大人且看着便是。好，便如大师所言，我等着便是。霍大人，我一大早就来了，到现在还没吃饭，如果没事的话，我就先去吃饭了。我这边让人做一份素斋，宋小姐可以先用着。不用不用，刚才那位官爷给了我5两银子，我自个儿去买就行。我正好有些话要与宋小姐说，不如同行吧，刚好我也没吃饭。我想吃的都是普通食，怕霍大人吃不惯。无碍，我也不是贪嘴之人，宋小姐能吃得的东西，我自然也是能吃的。再说了，此次邀请宋小姐前来，宋小姐的吃食用度自然由我负责才是。那就多谢霍大人了。不知宋小姐家中可还好？好的好的，有您这么英明神武的大人，我们这些百姓日子自然过得十分安定。我是说，宋小姐独自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可会有人欺负你？没有，大人管理得好，百姓都十分淳朴。独自带着孩子可还艰难？轻松得很，托大人的福。我想问下宋小姐，当初为何会选择嫁给一个牌位？奇怪，这霍大人今日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？那自然是我与仙夫情投意合，虽然他已过世，但我也想将来与他埋在一个坟头。大人，你只是用情深了些，这有何奇怪的？霍兆渊闻言冷笑了一声。大人可能不知，仙夫在世的时候，我与他相互许诺，此生不离不弃。况且大人也瞧见了，我这模样奇丑无比，仙夫在世时从不嫌弃，甚至屡屡劝我要放宽心。他与我不仅是男女之情，更有救命之恩。若非他，你早就活不下去了。如今他不在了，我想寻他而去，可想起仙夫在世时的嘱托，只能硬着头皮活下去。是吗？你丈夫在世时有什么嘱托？说来我听听。霍兆渊之前可怜宋英这侯府千金身份落于乡间，所以才略有照顾，却没想到宋英会谎话连篇。大人有所不知，仙夫曾是家中独苗，临去之时连个孩子都没有。在世的时候，他也曾与我说过，将来要努力生10个8个孩子。如今10个8个那是不成了，我却能收养一个为他延续香火，将来坟前不至于冷清。你可知霍荣曾是我的属下？霍荣在乡间长到10来岁，后来便投奔于我。他与我同姓，论辈分，我还是他的远房叔叔呢，所以他的事情我知道的十分清楚。你说你与他情比金坚，但未曾叔。霍兆渊话还没说完，宋英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。叔叔莫怪，实在是打听的人太多了。我若说我与相公不识，别人家总会闲言碎语上几句，而且我说我与相公感情深，便会少许多媒婆上门。我虽然是一时冲动嫁给了牌位，但内心也是想守着霍荣一辈子的。
霍兆渊此时也傻眼了，他提起霍荣身份，不过就是恼宋英说谎，便诈他2句，谁知道他竟一言不合，直接跪下了。起来，我没怪你。叔父，我与相公虽然不识，可这些年也听说过相公的名头。他心地善良，每年都会送些银两给村里做善事，托他的福，哪怕是无父无母的孩子，也不至于常常饿肚子。所以我对他的确是真心实意的。你且放心，早先我便知道你是侄媳妇儿，所以才会有几分宽待，与其他无关。我就知道叔父是个好说话的人。对了，这位官爷也姓霍，与我家相公可有何关系？霍荣乃是他同族哥哥。哦，原来是大弟，以后嫂子就要你多多照顾了。哈哈，叔父放心，有我在，相公坟前也有个祭扫的人。我家灵根聪明懂事，将来也知道孝顺您这个叔爷爷的。霍兆渊一听到叔父这词儿，就觉得眉心抽痛。虽然他谎称按辈分是霍荣的叔叔，但是他本身就很年轻啊。叔父，大师还要讲经几日呢？3、5日吧。几位高僧都是远道而来，此盛景难得一次，便多办几日，到时候还会有大夫义诊。叔父可知道这寺里的摊位怎么租吗？你要卖东西吗？可是身上银钱不够花。够的够的，只是谁会嫌银子少呢？我瞧着这里还挺热闹，若我也卖些吃食，那也能赚些银子。我可寻人给你安排个摊位，你要卖什么吃食，需要准备什么？这个不方便说的，是秘方。宋英所谓的吃食就是凉皮，这寺庙当中的素食，大多数人肯定都不喜欢吃，所以凉皮肯定能卖得不错。要不叔父与我合作吧，我赚银子分叔父3成，只是得跟叔父借几个人手，要嘴巴严实不会卖了我秘方的人。你需要何物，让司相去买，保你方子不会外泄。那就谢谢叔父了。以后还是叫大人吧，叫叔父传出去对你也没好处。好的好的，大人亲戚也不是那么好当的。宋小姐见过邪祟吗？没有。我觉得也是，天底下若真有邪祟，又岂会平安这么多年？等会儿福会开始，你也莫要紧张。若真有那肮脏古怪之物，有我在，也伤不得你半分的。谢谢大人。宋小姐，你可看到什么了？刮大风，都是尘土，没有看到啥。霍兆渊之所以如此询问宋英，就是因为高僧在念经超度时，他总觉得眼前除了风和土，竟好像还有些奇奇怪怪、朦朦胧胧的东西。可否借宋小姐的牛角串一用？好呀，给你。霍兆渊拿着牛角串再次观看时，便发现那种奇怪朦胧的东西只在四下随处飘着，唯独宋英和他的周围没有。宋小姐觉得这世上到底有没有妖怪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妖怪那么厉害，如果有的话，哪能一个都瞧不见呢？或许是妖怪比较少呢，又或者这天下间也有许多高人，所以妖怪心有忌惮呢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宋小姐为何如此一口笃定？大人不是也不信吗？反正我没见过，没见过的东西都是假的。霍兆渊闻言也陷入了沉思，毕竟他一直以来都不相信什么神鬼之说的。大人，您刚才是发现什么可疑之处，还是看见不得了的东西了？不过是些缥缈之物。缥缈之物，那不就是鬼吗？在哪儿？多吗？不多，也就几个，有一个就挂在你肩膀上，也没什么。啥？那个霍夫人，你那牛角手串还有卖吗？手串卖的，可这是我家传家之宝，最少也得500两。500两，这么贵？可还有便宜一点的？有啊，只要50两。只是这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人，你若想买，我回头先放在寺庙中供上1夜，明再给你，成不？50两，也行，那就劳烦霍夫人了。佛会结束后，霍四相就差人把制作凉皮的材料都买来了，同时还给宋英派来了4个手脚麻利的婆子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宋英便安排几个婆子去和面与洗面，而自己负责将胡瓜和豆芽切丝，以及油炸花生米。经过1晚上的准备，凉皮便制作完成了。只是宋英还没将东西送去卖，霍兆渊就先来了。大人要尝尝吗？1碗只卖20文钱。只卖20文？难不成你还嫌少？可不是吗？在这寺中租摊位总要钱的吧？虽然是大人安排的摊位，但也要算进去才对。而且我这可都是白面做的，更别说这调料里头还放了糖。行吧，来1碗我尝尝。好嘞。霍夫人，我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早就准备好了，给你。谢谢霍夫人，这是50两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官爷只是买些辟邪之物。宋英所说的辟邪之物，不过是他花了2文钱买的一把迷你桃木剑，现在却转手50两卖给了霍四相。大人，我这身边可还有缥缈之物？并无。多谢霍夫人割爱，这物件我一定会好好收着的。拿来。什么？桃木剑？大人，这是属下花50两买的。哼，胆小如鼠，堂堂男儿怎能怕鬼？东西交给我，等过完这几日，你去乱葬岗练练胆子。啥？乱葬岗？身正心亲鬼魅不敢侵。四相，你这火候还是差些。大人，我也是为你好。另一边，宋英已经开始卖起了凉皮。这是何物？一条一条的，是粗面条吗？此物叫凉皮，吃的时候只需与这些配料拌上一拌，十分消暑，20文1碗，
保证吃了还想吃。宋英完全不担心这凉皮卖不出去，因为这周围卖的东西不是阳春面，就是素包子、大馒头。现在这大热天的，这些东西吃了都是让人汗流浃背的。愣是经不要住吗？给我来一碗尝尝。客官，这些配料都要吗？能否吃辣？都要一些，辣子不能太多。好嘞，您稍等一会。凉皮这东西十分好调配，不过一会儿的功夫，宋英便将配料调好，并递给了客人。那客人接过凉皮，在众人的注视下吃了一口，味道如何？很是不错，很有嚼劲，像是面做的，但又比面条有咬头。这辣又十分麻香，配上这胡瓜，清新爽口开胃，好吃。第一个试吃的人给出好评后，众人闻言也纷纷购买了起来。真有这么好吃吗？给我也来一碗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这里头的地豆碎真香，还有这辣子，火候刚好。最好吃的还是这面筋，咬在嘴里竟有些弹牙呢。嬷嬷您看，这面筋竟有着许多孔，着实奇怪。小姐，这辣子味重，吃完了一嘴的火气，指不定要起水泡的，要丢人呢。回头我就不出门了，反正外头也没什么好逛的。要不是我娘说要沾染佛光，我都不想来。小姐，佛祖眼皮子底下可不能胡说。当天罢市之后，宋英便算了算账，今天居然卖了差不多730多份，一份20文，一天的收入算下来就是14两多，扣除成本和人工的话，纯利润应该在9两多左右，再分30%利润给霍大人的话，这一天真正的收入就是6两多左右，还不错。寺庙的活动一共举办了5天，除去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，这5天下来，宋英的凉皮生意纯利润大概在30两左右。大人，这是你的分成，一共10两。你这几日只赚了30两银子吗？霍兆渊知道普通百姓赚钱难，但并不知道会这么难。他可是知道宋英和几个婆子这几日都是起早贪黑，忙里忙外的，可到最后才赚了30两而已。大人若觉得我做了假账，可以叫个婆子来问问就知道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这钱也不少了，毕竟是小本生意，而且算起来我这4、5天的功夫，差不多赚了普通百姓1年能赚到的钱，岂能不知足？这几日承蒙叔父大人照料，民妇感激不尽的。如今佛会结束，民妇也该走了，山高水长，以后若有闲空，小辈儿一定会去拜见叔父大人的。宋英也就嘴上说要拜见，但之后肯定不会去的，毕竟要让他对着一个整日板着脸的大人，他可受不了。那便回吧，1个月后又是中秋，如此团圆日子，别忘了着人送节礼过来。大人是说真的吗？那是自然。那你还没给我见面礼呢。司相不是给了你50两吗？叔父大人，我和大弟那是合理买卖，他心甘情愿买我的东西，怎么能说是见面礼呢？那这10两银子就当是见面礼了。霍兆渊将宋英刚刚给他的10两银子拿了出来，宋英眼睛一瞪，磨了磨牙，这银子本就是他赚的，不过不拿白不拿。成，叔父，你且等着吧，8月15节礼我会送的。等宋英从寺庙中走出来时，就被人叫住了。站住！你不能走，我的银子丢了，一定是你偷的。此人正是之前被宋英教训过的姜子仓。宋英知道姜子仓肯定是故意来找麻烦的，于是也学着他的样子。呀，我的银子丢了，刚才撞我的人只有你，一定是你偷的。你胡说，刚刚明明是你偷了我的银子，几个月前你就骗过我4两，如今竟还直接上手了。宋英，快将银子还来，否则我就要报官了。你说的对，报官，之前你就冤枉我做生意赚的钱是骗来的，如今我丢了银子，你却贼喊捉贼。宋英，我与你哥是同窗，我知道你毁了脸后变了不少，但万万没想到你竟会做出这么下作的事情。上次的银子便罢了，可这次你还偷银子，若是此事将来传到你哥哥的耳中，让你哥哥怎么做人，怎么面对我们这些旧交好友？我哥怎么做人就不劳你费心了，今日你就算说破了天也没有用，我丢了钱，目前撞到我的人只有你一个，肯定就是你偷的，你与我去衙门说个究竟就行。你一个女孩子去衙门抛头露面，还知不知羞耻？我又不是小偷，为何要羞耻？该羞耻的是那做贼心虚之人。我看还是报官好，指不定你们俩谁都没偷东西，你们就得钱吃别人偷了。佛眼之下偷东西，这可是要遭报应的，也不知道哪个小偷这么大胆。姜子仓之所以敢这么诬陷宋英，是因为前2日他来寺庙的时候便见到宋英在卖东西，而且生意还很火爆，所以断定宋英身上肯定带了很多钱。要不就搜身，我被偷的是一个用来装碎银的荷包，那荷包是我娘子送的，上头绣了一株花草。宋英，你丢了什么？这几日我在庙中卖东西，若有人付了碎银，自然是会装在荷包里的，所以看到我荷包的人可不少。你这是狡辩，那明明是我娘子给我的荷包，转手就被你偷了去。这银子是我与我家娘子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，你也知道我上有老母生病在床，少了这银子我还怎么给他买药？这偷钱之事我也不责怪于你，只要你将东西还我，就此作罢。姜子仓话音刚落，人群里就走出来了2个人。哟，二爷，怎么了这是？
来人正是裴家的人，宋显的妻子裴氏和裴氏他娘裴氏。姜子仓见来人认识宋英，还以为是宋英的家人，所以气场瞬间就弱了许多。宋英偷我的银子，二丫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呢？还不快快将银子还给人家！你们老宋家出的可都是老实人啊，要是被你爷知道了，非打断你的腿不可。怎么回事？来人不是宋英的家人吗？看来是跟宋英也有仇的呀，真是天助我也。伯母说的不错，宋英，看在咱们相识的份上，偷钱之事我不怪你，只要你将荷包和银子还我便好。你瞧瞧人家多懂事啊！二丫，你可不能昏了头啊！上次在宋家就被这小妮子羞辱了一顿，这次宋家人都不在，我看谁还能帮你？呵呵，大嫂怀孕这几个月在裴家过得可好？那是自然的，裴家是我娘家，不会亏待了我。嫂子能待得舒心就成，我还以为我大哥被您的爹娘怂恿去偷东西，大嫂这心里会有些生气呢。没想到大嫂和裴家竟还如此毫无嫌隙，真是父母慈爱，女儿孝顺啊！裴氏听到宋英提起宋显，脸色顿时一变，可怜我大哥了，被您父母怂恿偷东西，还天真的以为裴家能承担责任，谁知最后受罚的都是他。他是家中长子嫡孙，可媳妇却不在家里孝顺公婆，选择赖在娘家不走。你说谁赖在娘家？嫂子勿怪，我也只是好心。您是我嫂子，您前冠姓宋，可成婚这么久，见我大伯娘的次数10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，这着实不好。宋二丫，你自己偷东西却转头来说我，你还要不要脸？长嫂如母，你现在快点将银子还给人家，要不然回去我就告诉阿爷，让他打死你。就是，赶紧将荷包和银子还给我。姜子仓，你说的可是这个荷包？对，就是这个。好，那我问你，我这荷包上还绣了什么？不大记得了，我娘子绣的荷包有不少，我只记得今儿用的这个上头绣了这一株花草。是吗？那你应该识得上面的字吧？咏大黄，诗曰：大黄有德龄，凤彩鹅观情，整日张大口，口口唤宋英。如果这是你的钱包，你家娘子为何把我的名字绣到上面呢？姜子仓一听就慌了，他也没想到宋英会把名字绣在荷包上面。见事情败露，转身就想跑，却被围观的群众拦了下来。竟然还想跑，亏我刚才信了他，还以为这姑娘是个小兔儿，没想到贼喊捉贼还如此猖狂。快将那姑娘的钱拿出来！姑娘，你丢了多少银子？这几日做生意收了不少钱，有零有整的，差不多3两碎银吧。宋英这话一出，几位好心的汉子便去掏姜子仓的衣服，这里有4两。我的碎银应该只有3两，剩下那1两要么是他的，要么就是偷别人的，我不确定。说这1两银子是不是你偷的？不是，这都是我的银子，你们要信我啊！任凭姜子仓如何解释，众人都不相信他，并扬言要把他送官府。宋英轻轻一笑，给了姜子仓一个挑衅的眼神后，便大摇大摆地离去了。宋婉阳，你这些天跑哪儿去了？去寺庙烧香要这么久吗？嘿嘿，我的确是去寺庙烧香了呀。要是佛会结束你再不回来，我都要报官了。抱歉，对了，四叔，您上次说要给我娘介绍帮手的事。宋英前些日子想让阮氏去码头卖卖东西，但是又怕阮氏一个人照看不过来，于是便托宋满山帮忙介绍个可靠之人。我已经传信给他，让他后2日去村里寻你，到时候你且看着，若有个长相黝黑、皮肤粗糙的老妇进村，那便是他了。好的，谢谢四叔，我出来也有好些天了，我就先回家去了。宋英刚回到村口，便碰到任申京和宋达、宋武他们几个放学。最近几日你们几个可还乖巧？娘，你可回来了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怎么回事？娘，你管管你娘吧。从你走了之后，外婆每天都是做肉汤和包子，早晨是包子，中午是包子，晚上还是包子。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圆了许多？我都快成包子精了。肉汤不好吃吗？你以前吃盘炒野菜都会兴高采烈的。二姐，林根最近除了包子和肉汤就没吃过别的。你外婆也是怕饿着你啊。这样吧，明儿我给你们几个做顿好吃的。阿爷，这是我在雍城买的些东西，您给叔伯们分一分。怎么又花这么多钱？你去雍城也不是去玩闹的。听亲家说你在寺庙里卖了好几日东西，赚钱实在不容易，你要多攒些，等老的时候还要用呢。裴家老太婆来了吗？是的，亲家说你把你嫂子气得肚子疼，他这话我是不信的。你只需和我说到底是什么事儿，若是咱站里，万万不会让着他们家的。阿爷，就算裴家不来人，我也要和您交代一下的。随后，宋英便把寺庙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跟老爷子说了。宋英刚说完，裴老太婆也走了出来。你大嫂肚子疼，就是你气的。
你们裴家好大的脸！您儿媳妇在外头伙同别人冤枉我偷钱，您孙女嫁人之后不孝敬公婆，反倒恶人先告状，是觉着我好欺负吗？你一个晚辈在长辈面前大呼小叫，还有没有教养？你这种没规矩的死丫头，要是生在我们家，就该一盆水焖洗。住嘴！亲家大老远来一趟，我也不想让你没脸，但我宋家的孙女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的。亲家，这就是你糊涂了，你这个孙女是亲的吗？我孙女肚子里的才是你的亲曾孙儿啊！论亲疏，我孙女与你那才是近的。亲家说的对，宋裴氏肚子里怀的是我宋家的孩子，万万没有待在你们裴家养胎的道理。老大不在家，但我家老三在，那就让老三陪着老大媳妇儿一起去县城，将宋裴氏接回来。那不成，你们这乡间不方便，哪里有城里舒服？亲家这是嫌弃我们宋家泥腿子出身吗？那行，等孩子生下来，我让老大媳妇儿将裴氏休了。我家显哥儿上头祖辈都是泥腿子，娶不得你们这种高门大户的闺女。亲家，我这也都是为了儿孙好。等显哥儿回来，他要是接媳妇回家，那我不拦着。呵，显哥儿被你们灌了迷汤，如今还没3岁娃娃懂事，你们裴家想得到没？回头我那孙子回来了，吹个枕头风，说宋家对裴氏不管不问，我老头子还得被埋怨。若不将人送回，那我老头子便带着宋氏一族的人去你裴家问个明白，看看你们裴氏一族是不是都这么嫁闺女的。裴家老太婆见宋老根发这么大的火，顿时不敢吭声，只好灰溜溜的走了。裴老太婆前脚刚走，宋老爷子就让宋老三陪着大姚氏去县城接人。娘，我听霍林说您这几日都在做包子和肉汤嘛。是呀。对了，上次我说要给您请个帮手，估计那人明儿就找来了，到时候您也一起看看，毕竟要与您一起干活的，您要是觉得不大妥当，那就再换。这人还是四叔推荐的。啥？你四叔推荐的？那这人很会打架吧？嘿嘿，明日等他来了就知道了。第二日一早，宋满山推荐的大娘竟与牛大力同时找上了门。牛大力一看到大娘，还以为是竞争对手呢。大嫂子，您贵姓呀？我姓关。家里有孩子吗？家里有个儿子，20出头还没娶媳妇呢，所以想找个活计给儿子攒些家当，脏活累活我都不怕，什么都能做得来。我招人主要是想要个能在铺子里做主的。这个大妹子放心，我这些年自己带着孩子，为了养活他，什么样的活都干过，什么样的东家或是客人那也都是见过的，无论是那胡搅蛮缠的，还是那贪心不足的客人，我都不惧。不行不行，满身肯定不行的，我不能离开我娘。我也没别的本事，只说一点，大妹子若真请了我，你让我干啥我能干啥，从外头收来的铜板我就过个手，绝对不往自己荷包里塞一个，只要有我在铺子里，什么混账东西都不能欺负到妹子你头上去。闺女，我觉着这大嫂子挺好。娘觉得好，那就变好。看到阮氏和宋英对关大娘很是满意，一旁的牛大力便慌了。我干活也很麻利的，扛石头驮大缸都难不倒我的。我还没来得及问阿英，这是？他是我请来在家里帮忙的，娘也知道我这些地一个人不大好种，大力他力气大，能帮着我点。这么年轻的姑娘能行吗？婶子，我成的，我能耕地，1天10亩不成问题。啥？10亩？这你的父母知道你来这里吗？娘，我都和他聊好来了，放心吧，哪能真让他那么辛苦，就是干干杂活，我身边也没个朋友，他和我年纪差不多，能聊到一块去。那行吧，牛姑娘，你小心别累着，平时也帮我多照顾些我家这丫头，劳烦你了。不麻烦不麻烦，拿钱办是应该的。关大娘的薪水就从今日开始算起。娘，明儿我与您一道去看铺子，合适了咱就定下来，银钱若是不够，我这还有一些。哪里用得着你再给钱呀？上次给的还没花，100两就是买个铺子都是够了。那明儿咱们再去看一下铺子。以后你就住这间屋子，你若还需要什么，可以与我说，我去县城的时候给你买。好，谢谢姐姐。你等会儿可以去搬些石头放在床底下，这样的话这床能结实点，就不会被压塌了。姐姐您说的对，我这就去搬。没一会，牛大力便从外面搬回来了一个超级大石头。姐姐，你看这的石头可以吗？宋英虽然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还是被这情景吓了一跳。大力呀，咱俩比一比，看看谁的力气大，好不好？啥？姐姐你疯了吗？我这力气就是劈开一块大石头都是行的，和你们普通人不一样的，在我眼里你就像蚂蚁一样脆弱，我怕一不小心就将你的手捏碎了。试试而已，就算真的捏碎了，我也不怪你，绝对不会让你赔银子的。不赔钱？那你不会被疼哭吧？不哭，绝对不哭。来，咱们就在这石桌上比划比划。那好吧。
来，开始吧。牛大力到底还是担心真的弄折了宋英，所以与宋英那纤细的手碰上之后，并不敢用力。我要开始发力了。宋英说完便开始发力，牛大力感受到宋英的力量，顿时被吓了一跳。怎么回事？恩人的劲怎么这么大？难道跟我是同类吗？就这样，两人掰扯了一会后，宋英也大概知道了他与牛大力的力气大小。好了，姐，你力气好大啊！你还会请我耕地不？当然请啊！我力气虽然大，但平时要做的事情也不少，所以这耕地的事情只有你能负责，我最多就是帮把手。听到宋英这么说，牛大力也松了一口气。你老家不是在雍城这一带吧？不是呀，我家住的可远了，好多年前，不对，好几年前，有个走南闯北的商人将我买过来的，后来我从商人手里跑了出来。再后来就在这边定居了。确切的说，牛大力当初被卖过来这边的时候，还是一头普通的牛。后面他挣脱牢笼，便跑到了深山，也许是经历的多，所以比其他牛多几分灵智，水到渠成，就化成了人形。你先自己熟悉一下家里的环境吧，有什么不懂的再问我。娘，我本事不大，看不出来他是什么精，是蛙哥带回来的吗？他是头牛，自己送上门的啊。那他怎么认不出我来呀？可能是他见的人多，妖怪却没见几个，所以没想到你是根人参吧？真的吗？那娘你不要告诉他，我喜欢别人拿我当人看。等到吃晚饭时，宋英特意加了2个菜，还多做了5个大饼，但都不够牛大力一个人吃。你吃这么多，我娘都没钱养孩子了，养不起孩子，咱俩都得流落山头，你就不能凑合着吃点草吗？听到人参精这么说，牛大力才意识到自己确实吃的太多了。那个太好吃了，所以我没忍住。林哥，大力姐又不是羊，怎么能吃草啊？不过大力姐的饭量真的好大，一个人吃的比咱们几个加起来还多了。那我少吃点。没事，我说了包吃包住的，所以尽管吃吧。下次你陪着我一起多做些饼。好呀，我可以烧火，跟着你学做菜，以后这做饭的活就可以直接交给我了。娘真傻，本来家里人和动物就多，现在娘又多养了一头这么会吃的牛姐姐，万一要是没银子了，我岂不是又要回山里吃土了吗？不行，我得赚银子才行。娘，灵芝很贵对吗？你小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管是人参还是灵芝，咱家都没有，以后也没有，别想着摘灵芝卖钱，否则我头一个就先将你卖了。林哥，你傻呀？你以为灵芝是山萝卜吗？哪是那么好捡的？回头你去了深山里，指不定就被大虫吃的一根头发丝儿都不剩。等咱们长大了，就能赚钱了，到时候二姐就不会这么累了。对呀，林哥，我们有空的时候可以去深山外头摘些枯子、捡柴火，别的不成，太危险了，会没命的。哼，我可是人参精，摘个灵芝轻而易举的，哪里会有什么危险？达哥和五哥说的都很有道理，做人不能太贪心，你还想长高长大呢，可一口能吃成个胖子吗？赚钱的事情也用不着你操心，咱家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，别说养你们牛姐姐一个人了，就是养一群也行的。哼，吹牛！外婆说你没钱了，你和四叔公合伙开铺子，还没起色呢。外婆还说四叔公不一定能赚钱，他要是赔了……等等，这话是你外婆说的。宋英觉得不可思议，阮氏可不像是会在背后说闲话的人。外婆不相信四叔公，他早些年还曾诓骗过太爷的钱，怕你被骗，可他还说你太自信了，和你说这些你也不会听，所以让我劝着你些，让你留点银子傍身。是呀，我娘也说你的银子早晚会被四叔骗光光。四叔骗老爷子的钱，那是因为那是他爹，他觉得儿子花爹的钱没毛病，我就不一样了。四叔是要脸的人，他可没脸骗侄女的银子。哼，怪不得之前我让你外婆去码头开铺子，他会这么干脆的同意，估摸是想着等你们四叔将我的银子花光了，他能补贴我点。娘，咱家的银子还剩多少？我琢磨一下，看看够我吃多久的。如果挨不到四叔公赚钱，那我不去摘人参也成。从家里拿个盆，我去街上跪着，会有傻子给铜板。牛大力听到人参精这样说，似乎深有体会，于是一本正经的说道：“这不太好使的，傻子没那么多，而且你瞅着就白白嫩嫩的，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。除非你弄断一条腿或是少个胳膊什么的，那还好赚些。”啥？这么难吗？大力姐，那我能干点啥？少有人会请你这么小的孩子的，所以你只能去卖身。早先有贵人会买男童，价格还挺高的，不需要断胳膊断腿，好像只需要切掉2两肉就可以了。我想着这身上这么大的地儿，少2两多简单啊，可惜了，人家不要母的。不行不行，卖身肯定不行的，我不能离开我娘。宋英听到这两人的对话，差点气得吐血。总觉得养了2个傻子，算了，谁让这是我自己选的呢？娘，你在嘀咕着什么呀？没事。第二天一早，宋英便带着爹娘去码头附近租铺子。租金1年30两，咱们能赚这么多钱吗？
可别连租金都赚不回来呀。娘，若是按我说的做，赚回这钱不难的。而且咱们不只是做早点，不是还有炒菜吗？这么一算，这一个月最低也得赚进3两银子。租都租了，还想这么多做什么？爹娘还是早些置办好东西吧。是啊，孩子他娘，咱先做1年试试，不成的话明年就不租了。好吧。铺子的事定好了以后，宋金山和阮氏便去购置日常所用，而宋英则回宋家找到了三叔宋银山。二嫂那铺子租得这么快，可有好好挑一挑位置？三叔放心，爹也陪着一起去的，选的位置我们都很满意。那就成。三叔最近可有空？爹娘那铺子里差不多需要200个托盘，您若方便的话，还得麻烦您。托盘的大小和构造也不用太复杂，只需在上头刻上宋家小食4个字便好了。一个托盘给您5文钱。这话就生分了，你爹是我二哥，给他做几个物件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一旁的焦氏听到宋老三这样说，脸色顿时就变了。二侄女，你三叔的手艺可好了，咱这村儿找不出比他还能干的，你交给他尽管放心，就按照你说的价格来，回头让他多送你2个，你看成不？